玄风哥哥不愧是当代第一天才。离儿，你来了。这次玄风哥哥的修为又有大突破，想必龙吟剑的威力也更上一层了吧？离儿不妨看看。剑随主王倒是可惜。梦离，梦离，梦离，你为何要杀我？梦离！凤儿，你怎么了？眼前这位妇人，是我现在这具身体的娘亲。几天前，她真正的儿子已经去世。不过放心，占了你的身体，我便会好好待你的家人。凤儿，娘亲不用担心，只是做梦而已。你前几天大病一场，如今刚醒，切记啊，千万不要再直呼梦离了，那可是玄武剑女帝的名字，万一被人听到。说起来，前帝君的独子也和三殿下同名，只可惜突破化神失败，英年早逝。前帝君伤心过度，将帝位给了养女。不可非议，女帝。父亲竟将帝位给了他吗？娘亲，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。好。可恶的梦离，趁我境界不稳，竟然暗狠！哎，快看，仙盟大会的日子定了！哎，听说了没？新上任的梦离女帝啊，将会参加这次大会。如今女帝还未有道侣，多少不世出的天才，这次都要参加。仙盟大会，一定要去！梦离，你等着！你们这样欺人太甚，就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怎么，皇后有令，宁妃和三哥的寝宫改到翠竹偏殿，紫玉宫的主人改为本殿下，你们是要忤逆皇后吗？四殿下，你三哥大病初愈，此时搬家不是要了他的命吗？哼，明天就是灵根测试的日子，三哥18岁都还没能觉醒灵根，一个废人，活着也是丢了咱们皇家的脸面。娘亲不必再说，我们搬。算你识相。凤儿，明天就是你最后一次测试的机会，皇后这时让你搬家。没事的，娘亲，我一定能检测到一个上好的灵根，狠狠地打他们的脸。好，就算我儿要当一辈子凡人，娘亲也能养你。想我陈玄风前世一代天骄，灵根测试又算什么呢？前帝君伤心过度，将帝位给了养女。三哥18岁都还没能觉醒灵根，一个废人。明天就是你最后一次测试的机会，皇后这时让你搬家。哎，快点快点，灵根测试马上就要开始了。
灵根测试正式开始。当年大殿下7岁觉醒雷灵根，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看到一个5行之外的灵根。哎呀，3年前宁家的嫡女宁玉婷好像是觉醒了风灵根呐，还是咱家的五公主厉害。去年觉醒了火灵根，据说以后啊，想要往炼丹师的方向发展呢。哎，你不说我忘了，过几天不就是青云试炼？也不知道这些天才要被哪些宗门收去。反正呀，不可能收了18岁都没觉醒灵根的那位殿下。肃静，请各位测试者按年龄依次上前。恭喜赵家小公子觉醒土灵根，来日必将大有作为。各位，今天都来我府上做客，我赵某做东。恭喜小友觉醒水灵根，光宗耀祖，我们家也有仙人天佑我梁家呀！小友并未检测到灵根，下一位。没事的，孩子，18岁之前都有希望，咱不灰心。嘿嘿，你快看，那废物又来自取其辱了。哈哈哈哈！咱们皇室每个人都觉醒了灵根，我要是他呀，早就自请脱离宗室了。哼！三殿下，今年可就是最后的希望了。昨夜打坐一夜，也未能感受到周身的灵气波动。难道我这一世真的是个普通人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就说他是个废物吧。我不甘心，18岁又如何？我还要找梦离报仇，我不能止步于此。
啊，这刺灵石竟然有反应了！什么？这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奇迹，奇迹呀！老夫活了几十年，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灵根。娘亲，皇后有令，灵根测试不容有错，还望三殿下再测几次。怎么，这是不信任老夫？岂敢，岂敢！皇后这是当众侮辱儿吗？是又如何？无妨，如此便麻烦长老了。灵根测试正式开始，还从未见过这种颜色的灵根。皇后有令，还望三殿下再测几次。启禀皇后，老夫这几次都未察觉到外力干涉测灵石，三殿下确有灵根，只是罕见而已。呵，既然以前没有此种灵根的记载，那便当作无用灵根。皇后如此断言，是否有失偏颇？老夫以为……无需多言。今日各位的表现，本宫自会向皇上转达。灵根测试到此结束。和昨晚不同，我确实能感受到些许灵气了。回来时问过小果，原身并未佩戴过此物。那这就是前世父亲送的那件成人礼，竟然随我一起重生了。可惜前世还未一探究竟，遇着了梦里的大雾。这是空间法术，而且灵气远比外界浓郁，不妨就在此处修炼吧。
竟然达到炼气期中期吗？怎么，皇后赐丹，三哥都不出来迎接吗？哟，三哥终于肯出来了。给，拿着拿着。怎么只有一颗孤灵丹？三哥18岁才觉醒一个无用灵根，能有一颗已是皇后恩赐了。再说啊，三哥的灵根需不需要巩固都还另说呢。那至少也得给个功法。哟，还想要功法？怎么，还打算参加7日后的青云试炼不成？空有灵根，风儿打住打住啊！本殿下不想跟你们浪费时间，咱们走。娘亲，青云试炼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是吗？当然，每3年云宫的年轻修士都会聚在一起，展示对灵气掌控的熟练程度，还会一起打妖兽。还有，那天皇上和各宗门的长老都会来，表现好的话就能被宗门收了当弟子呢。看来我要加快修炼速度。小狗看好三殿下，上午3殿下觉醒的灵根都没人见过，肯定超厉害。好了好了，别耽误凤儿休息，走吧。我明明记得在空间待了5天，外界竟然只过了半天了。既然以前没有此种灵根的记载，那便当作无用灵根。这是空间法术，而且灵气远比外界浓郁。怎么，还打算参加7日后的青云试炼不成？只能达到炼气期后期吗？一颗孤灵丹根本不够体内的灵气提纯。唉，也不知道原神以前的积蓄够买几颗。算了，再待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。那里何时有的书架？刚刚还没看见。玄天阴阳诀，炎龙真火诀，清霜剑谱。父亲给我留了这么多功法干什么？尤其这些低级功法，我前世也用不上啊。等下。把功法卖了，不就能买丹药了吗？明天先卖这本黄级上品试试，也不知道能卖多少灵石。
风儿，娘亲想了一夜，决定今日去你外公家，你还是得有本功法才行。娘亲还不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愁功法，如今我羽翼未丰，走漏消息的话可能会引火上身，还是不告诉她为好。不过这倒是了解母亲娘家的好机会。好的，我陪娘亲一块儿去吧。那好吧。怎么感觉娘亲不是很想带我回去？风儿，你已经很久没见过玉婷了吧？现在她应该在宁家的武场，不如你去找她，我去见你舅舅。好的，娘亲。不过是个废物灵根，也配要我宁家的功法？哥哥，怎么说风儿身上也流着宁家的血，你为何就不能帮她？当年你嫁到皇家，本以为能给宁家带来好处，结果呢，皇家都没给她功法，我宁家何德何能啊？哥哥，不必再提。此女子年纪轻轻已是筑基初期，而且剑法也是如此精妙。哎，那边3点像呢。哎呀，一个表哥一个表妹，天赋差这么远，他还好意思来？原来是我表妹。表哥，听说你也觉醒了灵根？不过是个普通的灵根，不能和表妹相比。哼，算你识相。这个废物还谦虚起来了。娘亲，你怎么不开心？慢着，这本太医心法你拿去，至少可以入门修炼，也不至于太丢我们宁家的脸。不必了。哎，给脸不要脸了是吧？父亲给你黄金下品功法，你竟然不领情！要知道黄金中品以上就要去拍卖行才能买到。娘亲，我们走。哼，哼。风儿，你太冲动了。娘亲只是受点委屈，哪有拿到功法重要啊？娘亲放心，不用他们宁家施舍，我也可以成为修真界的强者。父亲给我留了这么多功法干什么？这本太医心法你拿去，至少可以入门修炼，也不至于太丢我们宁家的脸。不用他们宁家施舍，
我也可以成为修真界的强者。昨日宁玉婷提到，黄级中品以上的功法就要去拍卖行拍卖，想必这次清霜剑谱能帮我拿到不少灵石。等买了丹药，筑基应该就不成了。有事儿说事儿，无事出门右拐。我有个功法想拍卖。我们灵宝阁可不是什么功法都收的。不知这本可否？没听过。走吧走吧，别耽误爷工作。这可是黄级上品功法。就你，市面上的黄级上品早就被各大家族垄断，难道是去哪家偷的？这就是你们灵宝阁做生意的态度？哎，是又怎样？你怎么发生何事？我想拍卖黄级上品功法。哦，请阁下移步后院。这就是那本黄级上品，你可以让鉴宝师看看。不知这本清霜剑谱，阁下从何得来呀？恕难奉告，但这确实是我的东西，掌柜大可放心。本店将于2日后举行一场拍卖会，看阁下命生，请收下这枚令牌，到时凭令牌进入即可。玄级令牌已经是我能给的最高权限了，还望阁下不要介意啊。无妨，不过身外之物。阁下豁达。拍卖会的压轴就是清霜剑谱了，将此消息马上传给各大家族。是。风儿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无事便随便转转，娘亲今天好像很开心。风儿竟然看出来了。哎，快看，娘亲给你带了什么？娘亲这是从何得来？哎呀，你收下就好。三殿下，这是娘娘卖掉了自己最值钱的几件首饰，才换来的2个。娘亲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娘亲啊，只求风儿能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修士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还是不告诉娘亲，我已练气后期，到时候给她个惊喜。风儿不会辜负娘亲的好意。好，好，好。等我拿到灵石，一定要给娘亲多买些好首饰。哦，黄级上品，正好给我儿子当觉醒灵根的贺礼。二哥，难得大哥这次不在，这次的好东西咱们可得抢到。玉婷，只要咱们能拿下清霜剑谱，你的实力一定能再提升一大截。女儿定不辜负父亲期望。日月为一，刚柔相合，混沌交接。至诚才会相断。果然，还是需要丹药才行。啊，糟了，拍卖会！
拍卖会已经开始了，应该不会有人再来了。唉，希望吧。那个，我是来参加拍卖会的。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，拍卖会已经开始了。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玄级令牌，就你以为随便弄个假令牌就能混过关吗？告诉你，今日有我在这儿，你就休想进去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何在此吵闹？哎呦，阁下，您可来了，为何没进来呀？难道给您的令牌没带吗？某些人说是假的。你们两个是没长眼睛吗？居然将贵客拦在外面，是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吗？掌柜，小的错了。走吧。多谢阁下宽宏大量，请随我来。哎，四弟，你说我们能买下这本功法吗？二哥，好不容易大哥不在，这剑谱我们势在必得啊！咱们可是皇子啊，谁敢跟我们作对？雨婷啊，这剑谱可是皇级上品的功法，你是我们宁家最出色的天才，只要将这本剑谱拍下，你的实力便可再上一层，在几日后的青云试炼上大放异彩。谢父亲。各位，接下来这件拍卖品是极为珍贵的皇级上品功法青霜剑谱，相信不少人都是为这功法来的。我宣布，青霜剑谱起拍价55万灵石，一次加价1万，现在开拍。我出50万灵石。60万。我出61万。我加10万，四皇子才加1万，难道是没钱？本皇子有的是灵石，只是不想花那么多而已。识相的话就赶紧让给本皇子。我出100万。哇，宁家主居然出100万灵石，真有钱啊！看来这剑谱非宁家莫属喽。哦，宁家居然想要100万灵石，我跟二哥的家当加起来也才70万灵石。宁家主可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皇子啊！100万一次。老东西，我记住你了。这剑谱本就珍贵，四皇子若是财力不足，就不要竞价了。我会财力不足，我皇室国库灵石上亿，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不是你这种小家族能比的。只是100万买本破剑谱，本皇子不稀罕。那就多谢四皇子高抬贵手了。100万2次。100万灵石拍下青霜剑谱，真是便宜宁家了。110万。赵家主，你的家族内似乎没人需要用到这本剑谱了。宁家主啊，我那儿子前几日觉醒灵根，我买本剑谱给他，不过分吧？赵家主，这本剑谱我必须拍卖到手。我家玉婷是风灵根，
这剑谱给他修炼恰到好处。哼，怎么？你的意思，你女儿想要就能拍，我送给我儿子就不行是吗？那就各凭本事吧。行，老子有的是灵石，这本剑谱老子要定了。120万，130万，140万。哎，四弟啊，咱们要是有这么多灵石就好了。不过就是灵石嘛，再多也是一群身份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190万，200万。嘿，你个老东西，跟老子比灵石多是吗？哎，赵家主。怎么？赵家主，这本剑谱对小女至关重要，恳请赵家主卖给宁某个面子，宁家愿欠赵家主一个人情。哼，那老子就让给你吧。200万一次，200万2次，200万3次。恭喜宁家拍得青霜剑谱。恭喜阁下。想不到买主竟是宁家，200万灵石买下我的剑本，要是宁玉婷知道，不知会是何种反应。各位，最后一件拍卖品来历不凡，它和白帝之子可有莫大渊源。各位，最后一件拍卖品来历不凡，它和白帝之子可有莫大渊源。和白帝之子有关，那必定是宝物啊！传闻白帝之子当年突破未果身亡，随身佩剑龙吟剑断为2截，不知所踪。经过多方波折，而今其中一节转到本拍卖行。果然是龙吟剑。切，无法使用的残剑谁会要？图一个死人用过的。毕竟是天骄之物，收藏价值。我宣布，龙吟残剑起拍价100万灵石，一次加价10万。买不到剑谱，开拍，买个天骄之物送给儿子也不错。我出100万灵石。哟，100万买个残剑，赵家主做慈善呢？老子有钱怎么了？不服你就更啊！掌柜的，这残剑我需要，可否使用刚刚的200万灵石？阁下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啊。我现在手上没有灵石，掌柜能否行个方便？这100万一次。我手上还有一些不输青霜剑谱的东西。好，就依阁下所言。100万2次。这下没人和我争了吧？200万灵石。200万。又来个没脑子的，把灵石当纸烧了。没完了是吧？又冒出来个跟我抢东西的。好耳熟的声音，似乎在哪里听过。真他娘的倒霉！还是买点别的给儿子吧，反正这残剑也没啥用。200万一次，200万2次，200万3次。恭喜这位贵客拍得龙吟残剑。阁下，我们老板有请。阁下拍卖的功法达到了皇级上品，这是灵宝阁的地级令牌，还请收下。阁下，这龙吟残剑就在盒子里，奴家可是特意为您破了一次例呢。多谢。不过我有个事情想拜托一下。哦？我需要一些丹药。好说。
需要哪些丹药，您可以随意挑选。竟然有这么多固灵丹和筑基丹，我要这些，账先赊着，下次我拿东西拍卖结清。这些丹药就送给阁下了，只希望您能答应奴家，若还有清霜剑谱这样的好物，定要来灵宝阁拍卖哦。这是自然。总算突破到筑基中期了，多亏了老板送的丹药，这个情我记下了。重生至今已过7日，我只顾着修炼，还未试过身手，正好明日青云试炼检验一下。恭喜这位贵客拍得龙吟残剑。总算突破到筑基中期了。重生至今已过7日，我只顾着修炼，还未试过身手，正好明日青云试炼检验一下。三哥此次也要参加青云试炼吗？参加。哼，以你的资质，就不怕上台出丑吗？4个也要参加试炼，难道不怕丢人吗？青云试炼共2部分，御剑和猎兽。现在开始御剑考核。失败，下一个。过关，下一个。过关，下一个。9岁能有这般天赋，赵家主有个好儿子。谢谢皇上。过关，下一个。切，都才这么点本事，看本殿下的！过关，下一个。不错，宁家出了个好苗子呀！多谢陛下夸赞。不过这点天赋在大殿下面前不值一提。起，去。
怎么可能？他不是18岁才觉醒吗？怎么如此厉害？哎呀，老三竟然有这种本事！夜间考核结束，接下来进入后山外围，开启猎兽考核。玉剑让你占尽了风头，猎兽，我一定要拔得头筹。玉婷妹妹，我来帮你。快跑啊！对不住了。五妹，快帮忙！四哥这个王八蛋！这声音是五妹。我敢娶不到媳妇儿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告诉父皇的。三哥，一阶上等妖兽，堪比筑基后期修为，久拖对我们不利，只能快速解决。五妹，我先拖住他，你想办法将其困住。好。这次的青云试炼，三哥绝对是第一。第一名，倒还不错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青云试炼第一，不愧是朕的儿子，有赏。多谢父皇，只是我无福消受。三殿下，你竟如此不识礼数！凤儿，快跟你父皇认错！我没错，娘亲，这么多年，你与我饱受欺凌，为君为父，他可有半点关系？三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哼，那也没有号称皇室国库灵石上亿，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四弟胆子大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为什么这家伙会知道？而且，四弟这么着急跳出来，是怕你将我和娘亲赶出紫玉宫的事被人知道吗？你，竟有这事！父皇，四哥在试炼的时候故意将妖手引来攻击我，要是没有三哥的话，我恐怕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父皇，孩儿知错了，真的知错了。哼，身为皇子，竟如此胡作非为，罚你禁足，没有朕的准许，不得出宫。老三，这赏赐你不要，朕不勉强，念你一片孝心，你的不敬，朕不计较。你下去吧。
拒绝了赏赐，该去哪弄后续的丹药呢？玄药丹经，境界突破筑基后，竟然出现了丹书，还正好有固灵丹的丹方，还有丹炉，搭配炎龙真火诀，我就可以自己炼丹了。这固灵丹品质极高啊！那便摆在高级区域单独售卖。多谢老板，接下来几天我还会带丹药过来。哎呀，阁下叫我冷月就好。对了，不知阁下怎么称呼啊？出门行事还是要低调些，不能暴露身份。我叫宁风。哎呀，小峰峰，最近为了给你卖丹药，咱们灵宝阁都快成灵丹阁了。丹药协会那帮老头子也一直在施压，说奴家坏了规矩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呦，小峰峰，你说这话就见外了。丹药一事还有余地，奴家明日可以引荐你去丹药协会的呀。好。哎，陈掌柜，你们灵宝阁的丹药最近卖的这么好，这灵石赚了不少吧？这笔生意是老板负责的，我并不清楚，只知道炼制丹药的人叫做宁风。宁风？难道出自宁家？能培养出这般人才，想来此人必是宁家之人。我听小二描述过此人的声音，年龄应该不超过20。宁家主可知道此人啊？惭愧惭愧，想必是这位宁家子弟一直潜心钻研炼丹，过于低调，才没被我注意到。那老夫可要恭喜宁家主了，宁家小辈里又出了位人才呀！宁家主啊，宁家以后可要多来照顾照顾我灵宝阁的生意啊！马上给我，哎，好呀，再买上，吃。好说好说。赵家主，以后丹药上有什么难事，可以来找宁某。不就是会炼几个破丹吗？真能装！宁家主居然这么不要脸！五妹，谁招惹你了？是有人招惹你。哦，三哥就是最近灵宝阁的神秘炼丹师宁凤吧？五妹怎么知道的？
三哥没钱，谁人不吃？这几天却给我许多极品丹药，真当我傻吗？你不傻，丹药确实是我炼制的。你还笑？宁家主这个老东西，打着你的名号招摇过市呢。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他现在被捧得越高，后面就会摔得越惨。哼，最好让宁家在大场合上丢光脸面。哼！搭配炎龙真火诀，我就可以自己炼丹了。我叫宁风，想必是这位宁家子弟一直潜心钻研炼丹，过于低调，才没被我注意到。冷月啊，你到这里来是想好了让出丹药缝合的事情了吗？那是自然，我此行正是为此事而来呢。他叫宁风，灵宝阁最近炙手可热的丹药可都是他的手笔。啊，就凭他呀，一个筑基修士也会炼丹，那老子还是白帝之子转世呢。笑死人了！哼，谁知道这些丹药是从哪里来的？说不定是从死人墓里挖出来的呢。你个老东西，欺负我就算了，还欺负我家小峰峰，整天炼的破丹没人买，瞧见老娘生意好就眼红。现在人给你带来了，你还端着架子，脸皮不要了是吧？妇人之见。你要是真会炼丹，可敢跟老夫比试一下？正有此意。不过是个筑基蝼蚁，我倒要看看你能炼出什么丹。老夫炼制的可是筑基丹，怎么可能？居然是更高品阶的和气丹，这可是连老夫也无法炼制出的丹药。这下服了吧？让你在狗眼看人低刚才多有冒犯，是老夫有眼无珠啊。好，这是丹药协会的令牌。以后阁下的丹药可在我们这里出售啊！小峰峰，你在这儿卖丹药，可不能忘了姐姐的灵宝阁。自从有了宁风的丹药，最近协会收益都翻了几番呢。唉，可惜，别人都说咱们也就炼丹有2把刷子。要是宗门大比也能出风头就好了，而且只要在宗门大比取得不错的成绩，就能进入云梦大陆的玄天学院，获得更多的机缘。玄天学院，我记得仙盟大会确实只有各大陆学院的拔尖学子才能参加。这宗门大比我去。宁风啊，不是我小看你，宗门大比不是炼丹，是要斗法的。现在可行了。刚才的剑气，连我都感到了一丝威胁。丹药协会支持你参加宗门大比。协会可以举荐你参加宗门大比，可报名至少需要2个人。三哥，多亏了你的丹药，我现在已经筑基后期了。为了感谢你，我愿意帮你一个忙哦。好呀，我准备参加宗门大比，五妹要一起吗？当然没
问题啦。可恶，三哥这个废物，害我被禁足了半个月，此仇本皇子一定要报。青云试炼拿了第1，哼，还以为他会来参加这次的宗门大比呢，这么久都没来报名，怕是不敢来了吧？听说这次丹药大会举荐宁风参加宗门大比，不知道他与宁玉婷孰强孰弱呀？怎么突然冒出来个宁风？他是谁啊？最近出现的一个神秘炼丹师。切，炼丹师那他算个球啊！和玉婷妹妹比，恐怕3招都接不住。怎么没看到宁风的名字？哎，玉婷妹妹，等等我！这么想见我，那就在宗门大比上给你个惊喜。宁风，啊？参与宗门大比的弟子，进广场准备。现在开始第1轮擂台战，落雁宗魏华对丹宗宁风。丹宗宁风上。
剑宗宁玉庭上。追风阁王武圣，夜雨帮樊四圣，铁刀楼张山上，丹宗宁风上。宁风10连胜了。剑宗宁玉庭上，宁玉庭7连胜了。玉婷妹妹，你可真厉害啊！第1轮大比结束，晋级宗门丹宗、剑宗、追风阁、夜雨帮、铁刀楼。由于丹宗只有2名弟子，第2轮比试首轮轮空，其他4宗弟子做好准备。我操，黑幕呀！这运气是踩到狗屎了吧？追风阁夜雨帮弟子已无法再战，接下来丹宗对战剑宗。三哥，决赛还要带斗笠呀？不用了。他怎么会在这？三哥这个废物怎么会和五妹在一起？逆风呢？你上来做什么？宁风呢？当然是代表丹宗出战。你好歹也是个皇子，居然恬不知耻说出这种话。擂台战都没露过面，就说代表丹宗出战，三哥是给宁风跪下来磕头换来的吧？这么聒噪，你不是带蛤蟆学的吗？哎，五公主，宁风为何没来呢？有本事自己去找，是来打架的，没兴趣陪你闲聊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动手！我的土属性功法坚如磐石，你不可能破开的。那我就打破你的乌龟壳。
五妹，看三哥教你剑法。你懂什么剑法？居然会轻双剑法，除非我就是宁风，同样也是轻双剑谱的卖家。宗门大比结束，我宣布获胜宗门是丹宗。恭喜宁恭喜三殿下夺得宗门大比第1。三殿下仙运昌隆，待您改日前往玄天学院之时，我必亲自相送。会长不必客气。这不可能！你居然会轻双剑法，除非我就是宁风，同样也是轻双剑谱的卖家。最近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，是时候给娘亲买点首饰了。这不是那个废物三殿下吗？这个不错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这东西很贵的，碰坏了你赔得起吗？我是来买首饰的。哼，三殿下，你的名声可是人尽皆知呀，到这儿来买首饰，你有钱吗？先看看不行吗？哎呀，看什么看呀？就你这寒碜德行，哪像买得起的样子啊！嚷什么？嚷什么？啊！哎，老板，是三殿下想买首饰啊。我只想看看那个钗子，满意的话就买下它。三殿下，本店的首饰最低售价是1万灵石，要不您还是去别家看看啊？这些够吗？老板，我的混账！老子说怎么生意越来越差，原来是你啊！你个眼瞎子杂碎，敢得罪这么大一尊财神爷！哎呦，三殿下，我已经狠狠教训过他了啊！你想要什么，随便看，随便看。三殿下，欢迎下次再来啊！风儿回来了。娘亲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啊，是何物啊？哇，好漂亮的钗子啊！娘亲，这是给您新买的首饰。凤儿，这钗子价值不菲，你哪来这么多的钱啊？娘亲，我最近炼丹赚了许多，这些钱不算什么。凤儿，
你长大了，娘亲很开心。娘亲，这钗子娘很喜欢，你能帮娘戴上吗？好。娘娘，您戴上这个钗子啊，更好看了。小果真羡慕您。放心，也有你这丫头的。凤儿，好看吗？娘亲戴什么都好看，还有，凤儿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娘说啊？娘亲，这些年您一直照顾风儿，您受苦了，以后风儿不会再让娘亲受半点苦头。殿下，吃饭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娘亲，展信如晤，愿您疏言。观此信时，风儿已出云国，不忍辞行，于是留书一封。娘亲养育之恩，深似海，高似天，而今风儿终成修士，却要远游他方，万千感慨难以言表，只觉言语无力，难以尽述心声。今日一去，仙凡两个，不知何时再与娘亲相见，故特留下延年益寿的丹药，愿娘亲身体康健，福寿绵长。风儿，你在外要好好照顾自己。飞这么久，累死我了。传送阵启动后，你们到了地方会有人接应的。
老夫莫前问，是学院接引人。知道了，能不能快点带我们进学院？神念攻击。老夫不喜欢聒噪的人。前辈恕罪。还有谁对老夫有意见？既然如此，诸位跟紧老夫，穿过这座孤岛，前往学院。好强大的神念！是我感觉错了吗？三哥，我们不跟上吗？我们沿着地面穿过去。啊，岛上没有禁制，不御剑飞行吗？御剑，但要在地面低飞。快逃！哎呀，莫长老居然以这种方式筛选新生。看来这些新生当中，没几个能跟上莫长老的。还是有好苗子的。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能否闯过下一关。高空御剑的修士被这只妖兽给筛下来了。这是进学院前的一次试炼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幸好听了三哥的话。剑引人修为很高，却避开高空和丛林飞行，80%都不能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今年的新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能闯过迷雾。糟了，五妹！这迷雾让人在原地绕圈，似乎是个阵法。小吕，看来这个好苗子要第一个进学院了。南兄，那可不一定。哦，难不成你觉得他会放弃这个机会？谁知道呢？这小子怎么又回来了？南兄，这次失算了呀。
这小子居然放弃了独自过关的机会。是为了他吗？三哥，五妹，雾散了，我们走吧。这小子居然放弃了独自过关的机会。三哥，五妹，雾散了，我们走。迷雾为何散了？莫长老，有位新生选择了杂技关。哦，三哥，这山真高啊！莫长老，那个新生来了。是他，难怪能第一个过关。莫前辈，不知晚辈和家妹是否已经通过学院考核？你比刚进岛那小子有礼貌。刚进岛？原来是4个呀！这是界碑？石碑内有一处空间，通过此处考验才能进入学院。多谢前辈。莫长老，既然已有新生进入碑界，我与南兄2人便回学院等候了。此处用于检验新生天赋，只要击败对手即可过关。好险，还好有五妹给我的这把剑。不知今年的新生天赋如何，能遇见几人呢？南兄，你说新生有人能遇见那位幻境化身吗？小吕，那位可是传说中的人物，就别做梦了。本殿下通关了，本殿下进玄天学院了！行了，小子，进来就在一边待着吧。本殿下可是第一个过关的，学院就这样对待第一名吗？你小子，谁告诉你第一个进来就是第一了？这个幻境中的对手，实力不可小觑，不知下一个有多强。
三哥怎么还没出来呀？想不到，今年居然真有新生能够挑战如此多的幻境化身。要是遇见了那位，不知能否将其击败。那位可是筑基就能斩杀金丹的天才，一个新生如何比得？这是那位莫前辈。恭喜你，这幻境化身竟有意识。玄天金光啊！居然真的有人能击败那位！是三个。玄天金光啊！居然真的有人能击败那位！是他，竟然是杂机关这小子！哼，怎么是三哥这个废物？接下来，我们将根据各位新生的天赋分配学堂以及对应的宿舍。小子，你留一下。啊？五妹，你先去宿舍。前辈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你小子引发了玄天金光，学院长老想要见你。玄天金光？这界碑考验存在诸多幻境化身，天赋越高，幻境化身就越多。这玄天金光就是所有化身被击败的意象，其他人就击败几个。只有你小子一骑绝尘呐！居然闹出如此动静，我现在修为不高，还是要低调些。既然如此，我这就随您去面见诸位长老。学生陈玄风，见过长老。哦，陈玄风，竟然和白帝之子同名。倒是好名字。学院的4所学堂，想必男导师已经和你介绍过了。小子，要不要考虑进我剑堂？以你的天赋，定能成为绝世的剑道天才。哼，剑堂那绝世剑法也就一般般，烈阳堂可以培养各种灵根的修士，功法最全。进我烈阳堂，我亲自为你挑选顶级功法。哼，
剑堂在学院大比里，哪次不是力压烈阳堂的？哼，也不知道是谁当年叫嚣烈阳堂，结果被那位打在地上爬不起来呀！你敢当一个新生的面揭老子的铁？我就揭了，怎么着？陈玄芳，玄天堂只收变异灵根的学生，但你之前的表现确实优异，老夫可以为你破例，你可愿意？玄天堂都抢人了，唉，没我的份喽。灵界中功法诸多，足够我用。可若进玄天堂，此次破例必让我成为众矢之的。还是进丹堂合适，不仅能解决丹药，还可以教五妹炼丹，一举两得。三位长老，可是已经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学生想进丹堂。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你说什么？进丹堂？你进丹堂做甚？去炼那些破丹吗？陈玄芳，先途坎坷，选对路可是很重要的，你要想清楚，莫要自误啊！看来得找个理由搪塞过去。这居然是夹杂了几丝神念之火的丹火。丹火入机器炼丹师，这怎么可能？学生灵根特殊，难以修炼，好在炼丹有些天赋。岂止是有天赋，简直是炼丹奇才啊！想来你能击败幻境化身，靠的就是这团丹火吧？正是。想不到你们争来争去，还是便宜了我丹堂啊！小子，你放心，丹堂别的没有，就属灵药最多。你如此天赋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明日我就将丹堂的半数灵药送到你的宿舍。学生多谢长老。三哥正在闭关，不能受到打扰。哼，闭关又如何？我要见他，他就得出来。我倒要看看一个新生凭什么拥有半数灵药。不识抬举。三哥。哦，缩头乌龟终于肯出来了。我是出来，不过待会儿你就得爬出去。丹火入机器炼丹师，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！想不到你们争来争去，还是便宜了我丹堂啊！这新生真是不知死活啊，敢这么跟老大说话！下一个这么跳的，还躺在床上没下来呢。一个新生敢让我爬出去，哼！今天我就教教你怎么尊敬学长。三哥小心！啊！
昨日进入学院时不过筑基修为，怎会有如此实力？今时不同昨日。哼，看在都是丹堂学生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，把那半数灵药交出来，我便原谅你今天的不敬。我若不交了，小子，你可别给脸不要脸啊！哦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刚突破金丹，正愁没人练手。既然你把脸都送上门来了，我若不踩上两脚，岂不是对不住你的一番好意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！燎原白斩！你竟敢伤我们老大！老大，我们来救你！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金丹中期啊！现在是谁不知死活？误会，兄弟，都是误会。那灵药我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慢着，你想怎样？我说过，会让你爬着出去。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哎呀，想不到平日横行霸道的朱子骁也有今天，这次是踢到铁板喽！啊，你没听说呀？他就是昨夜引发了玄天金光的新生。我操，这种天才居然会来我们丹堂！听说是个炼丹奇才，要不然咱们堂长老也不会把这个月丹堂的半数灵药分给他。半数灵药，他属丹炉的呀。是建堂的穆青青啊！啊，我的女神！小妹妹，陈玄风在哪里？三哥在房间里。该死的，这家伙他妈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！穆青青居然会找他，还进了宿舍。我的女神，不！姑娘天生剑系，又修的剑道，修为本应突飞猛进。我现在突破不了，所以想找你要点灵元丹。灵元丹解决不了此事。我不信，你是不是不想给我？既然如此，姑娘拿走丹药便是。多谢。既然丹药无法帮助到那位姐姐，
三哥为什么还要给他丹药？多说无益，有些人总要撞了南墙才会回头。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懂什么是练剑？炼气出现功法，筑基出现丹炉，现在突破到金丹，又会出现什么？既然是炼气之法，龙鹰剑还未修复，倒是可以炼制一柄趁手的兵器。此前只修炼了功法前半段的天野，是时候修炼后半段了。炎龙真火诀传给五妹后，他炼丹的品质提升了不少。可是突破了？没有。因为你的问题是剑与功法相斥，需要换一把剑辅助修行。不行，这是娘亲的遗物。木姐姐，三哥的意思是换一把剑修炼，不用丢掉它。好，我换。姐姐，怎么带我们来这儿啊？这里是我家，住进山庄以剑闻名。如果投缘的话，我给你们俩都安排一把。走吧。这里好多人啊，肯定是有宝剑出世了。哦。那正好看看有没有合适你的。哎呀，少庄主啊，3柄都是灵光运体的宝剑，不愧是您的手笔啊！
穆大小姐，离开这么久，舍得回来了？哼，这些剑炼制的太差，不适合你。哼，真是个土包子，没见过世面就算了，还在此大放厥词呢。这剑也就你当个宝贝，但在我三哥眼里算不得什么。不过是个毛头小子，懂什么是练剑吗？就是，少庄主练剑的时候，你恐怕还在玩泥巴呢。看来这剑太差，是跟人有关系。三哥还懂练剑？剑身细长，绷直易断。用料玄铁普通，威力一般。加持灵纹太弱，简直无用。剑乃争斗利器，精选矿物，锤炼神髓，灵纹强大，才称得上宝剑。少庄主，我说的可对？穆大小姐，你这次带了个野男人回庄里，你爹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讨厌。穆青青，你……贱人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！三哥，怎么了？这洞穴有秘密，而且跟你的功法有关。啊，这是深庄禁地，要进去很难的。
这个不孝女，少庄主放心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少庄主，那3人入了禁地。这么多年，总算来人了。还好听了三哥的话，先躲起来了。前辈，晚辈无意打扰你，现在就离开。哼，走啥子走？老子喊你走了吗？前辈此言何意？小娃儿，跟老子说哈，要得不？想不到还有女娃儿。想偷袭老子，你怕是再等我1000年了。是吗？现在呢？哎呀，总算是解决掉了。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那是你的神使，至于我嘛，就是被你们打的那个骷髅嘛。啊，小娃儿可以哦啊，金丹就能凝结1000年之火，好凶哦！你莫非是要夺舍我？老子有这脑壳的话，你个娃儿早就遭西北了，还能在这儿摆龙门阵？龙门阵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小娃儿听说不懂，懒得跟你摆了。老子本来想跟你耍一下，送下筋骨，解下闷，哪个晓得你们几个小娃儿居然把老子肉身给毁了！哎，嘿，小娃儿，你得对老子负责哦！只要你能给我弄个新的肉身，你有啥子要求都没得问题，我来帮你搞定。好，不知前辈怎么称呼？自我介绍一下，老子凶烈劈炮，不是一般的凶，在天上都被老子捅破过，别个都喊老子叫做剑主。剑主前辈。哎，小娃儿，莫喊老子前辈，听起不安逸。喊剑哥啊，听到没得？剑哥。哎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嘿嘿，安逸的很。
三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没事，五妹，让你担心了。小娃，那个剑碑还可以，但你要找的东西还在底下。这个女儿不简单，竟然能激活了一把剑。哦，这柄剑有什么玄机吗？此剑叫做清风，想要用它，只有修炼功法青龙剑诀。女娃以后的仙缘有搞头了。是谁？青青，既然回来了，怎么不说一声？爹带这么多人，是想抓我回去吗？女儿，当年的事是爹不对，既然如此，爹不会再提。真的？爹答应过你娘，要好好照顾你。爹，女儿，这些年你受苦了。少庄主，二长老已经将人带回山庄，分开住下了。哼，不愧是二长老，姜还是老的辣。我倒要看看这下子还有谁能救你。穆青青，见主前辈。哎，小娃儿，莫喊老子前辈，英气不安逸。喊剑哥啊，听到没得？剑哥。哎，双儿，我们的女儿回来了。娘，女儿回来了。三哥，这剑坯能成宝剑吗？这剑胚是赤金矿铁，坚不可摧。先用丹火加持灵纹，到时回学院便可炼制成功。那我们和穆姐姐一起回学院吗？不了，我们告知她一声，明日便回学院吧。爹，这是……女儿，这是补天丹，是爹特意为你花大代价所得，你快服用，爹为你护法。谢谢爹。
是法阵，有人要困住。法阵？我们不是木姐姐的朋友吗？这法阵威力不弱，起码是元婴修士布置的。难道是？爹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你做的很好。哪里，既然事已办好，我也该退下了。为什么？贱人，今晚你逃不掉了。别白费力气了，说不定到时向少庄主磕头认错，还能放过你。八蛋，轩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恐怕那个家伙的目的不是我。穆姐姐，那穆姐姐不是很危险吗？怎么办啊，三哥？剑哥，帮忙！晓得，老子早就等到了，就晓得你个小娃儿要来求老子的。贱人，认命吧！王八蛋，住手！不可能！你们明明已经被法阵困住了。不仅剑练得差，人也很无耻。哼，他爹亲手把他送给我，我不过是给他安个身份罢了。卑鄙！三哥，快打死这个家伙！来呀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就等着被铸剑山庄追杀吧。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有点道理啊。旋风，我记住你了。来呀，你们要是敢动我一根毫毛，就等着被铸剑山庄追杀吧。是吗？逆子！传承之物已经任穆青青为主，你还设局干这种事？如今人跑了，铸剑山庄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爹，是穆青青他爹蛊惑孩儿的。不过您放心，只要他爹还在这儿，穆青青一定会回来的。蠢货！二长老对他做出这种事儿，他能回来吗？不管用什么手段把剑带回来，不然这少庄主就别做了。是，孩儿谨记。哼！去，把通缉悬赏。少庄主，
不知悬赏金额是3000万灵石。就算倾尽我的所有灵石，抓住莫青青那个贱人，把剑拿回来。身边那个男的，我要他死！能接下我2剑，怪不得能盗取铸剑山庄的传承之物。清风剑是我拿的，跟他没有关系。哼，我不在乎你是哪的，我的任务只是带回这把剑，拿走他的命。兄弟们，动手！他们人多，先回学院。追！你们先回学院，我来拦住他们。再不走，都得死在这儿。桑哥，我们去搬救兵。一个小小金丹也敢孤身断后，不过拖延片刻而已。那可未必。负隅顽抗，找死！
你到底是谁？十三哥！放心，只是昏过去了，回学院休养几日即可。不管你是谁，杀了我儿，老夫定让你血债血偿！小娃儿，一次性搞定这么多人，你怕是遭不住哦。想要我死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三哥，你终于醒了。小子，你可以，居然独自一人干掉这么多金丹杀手。侥幸而已，还得多谢长老救治学生。你是丹堂的学生，你受了伤，我岂能置之不理呢？只是可惜啊，再过些日子就是新生大比了。你这个样子，怕是新生大比？哈，学院呢每年都会举行新生大比的，获得了名次都会给予奖励的。今年呢，除了常规的奖励外，据说还有一节什么什么龙的断剑，龙吟剑。对，龙吟剑，龙吟剑。长老，学生想参加这次新生大比。小娃儿可以哦，居然还能练剑。哼，只可惜品质还是赶不上贵头那把残剑。那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会竭尽所能让他重现于世。今年新生出了几个厉害角色，玄天堂卫青和宁雨婷，剑堂左丘和公孙阳，烈阳堂曹子庚，新生大比前10必有他们一席之地啊！怎么没有陈玄风啊？丹堂每次新生大比都是垫底，他还能打破这个记录不成？可我听说陈玄风他闭门不出，一直在备战新生大比啊！白费功夫而已，没了顶级功法，修炼只怕早已停滞，
拿不了什么名字。我听陈鼎说，陈玄风是你的表哥。怎么，你对他有兴趣？哈，毕竟是引发过玄天金光的人。你们2人进前10不成问题，但要小心陈玄风。我听丹堂长老说，这小子曾在外斩杀过一个金丹后期修士。看来除了卫青，我们又多了个对手。那又如何？只要你我2人联手，谁来都是手下败将。徒儿，你突破了。多谢师傅赐给徒儿丹药。徒儿，这新生大比不过是小打小闹，你切记不可争勇斗狠。待你突破元婴，为师送你参加上届的仙盟大会。谢师傅，徒儿谨遵教诲。总算突破了。五妹，这次新生大比，我们要尽全力。三哥要拿第1，有样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到手。可惜木姐姐不是新生，不然我们又能一起并肩作战了。以后会有机会。是左丘和公孙阳，听说他们2人练成了剑堂的绝世剑法。哎，那不是曹子庚吗？烈阳堂无人参透的分天诀被他修炼成功了。三哥，是宁雨婷。他果然入了玄天堂，是玄天堂的卫青。卫青身负雷灵根，一手飞扇本就无人能敌，现在更是修炼了玄天堂最霸道的雷神诀。玉婷妹妹，老夫莫谦问，是这次的考官，都听好了。新生大比只有前10才可以升班，其他新生只能继续在学堂修行。升班？听说陈玄风他闭门不出，一直在备战新生大比呢。丹堂每次新生大比都是垫底，他还能打破这个记录不成？你这表哥不过如此嘛。三哥要拿第1，有样东西，我一定要拿到手。新生大比只有前10才可以升班。请问莫长老，升班是什么意思啊？学院除开4所学堂，还有顶尖学子聚集的仙元班。这新生大比便是对你们第1次选拔。尔等可还有疑问？你进了丹堂？晚辈炼丹有些天赋，
加入丹堂最为合适。新生大比正式开始，你们将在下方夺取灵魄，以此进镇灵山，登盘灵树。不过，首先呢，为什么感觉身体这么重？你这表哥不过如此嘛。玉婷妹妹，三哥，都怪我拖累你了。五妹，既然一起参加大比，我自然不会抛下你不管。静置威压之下，从未有人坚持这么久，还能带人轻松离去。这小子绝非池中之物啊！三哥，我们不去找灵魄吗？不用去，找灵魄少不了争夺，先保存实力，伺机而动。把灵魄交出来。灵魄是我们辛苦寻得的，凭什么要交出给你？就凭我手里的剑？左丘，你个混蛋，竟敢残害师兄弟！一群庸才，能帮我们收取灵魄是你们的荣幸。交出灵魄，不然死！滚吧！哼，第9颗，还差1颗就能进入镇灵山了。灵魄已经集齐了，去镇灵山吧。走吧。五妹，动身。嗯。
啊，消失了。啊！怎么我不行？对了，数量不对。哎，兄弟，能不能把你的灵魄卖给我？长老说了，有灵魄才能进镇灵山。把灵魄卖你了，我怎么办啊？兄弟，长老说了，这星升大比只有前10名才能升班，你能进前10吗？既然如此，100万灵石，我卖给你吧。没问题。只要再买下8个就行了。三哥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啊？再等等。一人10个灵魄，已经收集齐了，该去镇灵山了。左丘，为了灵魄，你连师兄弟都能杀，当真是心狠手辣呀！你找死！哼，多管闲事。剑敌万军，剑高，天赋不错，只可惜力气太重。小娃儿，老子的剑气比这个剑高兄弟多，可惜你修为太低，发挥不出他的威力。你不是雷灵根吗？哼，你真以为我是一个人？不好！想不到他现在居然变得这么强。左丘，卫青，我饶不了你！剑堂天才，不堪一击。三哥，你可真是狡猾，这么轻松就得到了灵魄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偷看那么久，真以为我不知道？看来这渔翁另有其人。哼，这灵魄我可以给你，不过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
手吗？别浪费时间了。真是邪门了，我咋一个都找不着呢？三哥是怎么知道有灵魄在此的？因为我可以透过石头看见。才不信呢！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灵魄已经凑齐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兄弟，能认识一下吗？小娃儿，这娃儿身上有宝贝的。什么宝贝？反正你个小娃儿肯定需要。陈玄风。我叫陈婉儿。啊，陈兄，婉儿姑娘，我叫周凡。有什么事吗？陈兄，我想请你帮我找灵魄。哦，陈兄放心，不会让你白忙的。一颗灵魄100万灵石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，陈兄？哎，小娃儿，帮他一下，以后有事情需要他帮忙。好。哎呀，多谢陈兄，等升班了，我带你认识我堂哥。剑哥，你平时可没这么多话。小娃儿，上次你遭追杀，老子借你身体用了哈，顺便教了你器剑，也算是你办过事。好心指点一下，你个龟儿还嫌老子啰嗦，哼！我去，这不是卫青吗？他啥时候进来的？想不到你居然能进来！你能进来，我们凭什么不行？三位，我们还差1人开启盘灵术，你们谁来？我来。哎呀，这群小子可算进盘灵术了。至于这么兴奋吗？那当然，我剑堂新生可是出了2个好苗子。嘿嘿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你剑堂的好苗子没来啊？怎么回事？左丘和公孙阳居然没进盘灵术，难道是这小子
盘灵术越往上，灵压越强，你可有把握先行登顶。左丘和公孙阳那二人还未进来，恐怕是被魏兄收拾了吧？凑巧遇上。这也太难爬了。哎呀，头好晕啊！不行不行，累死我了。三哥，你先上去吧。你也感觉到了？哼，果然是他，有交手过，接了我一击落雷，丝毫未伤。家伙，他疯了吗？哇，不是吧！陈兄简直变态啊！最后10道台阶，可要与我2人一试？恭敬不如从命。这丹火器剑耍的还有点意思哈，就是被这灵压压住了，有点丢老子的脸。剑哥有办法，要是老子耍器剑，轻轻就把灵压劈开了。至于你，老子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压力减轻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金丹，居然破掉了盘灵术的灵压阵！我去，这小子真牛啊！亏我之前还担心他的伤没好。
灵压阵破掉，实属意料之外，定然影响新生排名。将他们带回来，重新安排一次考核。啥？重新考核？陈玄风能破开灵压阵，那是他的本事。本事？灵压阵自学院建立以来，一直沿用至今，未曾修缮。陈玄风能将其破掉，不过是集其他人灵力，碰点运气罢了。碰运气？哈哈，你咋不叫你徒弟碰一个试试啊？你什么你？好了，丹堂长老，盘灵术是为考验意志，以力破阵本就不易。这是陈玄风坏了规矩，你何必为此争辩？哼，我只是见不得某人落井下石的嘴脸。行了，看在您的面子上，重新考核也行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唉，行，你说吧。盘灵术灵压阵出了问题，最后一轮考核重新安排。哼！小二，你们学院高头的长老不懂哦。剑哥，刚刚的剑法出自何处？哎呀，老子随便弄的，没得用。先讲句话。明明三个都拿第一了，这群老家伙还要重新考核。小子，那几个老东西不想让你拿第一，我不服气呀！让他们拿这2个东西用来考核，你可要把握住了啊！最后一轮考核，敲钟舞画，你们随意选择，若能成功，便可升班。耶，小娃，你们这个学院还是有点名堂啊！竟然还有仙物。仙物？仙物里头还有法子和道具，就是可以拿来参悟和修炼。这玩意儿古老的很哦。比你还老吗？哼，小娃儿，你这招对老子不管用，省省力气嘛，啊，还是抓住机会好生参悟一下。他娘的，这钟真邪门啊！阎魔老贼，我跟你不共戴天！求求你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！爷爷，我一定会找到仙人救你的。父弟，您这么偏袒这个废物，现在还不是被我踩在脚下？玄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风儿，这地位你还是让梦离来做吧。
父帝，母后。哼！皇后有令，三殿下17岁还未检测出灵根，今日起不再分发灵石。凤儿明明还有1年的机会，皇后就这么决绝吗？你竟对本宫如此无礼！来人，将宁妃拉下去，杖责20。皇后娘娘，娘亲不是故意的，求求你饶了他吧。这是三殿下的过去。三哥居然还没觉醒灵根。雨婷，你如今已觉醒灵根，就不要再跟那个废物走得太近了。他要不是皇子，算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偏偏是我？为什么我没有灵根？老天爷，你太不公平了！凤儿，不要紧，就算觉醒不了灵根，娘亲也能养你。年少落魄，郁郁无终。放心，这些遗憾我会帮你了结。你的娘亲，我也会好好照顾。一条丧家之犬，居然还敢出现！我本以为你我之间是两情相悦，却没料到你会为了地位算计我。陈旋风，你作为天才，享受万众瞩目，大家都说你将来要继承帝位，而我就只是你可有可无的女人。可为什么只能是你？为什么大家都不看看我？明明我也可以吧？在我看来，不过就是出身好，拿了更好的资源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副德行。你永远不会明白，活在你的阴影下的我是多么的煎熬。既然你说你爱我，那就为了我去死吧！就当曾经的真心为了你，但这绝不是我的结局。要的是亲手拿回属于你的一切，让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。丹堂长老，无灵伞可准备好了？啊，在这儿呢。若是情况无法控制，我会将其撒出去，把这群小子从心魔幻境里拉出来。这小子的心魔之气为何这么重？哎，是陈玄风？难不成这小子有什么血海深仇吗？心魔之气，赤伴仇恨，黑伴因果。他身上竟有如此浓郁的黑色心魔气，真叫人好奇啊！莫非
是上界转世重修之人。终享无忌，传道授法，终于有人成功了。哈哈哈。焚天炎龙，多少年了，烈阳堂的绝技终于再次现世了。快坐下感悟。雷神掌，恭喜玄天堂长老，玄天堂绝学后继有人。多谢长老相助。一想术法，哎，这小子不是还在跟心魔抗衡吗？一想术法，除了那位，还没有人能做到过。这小子，这么高的天赋，居然说自己只会炼丹。凌霄玄指，玄冥现指，以天地灵气凝练真影，可隔空杀敌，苍穹。哎，小娃儿，你运气有点好啊！剑哥知道什么？啥子法术？这叫绝技，是大成境修士才能悟出来的。你以为是大白菜哦啊？遍地都是绝技，我怎么从未听过？哎，你连炼虚期都没得，咋个会晓得这个啊？得到这个，算你运气好。看这么专注，难得有人能让你提起兴趣啊！啊，一想术法，只有修炼过焚天诀的那位前辈才做到过。哼，你不会也想跟他交手吧？啊，你也想？不是我，是这妮子。各位，刚才的一想术法，你们可是亲眼所见的。在此之前，这小子还破掉了心魔图的幻境，这次大比第一，无可非议了吧？唉，的确非他莫属。你要不是我哥哥该多好。五妹的心魔究竟是什么？为何脸这么红？三哥，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
新生大比结束，本次大比魁首，丹堂陈玄风。三哥拿第一了，又被这家伙出尽了风头。你得到太乙天中的3享受法，还是好好修炼吧。这以前的事就别想了。你不是对那家伙感兴趣吗？明明实力也不比他弱，居然甘心看他拿第一。哼，我修行所求乃长生大道，与天地同寿，与日月同眠。仙途之坎久远绵长，又何须争这一时的虚名？哟，脸变得真快啊！也不知道是谁把剑堂双子星打成那惨样，不去唱戏真是可惜了。接下来宣布升班名单，念到名字的请上前一步。曹泽庚、卫青、宁玉婷、陈玄风、陈婉儿、周凡、左丘、公孙阳、齐云峰、孟千山。这是仙元班独有的空间宝戒，给你们的奖励都放在里面了。小子，这是给你的特殊奖励。这残剑原主人可是响当当的天骄啊，又刚好与你同名，希望你也能如他一般，冠绝当世啊！谢长老。好了，你们10人听着，戒指里有前往仙元班的地图，记得3日后来仙元班报到，到时老夫会亲自教导你们的。是时候着手修复龙剑。哎，那是新生大比第一的学弟陈玄风啊，长得可真俊呀！平时在丹堂闭门不出，今日一见，想不到竟然这么帅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道侣？瞧你俩那花痴样，他过2天就去仙元班了，能看上你们？要你多嘴，就是美女的事你少管。才过1天就有人仰慕你，小娃儿，你的魅力有点大哦。剑哥当年仰慕着，恐怕也不少吧？嘿，那是肯定的噻。陈学弟，这是你要兑换的东西吗？陈学弟的这些材料我们这里没有，不过学院另外设有一个交易会，到时可以去那里碰碰运气。多谢。大雅，这可是上好的青岩铁啊，品质绝对是万中无一的。据说呀，新上任的玄天女帝手中的佩剑就是用这种材料的啊，怎么样？道友考虑考虑吧。啊，玄天女帝，想不到她还给自己起了封号。嘘，道友，可不兴八卦到女帝的头上，小心被人听见了。小娃儿，要修复龙吟剑，这种材料怕是要不得哦。但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摊位了。你想把龙吟剑修好的话，就必须用更高品质的材料，不然就算勉强修好了，品质也会差好多嘞。这位道友，你想好了吗？我再看看。哎，小子，等你这么久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正好有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长老，不知您找学生有何要事？再过2日，你们师兄妹就要去仙元班了，我过来叮嘱2个事儿，千万要记住啊。长老请说，学生一定谨记。你的事儿已经传到仙元班了，我估计那些臭小子会对你很感兴趣。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想整。长
老的意思是想让三哥低调行事吗？哼，低调个屁！我跟你们讲，遇事千万别怂。那些臭小子背景再硬，也硬不过我丹堂。原来咱们丹堂这么厉害呀！那可不，咱们丹堂的堂主那是大名鼎鼎的乔无忌，大陆上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。我听说过，乔无忌是云梦大陆的第一散秀，想不到他居然是咱们丹堂的堂主。对，没错。堂主知晓你天赋极高，这才特意嘱咐我来告知你。玄风，你就放心在仙元班修行吧，天塌下来由他老人家扛着。学生明白，多谢长老告知。小娃儿，有这个丹堂堂主罩你，你后头的日子就安逸了。靠人不如靠己，还是要好好储备一些底牌才行。臭小子，敢忤逆你朱爷爷啊！信不信我让你待不下去？你们两个不知道进仙元班是要交学费的吗？哟，小子，算你识相，你可以进去了。你小子是听不懂人话吗？我说你能进去，但没让你带上他。你们两个不知道进仙元班是要交学费的吗？都给我住手！朱长胜，老夫昨天说的，你耳朵是聋了吗？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吗？莫长老，昨日没认真听你说，学生知错了，学生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这话咋听得这么耳熟呢？慢着！莫长老还有什么吩咐？你把他打成这样，难道就扔这里不管了吗？当这是什么地方？信不信老夫抽你？哎，三哥，别放他走，他刚才收了你一袋零食。慢着！不是，又怎么了？走可以，把零食还我。刚升班就让你们碰到这种事儿，能接受吗？难道这种事是常有的吗？仙元班的学生大多是世家子弟和皇子，想要立足得靠实力，没实力就得靠势力，没势力就得依附像朱长胜这样的学生，寻求庇护，不然一定会成为最底层的存在。这仙元班的生存之道，居然如此残忍。修真界本就是如此，强大修士视弱小修士为蝼蚁，所以捏死也是常有之事，不过是让你们提前适应罢了。三哥，好不容易踏上修行路，我不会放弃的，不用担心我。女娃儿勇气可嘉，你们长老说的没得错，想要成仙，正常斗狠是避免不了的，没得人能逃脱。记得参加明日的讲道，老夫就不多留了，你们二人各自修炼吧。明明修炼到了这最后一步，却迟迟不能达到圆满，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问题？
小娃儿，你修炼的这个功法咋是个残卷哦？残卷？难怪如此厉害的功法，只是地级中品。反正也修炼完了，你干脆把它烧了啊，看看能不能整出点啥子名堂。阴阳两仪，天地之道，乾坤倒转，日月无光，九幽为阴，九霄为阳，阴阳交融，玄天反下，至高元阴，绝世无双。想不到玄天阴阳诀修炼至最后，居然会是凝聚出高阶元阴的秘术。这高阶元阴虽然听起来，但是想要修成的话，简直难如登天。光是那个门槛，就可以淘汰9成的修士。什么门槛？那个九幽九霄的阴阳交融之法，是要世间少有的至阴至阳之物。就这点大的地方，你到哪儿去找？不管如何，我要试一试。你个小娃儿，老子跟你说哈，你莫要有这个想法。这点厉害点的原因，以你的天赋要简单得多。万事岂能结合人意？登山怎会毫无险阻？在修真界，避不开攀峰逐顶。倘若畏首畏尾，必定沦为碌碌庸才，又如何成为那无上仙家？好小子啊，有魄力！老子就等你离开学院，找到至阴至阳的东西，把这高阶元阴搞出来。凌霄玄指是将灵气凝结成凌霄真元，为攻击手段绝技。只是这凌霄真元更为复杂，需要凝结的时间更长。这凌霄真元的凝聚当真快，只是一丝，竟要花费整整3天时间。要是真的有那么容易，还能叫绝技吗？你个娃儿就知足吧，啊！你这个凝聚速度，好多人都赶不上。还是不够。你这个怪娃儿，凝结成真元的速度比老子当年还快，修炼还这么不易，也不晓得是为啥子。你个娃儿，哪有人斗法跟你一样啊？一下把真元全部用出去了。要是对方躲过了这一招，你后面咋个办嘛？啊，那脑壳就中啊！也对，这样呢，剑哥？小娃儿还是有点悟性的，你再把他放出去试一下。不愧是绝技，一点凌霄真元竟有这么大威力。如此一来，我又多了张赌台。嘿，这算啥子？你修炼到最高层，还能够开山辟地、瀚海动天的，那还远着呢。谁呀？哪个杀千刀的大半夜找人亲家？绝不绝对呀？王八蛋，小心遭雷劈呀！真死不行！为什么会莫名的感觉到后背僵硬？
是婉儿，不愧是我的五妹，竟然能进仙缘班。三哥，是大哥，去打个招呼吗？你先去吧。大哥，五妹，怎么三弟这废物也来了？是你帮他进来的？三哥已经觉醒灵根了，而且他现在也很厉害，才不是废物。陈玄风，你这大哥似乎对你不太欢迎啊。哼，何止啊，他那神情，我还只在师傅面对剑堂长老的时候见到过。哎，他刚刚是不是说陈兄是个废物啊？那陈兄要算是废物的话，我们算什么？哎，你别带上我俩。就是啊，你们这三个家伙，当我不存在吗？新生入学这段时间，我不在学院，没想到刚回来就有这么大的惊喜。什么东西能让大哥惊喜？哼，当然是你了。哦，三弟觉醒灵根不到2月，就能来到玄天学院，还进了仙缘班，哼，可真叫我这个大哥意外呀。运气而已。是吗？我没听错吧？陈兄，你是吃了仙丹吗？2月蹦到金丹期，修行还不到2月，这家伙竟藏得这么深。唉，原以为在同辈修士中我已算翘楚，却不料身边就藏着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。堂哥。哎，堂弟。哎，陈兄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堂哥周巧，我说过会让他罩着你的，怎么样？要不要加入啊？好呀，我加入。你一个废物，也配加入我的势力？你的势力？当然。不是吧，堂弟，你可别害我呀！我好不容易混到仙缘班，可不想这么早就退场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这朋友是不是得罪过老大？啊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过堂哥，但感觉有点像皇家恩怨大戏啊。哦，是吗？是啊。那不关我们的事啊。我们坐一旁看热闹不就好了？切，神经！我才不会跟你一起丢人呢。既然三殿下入不了大殿下眼，不知我能不能加入大殿下的势力呢？玉婷表妹变这般模样，本殿下都差点认不出了。本殿下的势力能有你加入，那可是求之不得啊！堂弟，你不是不来吗？嘘，看戏勿扰。喂，卫青，你那婷妹都要跟人跑了，你不追啊？追还是要追，不过得先给这个扮猪吃虎的家伙上点隐药。我也觉得，明明比我俩都小，却跟个老妖怪一样。要是不恶心一下他出口气，我都怕我后面修炼都提不起劲儿。哎呀，大树底下好乘凉，你说是吧，子刚？那不一定，人家可是新生第一，加入别的势力也未尝不可。是，我们可没他那么厉害。
还是先找个势力加入吧。不如就跟宁师妹一样，加入学长的势力吧。好啊。既然是玉婷表妹的朋友，我当然欢迎你们加入。那太好了，也不知道某个被拒之门外的家伙能在这儿待几天。真能演。这家伙，生怕我看不出来他是故意的。哎，那摇扇子的家伙你认识吗？认识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继承玄天堂绝学的学生。这怎么了？我感觉有点像个娘娘腔啊。堂弟，今年新生第一的陈玄风你认识吗？啊，陈兄就是啊。哈，在仙元班没有势力的庇护，只会任人宰割。他一个新人，怕是不超过3天就会被人踩在脚下了。至于五妹，你加入大哥的势力吧，大哥一定能保护你。我是跟三哥一起来的，三哥去哪我就去哪。这废物是个什么妖妇，居然让五妹对他言听计从。老大，还是让他加入吧。这小子就是我跟你说过的被异想受法的新生第一。新生第一居然是他，这怎么可能？看在五妹的面子上，我就让你加入。那你记住，我的势力里只能我说了算。好，我加入。这他都能忍啊！这家伙还真是不同寻常啊！三哥，你怎么了？五妹，我自有考量。对，你个娃儿，咋个不直接弄他一顿啊？没有灵根的时候，你藏着掖着的就算了，现在你还有必要这个样子吗？还没摸清这仙元班的门道，谨慎低调些，总会是好。仙元班残酷无比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没本事的人可没资格在这待下去。没本事的人，说的是谁可不一定。哼，记住你说的话，希望你别让我丢人。也不晓得你上辈子是不是属乌龟的，小心的有点过分了都，一点都不轻松，哪像个年轻人？看得老子都着急。剑哥，啥子了？你信不信给你练个你肉身？哼，你个家伙，老子要是女的，就嫁给你当婆娘。修仙一道，灵气乃重中之重。你们已是金丹修士，可知灵气之秘？切，一群没见识的娃儿，灵气不过是基础，有啥子重要的嘛？剑哥，听你的意思，除了灵气，还有更重要的。小娃儿，这你就孤陋寡闻，看来我有必要跟你掰一下。是陈兄咋还走神了呀？莫长老讲道也敢走神，难不成是睡着了？可不是嘛，人家可是新生第一的天才，也许在人家的眼里，这讲道听不听都无所谓。天才，他也配？天下英雄如过江之鲫，大都昙花一现，他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。学生听的讲座入神，方才入定，长老勿怪。我就知道陈兄不是恃才傲物之人。他还真敢说呀！莫长老可是出了名的严厉，他这样敷衍的说辞，少不了要被点拨盘问一番。答上来还好，
要是答不上来，那就精彩。都走神了，怎么可能答得上来？既然听了，想来亦有所收获。你说说吧。莫长老，灵气之秘，学生自然知晓。可修仙一道，灵气并非最重要的。他瞎扯的不过脑子吗？就是，简直是笑死人了。我还以为他能说出个什么，原来不过是个跳梁小丑。大哥这么聪明，不知有何高见呢？起码不会跟他一样随意信口胡诌。陈兄，你可千万别用了丢人的那句话呀，不然打脸就来得太快了。老夫已停止元婴数年之久，却始终触碰不到化神的门槛，为何今日听这小子一句话，隐隐觉得有什么感悟呢？这么说，你可以回答老夫刚才的问题了。学生岂敢在莫长老面前班门弄斧？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，可你忘了，老夫不喜欢聒噪的人。莫长老，陈玄风不知礼数，在您面前信口开河，学生是在劝诫他呀。修行之人坐而论道，何须在意繁文缛节？况且老夫刚才要你回答，你也憋不出三言两语啊，却对这小子评头论足，倒是威风的很。莫长老，陈公只是一时冲动罢了，还请莫长老不要与他计较。哼！老夫刚才听你所言，特意释放气息威慑，你倒是丝毫不惧，想来应是另有见解，不如说与老夫听听。莫长老居然会相信这个废物的话。凡人寿元短暂，生老病死无可避之。修士寿元长久，天劫心魔亦无可避之。这是天道之责，亦是灵气之秘。修士逆天而行，仍需顺应天意，悟得天道之责，方可与天争命。修行灵气，以此夺天地之力。若无道心，亦是一片虚无，无法窥得天机。种道心，则道生；灭道心，则道灭。道心不坚者，道消深陨；道心坚定者，欲道长存。你那个娃儿悟性简直好的皮爆，成仙有望。天道感悟不是一般人能领悟的。剑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夸我。种道心，则道生；若无道心，亦是一片虚无。你面前的这个家伙被你这样点破以后，我已经有要突破到化神的迹象了。剑哥，你以前见过仙人？哼，那不然呢？你以为老子捅破过天是假的吗？小子，以后有事儿可来找老夫。今日讲座到此结束，尔等继续修炼去吧。陈玄风，你等着！老强，风流债还完了。我可是特意回来为你护法的，就不能提点开心的事吗？每次提到这事儿，我都挺开心的。乔兄啊，你不会还在被楚道友追杀吧？照我看，你要不就认栽吧，咋样？你就这么期待看我救火看？也不知道是谁呀，当年吹牛说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现在有楚道友这头话对你一片痴心，可真是羡煞兄弟我了。哼，就装吧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也会被这样的女修治得服服帖帖的。行了，你们要闲聊，闪一边去，别到时候被雷劈的到处跑，怪我没提醒。哎呦我去，快闪！博士，
启禀玄帝，本尊说过，不许再提这个称呼。属下知罪。说吧。启禀玄天女帝，墨家莫前问已踏入化神期。哦，他现在在哪儿？圆梦大陆玄天学院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莫千问，哼。小二，你们这儿收购丹药吗？你是炼丹师？正是，我最近炼制了些丹药，想来此换取些灵石。行，跟我来吧。你们应该是学院里才来不久的新生吧？老板何出此言？我们一德只收丹堂所炼的品质上乘的丹药，也就你们这些新生不知道吧？老板，我们就是丹堂的。呵呵，小子，有自信是好事，但得有自知之明。我这开门做生意可不是什么过家家，你一个新生炼制的丹药谁会要啊？哎呦，子乔道友来了！哈哈哈。老板，最近又炼制了一批丹药。老板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嘿嘿，子乔道友可是丹堂炼丹术最好的绝人，他放在一宝阁的丹药卖的也是最好。那是你们没见过好东西。陈玄风，你这家伙不是进仙元班了吗？来这儿干什么？怎么，一宝阁是你家开的吗？你进得，我们就进不得？陈玄风，这小子就是传闻中一小受法的新生第一啊！哼，陈玄风，别以为你斗法还行就了不起，这里大部分丹药都是我的手笔，除非你们求我，否则别想我卖给你们。三哥是来卖丹药的，好不？就凭他？老板，我手里的丹药，你若不要，我便告辞。哼，走那么快干什么？难不成是怕丹药品阶低了，太过丢人？炼丹于我而言，不过手到擒来。别忘了，我也是丹堂的学生，丹火的滋味，你难道忘记了吗？陈玄风，还想再试试它的滋味？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手到擒来的炼丹术有多高。老板，将我与他的丹药一起鉴定一下，看他能炼出什么高阶丹药。这是吗？我也很好奇，贵阁最畅销的丹药是什么水平？好吧。哎，你。丹香扑鼻，色泽明亮，药力浑厚，并且是金丹修士凝聚真元所用的凝元丹，上品，上品。不愧是子乔道友炼制的丹药啊！这是自然，我经营炼丹术多年，深得丹堂真传。不像这位，被称为炼丹奇才，但却没见他去过炼丹房一次。没去过炼丹房就敢跟子乔道友比，未免也太狂妄了些。哼，这么破的盒子也好意思拿出来？哎，我们比的是丹药，又不是盒子。再说了，破盒子也能装好东西，这叫深藏不露，你懂不懂啊？色泽浓郁，丹香飘门不散，浑圆天成，药力惊人，还是金丹后期修士突破元婴所需要的凝神丹。是
实属极品呐！凝神丹，竟然是比凝元丹品级还高的丹药，这怎么可能？真是凝神丹，而且药力胜过我丹药几倍之多。我沉浸丹堂多年，还不如他一个新生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老板，既然鉴定已经出结果，可以换取灵石了吗？当然可以。阁下，请收。陈玄风，你从未去过炼丹房，怎么可能炼出这样高级的丹药？不觉得你的话有点多吗？哼，拿丹火吓唬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敢堂堂正正跟我来场炼丹的较量吗？我并不需要向你展示我的炼丹术。只有自卑的人们才会想着炫耀自己的本事，三哥才不屑于做这种事。你，好，我还从未见过你这般牙尖嘴利的家伙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口才太差了呢？你，哼，陈玄风，你等着！小爷好歹也是周家少主，居然老是当跑腿，还画的是小爷的灵石。弟弟，你天天往我这赶，是不是对姐姐我有意思？长官，我真的只是买东西啊，求您别再这样了。又害羞了。这回要买什么呀？凝神丹有吗？哎呦，弟弟运气好啊，这丹药可不多见。哎，可今日刚好有人出手，你说巧不巧啊？我全要了。你可真坏，刚见面就要吃人家豆腐。你自个儿贴上来，我还不能顺手尝尝滋味吗？哎呀，我去，居然撞见赵离这个跋扈佬！哎呀，讨厌！美人儿，我听说你们这儿刚进了一批凝神丹，对吗？这刚刚已经被人买下了。什么？哪个王八蛋敢买老子的凝神丹？乖乖交出来！凝神丹？难道？哎呀，倒霉！别看我！阁下，您要的东西都已经齐了，清点一下吧。不用，我走了。慢着。那个学长有什么事吗？就是你小子抢了老子的丹药。我……你们干嘛？哎呦！别打脸了！玄风道友，这袋是给您换取的灵石，另外一袋是一点玻璃啊，刚才多有冒犯，我在此给玄风道友赔个罪，还请玄风道友见谅啊。无妨，已经过去了。你们干嘛？三哥，我好像听到了周凡的声音。好，过去看看。哎，
赵离这家伙，平时就霸道，楼下那小子怕是少不了被一番折磨喽。哼，若非玄天榜第10的赵化清给他撑腰，他这跋扈佬早让人偷偷给废了。凝神丹是给金丹后期的修士突破用的，你一个金丹初期，买这么多做什么？我是帮我们城管老大买的。你这副模样做什么？你来的正好，周凡被赵离给扣下了，快带兄弟们去找他。哎，别去了，咱们得罪不起那个狗东西。他是你堂弟，也是我云帮的，难道不管吗？赤焰帮势力大，拿什么管？明知有坑还去踩，自讨苦吃嘛。云帮成功，让人弄这么多凝神丹，看来他果然也是想争玄天榜的排名。放开他！火系灵根的女修，陈兄，婉儿姑娘，你还好吗？周凡。哼，婉儿，名字不错，要不要考虑做我的道侣？只要从了我就放了这小子，如何？穿的倒是人模狗样，没想到竟是个登徒子。就你这种给本公主擦鞋我都嫌脏，做你的道侣简直痴人说梦。哼，我在仙元班这么久，还从未有女修士敢服我的面子。那是你还没遇到我。哼，有性子我喜欢。完喽，又一个女修被赵离这畜生看上了。他修炼的功法是臭名昭著的颠鸾倒凤功，双修次数越多，修为精进越快。到现在不知道糟蹋过多少女修了。哼，不是赤焰帮罩着，他早被人千刀万剐了。能跟老子风流是他们的福分，怎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？他妈的，老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之人。哎，今天你就见到了，这家伙对妩媚竟敢动这种念头，看来不弄点苦头给他尝尝是不行了。放开他，然后老老实实的离开这里，不然你一定会后悔。你他妈又是哪根葱头，敢管老子的闲事儿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刚刚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。你们听见了吗？这家伙刚才居然说会让我后悔，这笑死我了。怎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你他妈算老几啊？装什么装？就是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的德行。哼，一个金丹中期也敢在李老大面前蹦跶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。咱们这么多人，真要动手，一人一根手指就能把他压死了。陈兄，别冲动，去找我堂哥帮忙。放心，他们奈何不了。三哥，我们不去找大哥求援吗？不用，到时我说动手，你就去救周府。听见了吗，小子？连他都不相信你能斗得过我，不试一下怎么知道？痴人说梦。你如果现在自废一条胳膊，再从这里爬出去，我可以不计较你的鲁莽，饶你一条狗命。不然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什么叫做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就是啊。哦，同样的话，我也送给你，而且我只给你3息时间考虑。你找死！3、2，小子，以后长点记性。1，都给我上！
把他给我废了！五妹，动手！哎呦，造孽呀！我刚摆整齐的桌子。就先拿你试试凌霄玄指的隔空对立吧。你，我已经劝过你，可你非要自讨苦吃。接下来该兑现我说过的话了。可恶！明明只有金丹中期，怎么可能同时击败5位同境修士？这样的实力，连我都做不到。站住，别动！再过来，我就废了他！你想怎样？哼哼，给我跪下，不然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。竟然敢拿五妹当人质！小儿，用凌霄玄子。五妹在他手里，我若动手，必然会被察觉。凌霄玄子不是只能用手啊，我这么死板吗？混蛋！你聋了吗？叫你给我跪下！住手！把手举起来。好。三哥，别！白痴！等你跪下瞬间，我直接用法宝废了你。受死吧！没事了，五妹。对不起，三哥，是我拖后腿了。小子，你敢伤我？背后可是赤焰帮，你根本惹不起。是，那我倒要见识见识你那引以为傲的赤焰帮了。小子，对我不敬就算了，还敢来赤焰帮的地盘挑衅，真是不自量力！我就算不来，你之后也一定会带人来找我，难道不是吗？哼，我劝你最好跪地求饶，否则的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到底是谁会求饶。小娃儿，注意到点，老子感觉到在里头有个家伙，实力跟你比起来不相上下哦。什么人，胆敢闯我赤焰帮？赵毅，快干掉这小子！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，把我的手下全打伤了。他怎么又被抓了？毕竟是帮主的弟弟，还是先保下他吧。慢着！剑哥感觉到的人是他吗？他的实力一般般。赵毅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被人捏在手里还这么嚣张，谁给你的勇气？阁下，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，你我不如罢兵，就让赤焰帮欠阁下一个人情，如何？我孤身闯入，此人态度却如此谦逊，怕是缓兵之计，还是探查一番为妙。嘿，小孩儿可以，变得谨慎多了噻。赵毅，这家伙让本皇子颜面尽失，你还要与他交好，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？赵离皇子，您已经给赤焰帮树立不少敌人了。倘若不是有亲王在，您早就在仙元班没有立足之地了。
这人，莫非是刚刚被提到的青王？小娃儿，这家伙就是老子刚刚感觉到的那个人。青王，若非我母后赵化清这贱民之子，岂能有今日地位？你，赵化清，此人不是玄天堡中的高手，原来他还有个青王的称号。混账！定要你付出代价！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啊！虚空踏步，这是元婴期才能做的事情。能排在玄天榜第10位的人，果真不是浪得虚名。赵化清，你为何现在才出来？硬生生让我被人折磨这么久，不怕我告诉母妃吗？我在闭关，这事儿你知道。别忘了你现在的一切从哪儿来的！今天要给我打服这小子！知晓赤焰帮的名号，还敢对赵离动手，胆子挺大。辱人者，人恒辱之。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。好可怕的掌法！居然能避开我的幽冥掌，倒是有几分实力。难怪敢只身一人闯入赤焰帮。你也不差。是吗？许久没动手，看来今日倒是有机会松松筋骨了。正合我意。我很好奇，你分明只是个金丹中期修士，为何我却在你身上感到了一丝威胁？问那么多干什么？真想知道，继续打就是了。好胆量！快看，上空有人！哎呀，好霸道的气息！不愧是青王，爆发的气息已经不亚于元婴修士了。不过是照着功法罢了。若非母后准他继承先祖的衣钵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赤皇朝至今只有青王能受辱先主所设下的魔焰之效，获得传承也是天命所归。哼，什么狗屁天命！既然开了口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小娃儿，小心点啊！这个家伙的气息有点危险。嗯。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。那我便试试。这就是丹火气剑吗？有意思啊！好霸道的剑！能与我消耗这么久，看来你的功法也是非比寻常。这家伙效之用手的剑，这样一指也是半。
对面那个娃儿的功法有点名堂，找机会跟他竞争斗，不然要遭他耗死。好。不跑了？就是现在！白色期间，好恐怖的冲击！这两人真的是金丹期吗？这种恐怖的实力，也只有赤焰帮的赵化清了。也不知是谁能跟这变态打成这样。竟然能和秦王一战，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连赵化清都奈何不了这小子吗？果然，他害怕被近身。你很强，是个厉害的对手，可我从未听说过你。我只是个路过的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赵化清，一个金丹中期的新生都拿不下，母后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了。我闭关前听闻有个新生，一剑破开灵压阵，逼得学院重新考核，后又敲了太乙天钟，被异想受罚。那个新生可是你？是我。赵化清，你愣着干什么？继续出手啊！要让他闭嘴。他母后与我有恩，我得为他护道。继续吧。想不到赤焰帮的老大竟是个死脑筋。得罪了。那陈玄风啊，真是个狠人呐！嗨，可不是嘛，独闯赤焰帮，搅了个天翻地覆啊，所以许多人都看见了。以金丹中期修为对上金丹后期的玄天榜高手赵化清，差点废掉对方一只手臂。哎呀，真是了不得！嘿嘿，小娃儿。你这下怕是一战成名了啊！这个开始多愁善感气了。我只是想到了赵化清。此人身不由己，但是天资倒是可以的。老子觉得你可以收他当护道者。护道者？以后再考虑吧，先回去看看周坟。好你个锤子！你给老子答应了，听到没得？好，我答应。秦王，您的伤真的无碍吗？无碍，这家伙已经手下留情了。赵离还好吗？哎。还是老样子，一直喋喋不休的骂您。出国之战还有半年，希望他会成长一些吧。亏我还那么相信堂哥，想不到他都不带人来救我。啊，行了，消停点吧，心眼好伤。幸亏有陈兄为我出头，我决定了，我要跟陈兄混。我可不带拖油瓶。三哥，你回来啦！陈兄，你就收下我吧！你也太没骨气了吧！陈兄，这些高阶丹药让你收我当小弟够吗？照顾你一天了，咋没见你对我这么殷勤？这不是我炼制的丹药吗？还真是的，连盒子都没换呢。啊！
这些丹药是陈兄炼的？当然，这丹药我炼制了不少，手头还剩了许多。啊，陈兄，你居然会炼制凝神丹，你发了呀！哦，凝神丹是许多学生备战玄天榜赛的首选丹药，已经供不应求了呀。我再去趟一宝阁。哎，陈兄，等等我！周肥，你个王八蛋，伤好了不说，白白让我照顾你一天。你个扫把星又来干什么？还嫌上次闹得不够？小二，上次的事实在是对不住。哼，对不住有个屁用！知道你打坏了多少东西吗？那个我会赔的。赔？就你赔得起吗？哼，你知道我们一宝阁的桌椅有多贵吗？你赶紧滚，别在小爷面前碍眼。嘿，你叫谁滚呢？周道友，我。哎呀，弟弟来了！哎呀，怎么还带着火气啊？你说呢？我陈兄来这做生意，可某个没眼力见儿的，好像不是很欢迎呢。你就这样对待客人的？掌柜，我真不知道他是周道友的朋友。罢了，此事因我而起。劳烦掌柜，帮我把这些丹药换成灵石，上次打坏的赔偿就从里面扣除吧。这么多凝神丹，难道是玄风道友吧？老板可是嘱咐过我的，等您再来时定要好好招待呢。玄风道友稍后啊，我马上帮您换取灵石。你呀，得亏玄风道友宽容，不然你死定了。赶紧把东西都拿进去吧。啊，小的这就去。玄风道友，您此次交易的丹药啊，价值10亿灵石，按一宝阁的规矩，可以进入高级区。高级区啊！正好高级区售卖时间开始，玄风道友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东西。我以前都没去过高级区，陈兄，要不咱进去见识见识？哟，弟弟感兴趣吗？姐姐可以陪你啊。不用了。居然有能隔绝天友的法阵，想必里面的东西不简单呐。小娃儿，进去看一下子，要是有修复龙鳞剑药的材料，刚好可以买下来。好，陈兄，考虑的如何啊？走吧。请跟我来。梧桐精液，龙血精魄，是修复龙鳞剑需要的材料。小娃儿运气不错。玄风道友好眼力呀，这2样啊，可都是极为稀罕的珍品。不知需要多少灵石？道友稍后便知。高级区售卖马上开始，这里的规矩是价高者得，任何一个物品一次加价需要1亿灵石，让各位在高级区售卖时间结束前，看中的东西无人抬价，各位便能以最终价格入手。东西还可以，倒是可以先探探价。今日高级区的东西不错呀，还好来了。先试试能不能买下。
陈玄风，莫不是玄天学院最近声名鹤起的家伙？哼，管你是谁，这2件东西我都要定了。6亿灵石吗？还敢跟老子抬价？喂，那个叫陈玄风的。赵武，这就是差点废了你们亲王一只手的陈玄风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有什么事吗？你就只会一次加1亿灵石吗？规矩就是一次加1亿，有问题吗？什么狗屁规矩！老子看你就是穷，小地方来的，所以没灵石。夏虫不可语冰。什么虫不虫的，老子告诉你，有本事你就继续跟，看今天谁好得过谁。据我所知，这陈玄风是弹丸小国出来的修士，而古啸天是炼气宗族之人，并且很有名气，2人财力差距恐怕不小。小国之人能有多少灵石？拿出这些恐怕也是极限了。这出闹剧的赢家必然是古啸天。还真是小地方来的穷，这种实力也敢跟老子争东西，真是自取其辱。12亿灵石啊！陈兄，这2件东西你真的很需要吗？冥顽不灵，没钱还要硬抬，喜欢抬是吧？20亿灵石，这家伙，老子就让你看看你跟我之间的差距。算了，小娃儿，我跟他硬好了。你们那个没得人出价的无名黑石嘛，老子刚刚琢磨了半天，这玩意儿不简单。好，20亿灵石，就为这2件东西，值得吗？你管他呢，他又不缺钱。据我所知，梧桐金叶和龙血精魄是炼器材料，这古啸天恐怕是想炼制什么宝物。那陈玄风争抢这2件东西，难道说他也是炼器师？小子，有本事再加来呀！真他妈有意思，还要再抬价是吧？老子就奉陪到底。陈兄还要继续抬价吗？还是暂避锋芒吧。我还以为你还能再坚持几局呢。这认输了，买个谁都不要的垃圾，就算再等8辈子，也赶不上古爷爷的1根手指头。剑哥，这黑石没人出价，应该能拿下了。要得，至于那2个材料，就先放弃算了。老子会帮你找到更好的东西代替的。不用，我还有后招。陈兄，若我能帮你拿到这2样东西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什么意思？那个在陈玄风旁边的家伙出手了耶！可能是手下要买点功法吧。这是30亿灵石啊！这是少主。30亿灵石，周凡，你哪来这么多灵石？那个，少主，
我果然没来错地方，可算是把你找着了。少主，少叔啊，周三孝可是周家的管事啊，竟然称这小子少主啊，那这小子岂不是云梦大陆周武商会会长周仙甲之子？你的身份似乎不一般呢。陈兄，其实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，因为害怕被逮回去，所以才对你隐瞒了身份。出门在外，有所防备是应该的，我不会在意。剑哥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晓周凡身份非同一般，所以才让我故意接近他？哼，当然，他身上可是有高阶修士都要掩藏的宝物，身份咋个可能普通嘛？啊！多亏易宝哥告知，我才找到了少主，这是周家的谢礼。是你？姐姐之前啊，有幸在周家宴席上见过你。前几日无意间得知周管家四处寻你，这才特意请他来此。本想改日再去见你，想不到今日啊，在这种场合碰上了。你可不要恨姐姐啊！少主啊，您失踪这么多天，可把我给担心死了。您可是家里的掌上明珠啊，您知道吗？从小就没受过一点苦，却独自一人出来，万一出了啥事儿，这不是要了大伙的命吗？这管家有点逗啊，一个男娃儿非说他是掌上明珠。外面的世界是多么危险呢！您这么单纯，万一遇到骗子怎么办呢？这么多天，一想到少主，我就担心的睡不着觉啊！天天都在想，您吃的好不好啊？睡得好不好啊？有没有人照顾？现在见到您了，我终于是放心了。少叔啊，你的戏有点多呀。这是周三孝。传闻中，周家管家周三孝是个不苟言笑、冷面寒霜之人，想不到今日一见，反差竟然这么大。哼，真是有够颠的，这浓厚的控制欲，哎，感觉比你爹还恐怖，是吧？你再踢老子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待会儿就找个风水宝地把你给埋了？小叔，我已经是修士了，你的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。原来是我多虑了。可我听说这段时间您吃了不少的苦啊。没有的事儿，我现在跟着陈兄，压根儿就没人敢欺负我。哦，少主，此人修为不过金丹中期，买2件炼器材料的灵石都掏不出来，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力呀。少叔，你可千万别看陈兄修为不高就轻易下结论，真要交手，你还不一定是陈兄的对手呢。而且陈兄还是炼丹师，炼制高阶丹药是易如反掌，灵石不足只是暂时的。按理来说，周凡地位这么高，不应该和陈玄风有交集，但看周凡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似乎受过陈玄风的照顾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周武，你家赵离皇子前不久把他给揍了一顿，就是陈玄风给他出头的。你是数8根的吗？能不能把嘴闭上？哼，赵离原来是赤皇朝的小辈啊。是我眼拙了，少主的眼光还是有独到之处的。只是什么？您的身份是周家少主，就算他是炼丹师，就算他有些实力，也没资格和您相交啊。小辈，你帮少主教训赤皇朝那个蠢货，我很感激。
这买炼器材料的30亿灵石，就当是周家对你的谢礼了。但少主与你的身份犹如云泥之别，希望你能有自知之明，日后不要与少主再有任何瓜葛。周三笑，谁给你的胆量这样对我的朋友？这管家颠就算了，还带歧视的。修仙宗族眼中本就没有无名者的席位，这是修真界的共识。少主，别怪我把话说得狠，您私自偷跑到外面，已令家主不悦了。倘若再让周家失了颜面，可有想过此人的下场吗？这是在拿我威胁周凡。哼，说话说得太满，也不怕扇了舌头。小二，给老子帮你教训下他们。剑哥，此处有阵法，不宜冲动行事。那倒是嘞。30亿灵石，在下承受不住。小辈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不要蹬鼻子上脸。我的意思是我根本不需要你周家的施舍。哦，哼，这是你说的，可不要后悔。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收场。小二，你打算咋个做？买下就是了。陈兄，这些日子承蒙你的照拂，这2件东西你就收下吧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我要的东西，我自会尽全力去争。哼，倒是有些骨气，难怪少主能欣赏你。这家伙傻吗？这种好事也要拒绝？他不是傻，没错，他只是有一颗强者之心。你们是玄天榜第3齐寒天，玄天榜第5孟玉。啊，竟然是2位玄天榜的高手！请问一下，你们会参加这一届的学院大赛吗？你小子别乱抬价呀！刚才明明都放弃了，现在又出来抬价16亿灵石，到底上到哪呀？你个破盖呀！唉，他可真会破坏气氛。这就不用阁下操心了。这陈玄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难道是写的借条？切，能出现在这儿的修士，恐怕只有你才会干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吧？嘿嘿。玄风道友，易宝阁演出40亿灵石，交易这2张丹方。好。没想到你个小娃儿还有这一手，怪不得有这么大的口气。嘿嘿。炼丹时改良的一些丹方，正好派上用场。啊，丹方，他还真是让人意外啊。本就是炼丹师，用丹方换取灵石，也算是在情理之中。玄风道友，刚才说你穷，看不起你，是我多有得罪。规则即是价高者得，我自是不会在意这些。阁下若要继续，我奉陪便是。不，是道友赢了，我认输。这家伙脑壳会转弯，倒是有本事的人。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，毕竟趋利避害是能在这修真界走得更远的方法。原来陈兄早就想好如何买下那2件东西，是我多事了。无妨，只是多用一些灵石罢了。小辈，少主也是一片好心呐。我知道。萧叔，诸位，本次高级区售卖结束，待诸位离开易宝阁时，会将东西送到诸位手中。走吧，我送送你。陈玄风到底给的啥丹方呀？居然能让易宝阁出40亿！赵武，要不你去把它买断？你在干嘛？给你找块地儿。啊？为什么？哼，不是说了吗？你再提我一下，我就埋了你！我操，你来真的呀？陈兄，
仙途路远，你我就此别过。周凡，多多珍重。若有缘，我们山水间相逢。少主啊，我们走吧。周管家，这云霓之别，犹如仙凡之别。如若永不相交，又怎会有我们这些逆天而行的修行者？在下有预感，我们很快便会再见，后会有期。三笑婆婆，你可知罪？老身知罪，但老身不后悔。陈玄风天资卓越，为人不凡，若能交好，我周家日后岂不多一个助力？少主，天下最不缺的就是天资卓越的修行者，可又有多少人能突破这玄武界的枷锁呢？他不一样，的确有些不同。临行前，他对老身说那番话的眼神，让老身想起了当年的那位天骄。若他真有本事，定能在大陆上闯出一番天地。一定会的，我相信他。哎，三哥，刚才医保阁有个女掌柜送过来了一个袋子，说是你买的一些东西，要亲手交给你。玄风道友，这是弟弟托我交给你的，共30亿灵石，还有一些特别的丹药，以及道友在高级区买下的3样东西。等我一下。是那时候。对了，三哥，舒凡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出去的吗？怎么人不见了？这事儿说来话长。舒凡这家伙来头这么大，还不跟本公主打声招呼就走。我有预感，不久之后我们还会见到他的。五妹，接下来我要闭关一段时间，我想问问，之前传授你的炎龙真火诀修炼的如何了？我早就修炼成功啦。三哥，你看。控火法诀已经掌握了。五妹，你的天赋不错呀。那是当然的。三哥，这是凝元丹、凝神丹、玉元丹的丹方，都是加快金丹期修士修炼所用到的丹药。材料我这有，接下来这段时间你就炼这些丹药。三哥放心，我会好好提升炼丹术的。接下来可以找地方安心修复龙吟剑了。龙吟剑一旦修复好，必然会引发天象。这山洞颇为隐秘，就在此处。小二，龙血精魄对妖兽的吸引力可不一般，你的阵法不一定管用。剑哥放心。哼，原来是准备了2道防线。老朋友，总算要让你重现于世。要开始了吗？
小娃儿加油，老子先研究一下这玩意儿。龙吟剑已经失去灵性，想要修复，还是要先将残劲炼化。以我现在的境界，估计需要不少时间。炼化了，就是现在。这是龙血精魄蕴含的妖兽意志。炼化龙吟剑消耗太大，还好提前准备了丹药。龙血精魄还存留着凶性，必须将其压制住，才能继续修复龙吟剑。我还不信收拾不了你了。压制住！哼，一个小小金丹，也妄图将本座精血炼化！耶，居然是条货真价实的妖龙，能现形的妖兽意志，这压迫力竟比元婴修士还强。混账！敢称本座为妖！哼，一条虫子叫什么叫？乖乖被炼化不好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凭什么本事炼化本座的精魄！不好，他要融合龙血精魄！一个畜生也敢在此嘤嘤狂吠！小子，你找死！小娃儿。别跟这条虫子唧唧歪歪了，啰嗦得很。正有此意。云霄玄指，玄冥老贼是你什么人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小子，本座乃赤龙王，尔敢扰我修剑？就算你是真仙，也得给我先趴着！敢与本座叫板，待本座真身遇见你，必将你诛杀！还是让我先送你一程吧。本座记住你了。小娃儿可以嘛？都不用老子出手就能搞定这条虫子了。嘿，这龙血精魄妖兽意志如此强大，将其未尽，想必能让龙吟剑再上一个台阶。龙血精魄熔炼成了，接下来只要炼化这个就行了。梧桐金叶，乃神木梧桐金树的叶子，将其炼化，附着在龙吟剑上，会远比青岩铁锋利。小娃儿，这个一扔进去，试试能不能炼化。这是什么？刚才研究那个石头，发现里面裹着这个东西。这玩意儿邪门的很，啥都能吸，连神元和真元都可以。哦。吞噬之力，老子感觉这东西有点像传说中的无极黑药。能吞噬万物的无极黑药？哎，小王，你不要乱来呀！剑哥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能吸什么？我倒要看看，你到底能吸多少。小王，这玩意儿停止吸收了。黑白轮转，果真是吞噬神石，无极黑药。若是炼入龙吟剑中，用吞噬神石炼制的剑，不知威力会有多恐怖。终于开始合二为一了吗？怎么回事？为何不能融合？
究竟是哪一步出现了问题？见你名声如此哀沉，他是在拒绝被修复。拒绝被修复？这柄剑已经有了灵智，他的悲鸣是在为曾经的事主而后悔。事主？也可以跟他用意念沟通一下。带有灵智的剑，带有空间的至宝，小二莫不是轮回重修之人？哎，算了，让你去想。没事，阿姨，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。主人，对不起，是阿银害主人变成了这副模样。当时你我境界都不稳，被人趁虚而入很正常，都过去了。阿银好想主人。你现在已经回到我身边了，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分开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所以不要再难过了，好吗？阿银听主人的话。准备好了吗，阿银？为啥子老子感觉有些不对劲嘞？你个小娃，练的是啥子？把天雷都给超过来了！成功了！这是天雷降临千里以下，要是搞不定天雷，你这剑就算炼制成功，也会被劈成渣渣的。看样子，他不仅把云给劈了，还把天雷给吞噬了。哼，这种宝剑，连老子都是第一次见。哼，有意思。能得到剑哥的称赞，看来龙吟剑真的今非昔比了。突破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吞噬天雷，还能反哺给你吸收，哼！就算我那个时候，也能称得上绝世神兵。是因为熔炼了无极黑曜吗？这吞噬万物的能力，当真恐怖。儿子，你把剑收起来，老子感觉到有高阶修士来了。化神修士，不可正面应战。如此异象，莫长老可知是何人？则秦长老，玄天学院创立至今，修士辈出，或许是哪位隐士的前辈在此渡劫呢？这熟悉的气息，是龙吟剑？不对，龙吟剑无法做到这个程度。有其他修士的气息，追！看来跑不掉了，也不知周凡给我的丹药
能灵火派上用场。改头换面，小娃儿，我头了出来了，还是先避开吧。梦离？不对，应该是相貌相似。剑哥，怎么办？没得事，就算被抓到了，无论别个问啥，你不说就是。什么人敢在此窥探？糟了，被发现了！只是个金丹吗？你不是本院的学生，老夫问你，鬼鬼祟祟的在此作甚？前辈，能否解除您的压制？哼，说吧。前辈，晚辈真的只是路过，藏身于此也只是单纯害怕罢了。哦，既是路过，想必天象异变，你一定知晓发生了何事，对吗？这晚辈不知。哼，不知，一个金丹也敢撒谎，那我便封你神魂，看你到底知不知。该死，这女人简直就是个疯子。你的天赋不错，若是葬身此地，岂不可惜？还是快点说实话吧。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，想要破局，就看唬不唬得住这两人了。哼，我若葬身此地，恐怕两位前辈也会陪我一起下黄泉。你在我们面前连自爆都做不到，能有什么威胁？哼，是吗？前辈若真对我动手，我师父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谁会为了一个蝼蚁跟两位化人修士为敌？到底谁是蝼蚁，还犹未可知呢。狂妄！那待我冰解后，看我师父会不会请两位前辈赴死了。你找死！前辈大可一试。难不成是哪个老怪物的传承弟子？此人如此文静，能有这般修为，比之中可。呵呵，你小子的演技可以。露馅就完了，剑哥。没得事，还有老子身上。你师父是谁？哼，师父为人低调，不喜受人叨扰。我要是讲了，肯定会遭他老人家训斥的。方才用神念探查过，这方圆百里只有我们三人，你在此身亡，不会有任何人知晓。既然不肯说，那我教你一招。剑哥，搞不定了！嘿，老子接受。神魂附体，真是老怪物！老子的徒弟，你们这些瓜娃也敢动？不好！道友，快请手下留情！欺负老子的徒弟，不留点东西，老子可不会放你们走。道友这么做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哼，你们两个以大欺小，还好意思在老子面前装善，不要脸的，还不快给老子滚！要唬住这两人，还真是有点费劲。哎呀，累死老子了。唉，我现在的实力还是太弱了。嘿，你的兵剑还是少显了问题，万一被惦记上，那就有得看喽。化神之下如蝼蚁，名成高阶元婴迫在眉睫，得早日寻到至阴至阳之物，才能有自保之力。
就快能单了，成了！不愧是五妹。桑哥，你出关了！啊，金丹后期，修为也提升了。炎龙真火诀的双龙吐珠已是信手拈来了，你的炼丹术也进步不小啊。那可不，这半月凝元丹、凝神丹、玉元丹，我全部会炼制了。炎龙真火诀虽是玄级中品功法，但火龙炼丹的控火之术玄妙无比，五妹能如此快速掌握，天赋也算上佳，若多加培养，成为炼丹宗师不在话下。五妹，我打算……徒儿，出关吧。谢师傅准徒儿出关。自住进山庄一事之后，师傅便罚我闭关，叫我潜心修炼。怎么今日突然转性了？徒儿，西南大陆有化神修士洞府现世，你在为师门下修行已久，也该让你离开学院，出去历练一番了。若能寻得仙缘，对你未来修行亦大有益处，你可愿意？此事对徒儿有万般好处，徒儿自是愿意前去。为师方才在你身上种下了附身法咒，修士之间相互夺宝，必然尔虞我诈。你定要万事小心，量力而行。谢师傅教诲，徒儿谨记。陈玄风，你在吗？这声音是木姐姐。上次回学院后，木姐姐别说要去闭关，想来应该是出关了。哦，许久未见，请她进来吧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们就进了仙元班，还好回学院时我遇见了丹堂长老，不然可得一顿好找。木姑娘寻得清风剑后，瓶颈不攻自破，想必修为是水涨船高，可会进仙元班？不会。为什么呀，木姐姐？以你的天赋，不进仙元班岂不是浪费了？木姑娘是另有打算。我师承剑堂堂主，只需在剑堂参悟绝世剑法，待参透那日，便可凝结元婴。这事儿怎么没听说过啊？师父自幼沉迷剑道，功成身就后便一直隐居，所以收徒之事并未对外提起。那木姑娘此番出关，特意寻来是有何事？三哥，我们三个这么久没见，有事也先叙叙旧嘛。五妹说的是。化神修士洞府，不错，就在西南大陆。这是好事啊！可现在我无法前去。为什么？去往西南大陆的传送阵就在学院外啊！你们可还记得当日追杀我们那些金丹杀手？生死之事，记忆犹新。哼，那是陆川那个混蛋发布的悬赏令。那些人已经栽在我手里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？悬赏令是飞鱼少门主接下的，当日领头的那人便是他。飞鱼门门主知晓他的死与我们三人有关。这飞鱼门门主可有找来学院？他只有元婴修为，自是不敢来，可却派人盯住了学院。原来是为此事烦忧，这倒不怕，我有办法躲避那些盯梢的人。真的？你想的这么缜密，不会早就打算离开学院了吧？在外行走都有不便，有备无患罢了。化神洞府可不常见，不跟我一同前去碰碰运气？剑哥，化神修士洞府说不准有那至阴至阳之物，去吗？且，化神修士
是下界最强存在。不过洞府虽然宝物诸多，却也是修士的埋骨之地。还是别带上你妹妹吧。没想到剑哥也会替五妹考虑了。老子是怕她成为你的软肋。木姐姐、三哥，你们去吧，我才金丹初期，一起去恐怕帮不上什么忙。切，你娃子有点自知之明。好，五妹说的不错，她现在最要紧的是突破到金丹后期。我要继续闭关，提升修为。五妹，修炼之余别忘了炼丹，这样能助你更快突破修为。我记住啦，三哥，你和木姐姐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徒儿啊，愿你此行能悟得绝世剑法。陈玄风，你这夜行丹可真神奇，连声音都能变。那些盯梢的家伙完全没认出我们。怎么感觉这副皮囊是让木姑娘释放了天性，不像之前那般冷傲了？哼，说什么呢？前面不远就是黄沙城了，不如就这副模样前去化神洞府，也好方便行事。你这主意不错，可我这般模样与你同行，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吗？木姑娘觉得做我的晚辈如何？晚辈？刚才说的，木姑娘可都记清楚了？三当家，有人来了。二位来这黄沙城干什么？进城休息。进城可以，按规矩得先交过路费。不知要多少？这么好说话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多要点？一人50万灵石。这么贵，你抢钱啊？切，小姑娘嫌贵可以，有本事别进城就是。青儿，我来处理此事。那上面明明写着入城交50块灵石就行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，要不要再说一遍？你，青儿，退下！哼！阁下，小辈不懂规矩，还请见谅。这是100万灵石，算是我二人的过路费。这老头如此识趣，若只要这点油水，岂不浪费了？一人50万灵石，只是刚才的价格，现在已经不够了。阁下是在耍我吗？哎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！哎，你们说是吧？三当家说的对，时间就是金钱呐。那小妞刚才浪费了我的时间，要点赔偿而已，不算过分吧？老虎不发威，当我是皮猫是吧？先进城。喂，考虑清楚了没有？现在是否能让路了？进去吧。一次性拿出200万灵石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真是头肥羊啊！三当家，就这样放他们走了，可不像您的风格呀。这么了解我？在三当家手下干了这么多年，雁过拔毛，兽走留皮，主打一个实在，是您的绝不会变的准则啊！嘿嘿，您小子
么嚣张的家伙，刚才干嘛不让我教训他？哎，强龙不压地头蛇，自然不能冲动，先静观其变吧。哼！奇怪，房间内的灵气为何如此稀薄？不对劲，小娃儿，仔细查看一下房间。哼，如若不出这口恶气，我剑道算是白修了。这么多灵，看来此处还有阵法。哼，放心，你的这口恶气不会憋太久的，说不定今晚就能给出了。三当家，肥羊在笼里，钩子下饵了吗？没下，但上香了。有情况，立刻发信号。哎，给我机灵点，进笼别让人发现了。你们各自去一个房间，收完羊毛，记得下饵，下手利落点。200万灵石，说拿就拿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家当。这恐怕有30亿灵石了。发了！这女修年纪小，却有金丹修为，莫非是修真家族之人？若真是如此，岂不是还能再捞一笔灵石？就算猜错也无妨，这小妞带回去也不错。看够了没有？你没事，不好。反应挺快的。停下！我的灵力，怎么回事？混蛋，你干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禁锢住你的金丹儿。正愁没机会教训你，居然送上门了。哎，教训我？就凭你们两个？原来还有后手，看来这种事你们做过不少啊。哎，做了这么多次，像你这样的肥羊还是头一回见。7个金丹大圆满，我们不是对手，要不要分头讨？不用，真要动手，他们占不了便宜。你是不是有些拖大了？要是受伤，我可没工夫管你啊。放心，小妞，现在是谁教训谁啊？给你个机会，乖乖给我当侍女，怎么样？哼，你长得比蛤蟆还寒碜，还想让我做侍女，痴心妄想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长得丑。哎，我平生最恨别人说我长得丑。你个臭娘们儿，给我等着！待会儿抓住你，本大爷定要将你百般凌辱，让你生不如死！丑八怪！我给你3息时间离开这里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老头，你让我火气很大呀！还有2息时间。你怎么还故意调戏他？你不也骂他丑，把他激怒了吗？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敢在老子面前装？你会后悔的。嘿，老子混修真界这么久，让我后悔的人还他妈没出生的。真的不再考虑一下？考个屁！死到临头还在装，老家伙，都给老子上！把这个老家伙给宰了！娘们抓起来，拖回去给兄弟们泄火。可惜，
会放弃最后一次机会。啊，这是阵法？怎么，很意外？老东西，你做了什么？做什么？这可是你们的阵法。你改了阵法？稍微挪动了下灵力。难怪这家伙有恃无恐，居然是想将这些人一网打尽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可是灵纹阵法，怎么可能会被你一个金丹轻易破解？哼，是吗？你想怎么样？说过。老家伙，别欺人太甚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纵虎归山，后患无穷。我可不相信你会感谢我放过你。混蛋，你找死！你不会是忘了，你的灵力还在被禁锢着吧？这是剑丸。你认得此物？哦，剑丸积攒了大量剑气，能释放出威力惊人的剑势。剑势？剑修有4种境界：剑心、剑势、剑意、剑道。剑气强大到引动天地灵气，便称为剑势。这东西从何而来？问那么多，难道以为杀了我这么多手下，还能活着离开吗？他奶奶的，你个臭婆娘！老子宰了你！士可杀，不可辱！继续啊，怎么不继续反抗了？我错了。你一个大个子，说话能不能大点声？我听不见。我错了。哪儿错了？错在我不该得罪你，求求你别再打我了，高抬贵手吧。凭什么？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哼，还骂我臭婆娘，说什么要对我百般凌辱，令我生不如死，硬气得很吗？怎么，如果打了你几巴掌，这就蔫了？你知道大逼斗子对一个男人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吗？切，好歹也是个金丹修士，我一个小姑娘的巴掌能对你造成多大伤害？姑娘，你不怕是心里没数吧？你可是打了整整500多下啊！我被封住了经脉，却凭肉身硬扛您的巴掌啊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那也得跪下喊你一声活阎王啊！我呸！你这是活该！我活该，我有罪，我该打。可姑奶奶，是人就会犯错的，你就不能网开一面吗？这么说你还情有可原，反倒是我咄咄逼人了，是吧？哼，我看你是想吃小巴掌了。姑奶奶，姑奶奶呀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求求您拿点同情心出来吧。您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给放了吧。放了我，净化了环境，也舒服了你啊。你是屁，那我是什么？我看你是拐着弯骂我吧。不是，姑奶奶，你听我解释，你听我解释。跟他解释去吧。还想我同情你，也不掂量掂量，你配吗？哼！哎呀，得亏当初没招着他。道友，
求您给姑奶奶说句好话，让她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她真的会打死我的，求求您了，道友！我真的不想死的这么憋屈啊！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啊，道友！怎么说？看你喽。哼，我凭什么救你？或者说，你能付出什么代价让我救你？只要你救我，从今往后，我张烈为您马首是瞻。是吗？是。好，我接受。真的吗？自然是真的。放过我，我是绝不会放过你们的。等我回到杀蛇帮，就是你们的忌日。真要放他？他知道化神洞府的情报，而且这剑丸我也很感兴趣。你就不怕他反水？想要取之，必先予之。不过，我也有个条件。灵魂印记，签订血契，立下生死咒，我才能对你放心。完蛋，我居然忘了，这家伙可是比那臭婆娘还要恐怖的狠人呢！怎么还要犹豫？不想活啦？这简直比我这恶人还要像恶人！怎么会？我只是太激动了。这家伙的生死咒是哪儿学来的？他熟练的操控生死咒，这老头真的只是一个金丹吗？以后你的生死皆在我一念之间，如若背叛，你知道后果。主上，属下今后奉您为主，绝无二心。三当家，您这是？三当家，干什么？三当家，其他兄弟呢？生死咒一立，一旦说错话，万劫不复。唉，兄弟们出了意外，都冰解了。啊！若非他们二人出手，恐怕我也……二位，大恩不言谢，若有难事，可来杀蛇帮找我。什么情况呀？我等在外，难免会有不便之处，倒是还请阁下多多担待。做得不错。总算混过去了。这家伙连自己人都骗。这是自然，他性命握在我手里，这样做无可厚非。三当家，大当家传信了。那我们快先回去吧。既认我为主，接下来你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别让我失望。属下明白。哈哈哈哈哈！三弟啊，这次外出捞了不少油水吧？捞个屁！他奶奶的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个阵法师，我7位金丹好手全都被灭了。老子，7个金丹全都被灭，那你是怎么回来的？袁老二，我损失了7个兄弟，整整7个呀！就连我也差点交代在那人手里。你不说点安慰的话就算了，反而质问我，不觉得让我这个做弟弟的心寒吗？张老三，我只是想弄清楚此人的实力罢了。那你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觉得我不应该回来吗？你哪来这么大的火气？你说呢？好了，
二弟啊，我知你平日谨慎，可自家兄弟面前就不必如此了吧？既然大哥发话，做弟弟的尊听便是。好，这才是好兄弟嘛。三弟，这件事想必对你打击颇大，一次性损失7个兄弟，不是小事。不如这次化神洞府探宝，你就打前锋，将功赎罪，可行？谢大哥，三弟求之不得。哦，这么说，方导游已是第2次来了，不知上次取了何物？老朽幸运，拿了些宝丹。此处洞府每隔60年便会现世一次。没有人想过控制这洞府吗？并非没有，而是洞府外存在极为强大的封印。封印？不错。直接破开不就好了？曾有8位化神聚集到此，使出浑身解数，也才堪堪留下这点裂缝。8位化神能留下此等封印，想来这位洞府主人当年也是精才盖世。不过这封印对我等并无影响。哦，金丹以上修士，只要等封印消失，就能进入洞府。既然如此，宝物应该早就被拿完了呀，怎么还有这么多修士前来探宝？洞府内有禁制，每人只能取1件宝物。禁制？60年前有个修士不信邪，硬要带3件宝物出洞府，结果被阵法轰得渣都不剩。哦，原来如此。看来此次探宝没想象中那么简单，还是多加小心一些。明日封印便会消失，希望老朽这次也能有所收获。那便祝方导游得偿所愿。他们怎么会来这儿？少家主，老头子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？血魔宗与黑风窟近日来往甚密，似乎要在化神洞府有大动作，要小心。啥也没给，还劝我小心，老爹真抠。那是魏家，西南最富饶的灵石矿脉就是他家执掌。古家派的人从未见过，听说古家老祖大限将至，如此看来，并非空穴来风啊。方道友如何得知的？在修真界，除了实力，眼力也很重要。那是公孙家，以搜罗修真界情报出名。原来他们都是西南大陆修真家族之人。是他？这是午门寺的僧人，午门寺的金刚之力在我们西南颇负盛名。这是天青洞的无涯老人，60年前进入洞府，被人打伤。如今大限将至，大限将至还来？青儿，不可胡说。方道友，我没那个意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无妨，反正老朽来不来都一样，
既然如此，何不搏一搏呢？那是血魔宗，他们以血筑基，擅长各种狠厉凶残的法术。好奇怪的真元，那家伙的体内都是精纯的血缘，但比起你的凌霄真元还差得远了。这是西南三煞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他们3人的凶名，整个西南都知晓。进洞府，我们最好离远点。黑风窟跟天青洞是死对头。杀蛇帮，黄沙城地头蛇，会对路过修士下黑手，男劫财，女劫色，碰到硬茬就会求饶。还真是这风格。哦，好漂亮的仙子，若能一亲芳泽，死也值了。在下断情绝育数十年，如今看到2位仙子，居然有些血脉膨胀。他似乎是故意在勾引。不愧是媚幽门，老朽一把年纪了，都把持不住。这种程度的媚术，对你个娃儿压根没得影响。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独特的紫气，应该是他们媚术的关键。居然有人能让你多看第2眼，一个有趣的老头罢了。是义乌倾城的如烟仙子，太美了！笨蛋，小声点，不想活了吗？妙罗芳，擅长绚烂舞姿般的身法，以绸缎御敌。那胖子为何指责那瘦子？如烟仙子已被圣朝之人看中，岂容他人贪然？方道友，怎么感觉你无所不知啊？老朽修为无法精进，只好在这方面下点功夫了。其实，老朽也有一事相求。方道友请说，我们一定相助。老朽当年偶然得知洞府内有一处密道，想要2位一同前行。你们这些家伙，给本座听着！本座跟吴觉会解开封印，按照规矩，金丹修士会进入洞府，其余人在洞府外坐镇。方道友不是说化神以下、金丹以上的修士都可以进去吗？这些势力为避免元婴对金丹下黑手，共同制定了这条规矩。为何不让元婴修士进去？各个势力的元婴都是中坚力量，他们不敢直接派出来。不错。徒儿，记得为师告诉你的话。徒儿谨记。祝老祖把东西带回来。是。诸位施主，入洞府生死有命，出洞府恩怨两清。
愿各位都能寻得机缘。跟紧我。到我们了，走吧。哈，方道友，这位张道友与我相识，可否一同前往密道？哈哈哈，久之不得。此处为烈火道，会发射消解灵气的毒焰，一旦沾染，除非强行逼突，否则当场冰结。我打头阵。方叔，你等会儿。道友这身形实在不适合打头阵呐。跟这有关系吗？烈火道虽然危险，但机关释放毒焰是有规律的。这是流动灵纹法阵。流动性灵纹只有对阵法有极佳天赋的人才能创造出来。小娃儿，这洞府主人不得了哟！原来如此，这洞府的传承是阵法。那可不止，像这样的阵法天骄，恐怕比老子年轻时还厉害。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。哎，道友切勿冲动。这也可以啊！方道友真是别具一格呀！这个应该就是机关了。这毒火机关已被我停了。姜不愧是老的辣呀！我应该没他大吧？哎呀，老朽佩服，厉害！走吧。刚进来就碰上血魔宗，还真是让人意外。那些修士是被他洗革了吗？这老头竟抵挡住了血魂术啊！切，这个小魔王居然直接对你使用神念攻击。看来这招他以前从未失手。他这是干什么？是血魔宗的化血归元功，他在吸食那些修士的精血。要不先下手为强？别莽撞，贸然出手只会给我们增加麻烦。哦。出手嘛，为我护法即可。还能有人让你忌惮？刚才洞府外，我就看到胖老头不顺眼，
以为是错觉，结果刚才悄悄对他使用了血魂术，他能轻易破解，不简单。那又如何？你我一起上，谁能挡住我们？别忘了我们的任务，此番联手的计划不容有失。我听你的。他们似乎并没有打算动手，还是赶快去密道吧。啊，他们居然没出手。或许他们有什么别的事情。方道友，怎么不继续走啊？各位，此处便是我们此行要经过最危险的一关——傀儡密道。傀儡？密道。这密道古怪的很。这里有隔绝神念的阵法。我从未听大哥说起过洞府内有傀儡密道的事儿啊。主上，属下觉得这方道友恐怕有古怪。灵药园有许多阵法，大多都是宝物极少的陷阱，真正有宝物的地方只有3个：炼器室、丹房以及这傀儡密道尽头的密室。静观其变，有不对之处，随我第一时间出手。是。哎，这两人怎么眉来眼去的？方道友，想必你对此要熟悉一些，还请带路。那各位可要跟紧老朽了。方谷将傀儡引来，独自一人跑啊！真是信了他的邪，下次见到他，我一定要打烂他的嘴。这些傀儡铜皮铁甲，丝毫感觉不到疼痛，却有灵活的很，跟活人无异，实在是棘手。什么声音？结束了。不好，傀儡灵们崩溃了！快退开，傀儡要爆了！一群蠢货，这点脑子还来洞府，那便不能怪老朽心脏了。呛死我了！还好，还活着。还好阿银感知为威胁，主动护主，不然你们3个怕是要栽了。方谷应该没有离开太远。这个混蛋，追到他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嘿嘿，真想知道那方老头被这疯婆娘抓到会有多惨。
终于到了吗？300年，整整300年。当年因为乌鸦那混蛋修为尽废，只能夺舍一个小小重击苟活。待我成功取得化神传承，定要灭了天晴洞。300年了，就让我看看这元神还有多少实力吧。这傀儡太多了，根本过不去啊！闯不过也要闯，恐怕又是流动灵纹法。果然，趁现在！你这家伙还敢出现！哼！居然能来到这儿，那你们就归天吧！不好，是魔焰，快退！清风，啊！主人，那黑雾是一种极其恐怖的魔焰。小娃，是罗英杰。阿姨，主人，阿英可以吃掉这些魔焰，那就交给你。各位道友，可有什么发现？我尝试过用灵力和功法，甚至是神念，这东西没有任何反应。上面的许多纹路我看不懂。竹烟仙子，功法可能就藏在这东西里面。那要如何取呢？诸位，公孙道友说的纹路，我能看懂。这个纹路是人，莲花剑。哎，快来看看这个！这个似乎是一个鼎，对你来说想看懂，确实是难为你了。所以这些刻文代表着什么意思啊？诸位，实不相瞒，我是第一次代表谷家来这洞府，可有之前来过的愿意为我介绍一番？我也没来过。我也是第一次进来。那我来说吧。所以来洞府的修士都未曾破解出这大殿的秘密。没错。啊，不过听说在300年前，有位黑岩老祖差点解开。此事已是各大势力禁止谈论的秘辛，早已无人知晓。我说，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转转？也好，说不定可以发现别的线索。
臭和尚，你就一定要拦住我吗？何不弃了空门，与我共赴巫山，岂不逍遥快活？受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无趣的死脑筋。中了我的香火情欢，若不臣服于16泉下，可是会经脉俱损、爆体而亡的。一个小小的妖女也想困住我，实在太嫩。活这么久，第一次被童男说嫩，还喊了人家小小妖女，这么暧昧，该不会是中意我吧？哼，再胡说八道，我就将你就地正法。怎么个就地正法啊？谁？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，这么漂亮的皮囊，竟然都舍得下狠手，不愧是天青洞的修士。这么说，血子倒是挺中意我媚幽门的女修了。哼，你们媚幽门都是些细皮嫩肉的女修，只要不怕被本血子给榨干精血，共度春宵又何妨？我们可不敢给血子供养，保不准就真只剩下皮囊了呢。黑风窟那家伙呢？哼，天青洞就这么记仇？我说忠义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哼，还以为这家伙有多厉害，原来靠的是这串佛珠。哼，天惊洞绝技嘛。嘿嘿，很惊讶吗？亲眼见识黑风窟绝技是什么感想？还有把握继续吗？那再加上我呢？要是他死了，符咒岂不是就解了？找死！小心！想近我身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自量力的东西！沉寂300年，今日就以你之血，给我重临西南，开路吧！结束了吗？这柄剑竟然在稀释我的魔焰！这柄剑什么来头？连清风都忍不住害怕。究竟是谁？变回原身了，看来这化形丹也是有时效的。这是
主上，你怎么也变得好大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方果会为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哎，小辈，你这般无礼，当真是张狂！你这么歹毒，我又何须以礼相待？想让老朽付出代价，就这点手段，怕是不够。去！那是什么怪物？这种气息，真的是修士能散发出的吗？小二，这东西不好对付。嚯，能让剑哥说出这种话，这东西显然不是。这是金刚石，通过魔焰淬炼才能炼成，有玄铁之意，开山之力，封刺之术。剑哥可有办法对付？哼，你拖住这玩意儿片刻，剩下交给老子。小辈，你一定很好奇，化神传承是何种威力？确实如此。那就让你见识见识老朽真正的实力吧。陈玄风，你没事吧？主上原来叫这个名儿。放心，他能打中我一次，可没那么容易打中第二次。是吗？这他妈的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你不会以为用这种技能就能对付我吧？你干了什么？你猜猜。小二，快把这玩意儿收起来。小辈，交出我的元神，不然我让你死无全尸！你没这个机会了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动手？我还没问他剑丸的来历呢。这老家伙诡计多端，好不容易有必杀的机会，我当然要处之后快，还不把衣服穿上。黑莲魔焰，难道此人是？别以为你刚才想了什么我不知道，别忘了，签订生死咒后，我可以知晓你对我不利的一切念头。主上恕罪。剑哥，这些是什么？天道、莲花、傀儡、炉鼎，似乎是4种灵纹。或许，这些灵纹才是真正的传承。主人这是在干嘛？别废话，看着便是。原来如此，你们听我说，动手！这傀儡不简单，你个小娃儿先是走晕了。金甲耀制，威震乾坤。
逃！小婉儿，那个鼎好像还不错。主上，那鼎炙热的很，切勿用手触碰啊！谢主人。这玩意儿不简单，你先种下印记。青银鼎内赤银，可焚天煮海，炼化万物。青岩鼎，这东西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说……剑哥，怎么了？没的事。可有收获？上！跑这么快干嘛？血魔宗血子，刚才不是很威风吗？哼，我做什么，还轮不到你来过问。哟，脾气这么倔，你在血魔宗的日子过得一定很不好吧？跪下就只会叫你耍嘴皮吗？血子，血魔宗和黑风窟之间的关系，怎么不和其他势力通个气呀？哼，你们走的阳关道，我们走独木桥，凑不到一块儿，就别硬攀交情。那就是没得聊了。嘿嘿，你觉得呢？小心！好臭的焦味儿！天惊洞那家伙呢？正在给那和尚超度呢。这卫青居然这么难对付。虽说雷神诀是专门克制我们魔修的功法，没想到竟这么难对付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难办，除非什么？直接进行下一步计策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出了问题，我来担。明兄，不可莽撞行事，不然必遭魔修联手偷袭。让他们来。无涯老人教出你这种莽夫，真是大不幸。说我可以，别说我师傅。哼，三位都在呢，我说该算算总账了。哼，这种挑衅伎俩对我可不管用，我可不是这种莽夫。天惊洞的那老头就这样教的你？真是大限将至，人也糊涂了。你个混账，也配说我师傅？他一个出家人，非得这么暴躁吗？你不会忘记那和尚怎么被宰的吧？什么？你们两个当我是摆设吗？钟印，你终于要完了！蠢货，你上当了！魏兄，小心后面！我可没说一定要忠义出手。混蛋！怎么，我宰了他，你很不服气？愧是血魔宗，
看来你们是准备将这次洞府的修士全部埋葬于此吧？嘿嘿，聪明，只可惜猜到了又能怎样呢？你活不了了。好快的速度！这笑容，曹四哥，小心！学院培养的天才，连一击都接不住。你们这些魔修手段诡异，有本事就堂堂正正决斗！哼，我没给你们机会吗？是你们太不中用了。就算斗不过你二人，但你能拦得住我们吗？你就不能慢点吗？这下好了，咋办吧？唉，还能咋办？凉拌呗。哼，都这种时候了，还有功夫耍嘴皮？受死吧！妙罗芳的仙愁，还真是我血魔宗的克星。世子言重，如烟这点东西，不过是小道罢了。多谢。妙罗坊与魏家交好，魏青道友有难，如烟怎可置身事外？你们不是在功法阁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功法阁出现异象，我猜是有人得了传承，所以便出来寻你们。明晨呢？在那儿呢，被那家伙挫骨扬灰了。好不容易看上个傻子，怎么是个短命鬼？行了，别演了，还是想想怎么对付血魔宗的家伙吧。化神洞府的规矩，血魔宗是忘了吗？哼，规矩，你们都死了，还需要吗？血魔宗这是要宣战。嘿嘿嘿，死人是不需要知道的。动手！早就准备好了。啊，这是血魔大阵！陈玄风，陈玄风是他？这小子怎么也在这儿？小婉，小心！多谢。无需多言。你是谁？这感觉，你是那个胖老头。有意思，小魔娃居然能猜出你是哪个。小子，黑眼老祖呢？黑眼？你说的是这个？你对老祖做了什么？杀了。好，很好。这是不打算活着出去了吗？我要为老祖复仇。寒霜剑气，看来他的确说话不小。穆青青怎么变得这么厉害？
你竟能控制黑莲魔焰！多亏了你口中的老祖送给我这份大礼。到底是谁？哼，不管你是谁，今日都得死！这是血魔宗绝技血魔吞灵术。灵气竟然无法运转！你们的挣扎不过是螳臂挡车。什么人？那是功法阁的异象光球。这是洞府主人的作画之地。小儿，寺馆里有好东西。好美的女子，不过这团白雾是什么？不好，身体怎么变得好热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你没事吧？这家伙怎么不对劲？这家伙周围怎么变得如此炽热？这样下去不行，不管了，先试试再说吧。寒霜剑气，谁？你领悟了寒霜剑意，却不知吾是谁。晚辈穆青青拜见前辈。你天生剑心，有清风剑傍身，定然是青龙剑诀传人。吾便将一剑霜寒传给你。无极，既然来了，何不现身一叙？老子就晓得，果然是你。无极，今夕是何年呢？已经过去上万年了。你为何会跟着一个小辈？你眼睛瞎，这么明显的关系都看不出来吗？他刚才所触碰的，乃是纯阳珍珠。说来也奇怪，这纯阳珍珠竟自主跑进他体内。这样子，你个混球，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放这儿干么事？石棺镇压的是入魔的他，纯阳珍珠是用来压制他魔性的。仙人板板，那现在咋个办？这小娃可是最有希望让我重塑肉身的人嘞！爱莫能助。这身体的经脉，感觉遭受了千疮百刺，要爆开。那股热流，像是进入丹田处了。我就不信，我受不了你！玄天阴阳诀运转。对了，这小娃修炼的功法需要自阴自阳之物，现在只需要自阴之物就可以凝聚元阴。哦，
你既然不知道，我的黑莲便是至阴者。小贝，你将黑莲纳入体内炼化。多谢前辈指点。你既已到此，理应得吾的传承。难道那些宝物？哈，不过是以物验人罢了。解不开上面的灵纹法阵，也无缘见我。如此，晚辈便却之不恭了。吾生前以剑入道，后入魔，幸得遇良师，为吾驱逐魔性，凝成黑莲修行阵法。世人曾唤吾为黑莲剑尊。黑莲剑尊？一般人得到老子的传承都顶破天了，你却是连黑莲的传承都得到。哼，老子都怀疑你个娃儿是老天派下来渡劫的嘞。醒了？你突破了。嗯，看来那位前辈指点了你不少。血魔宗，该算账了。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？一直抽取我们的血气，这是在把我们当饲料吗？他怎么变了一个蛋出来了？啊，这是血灵锏，它是在凝结血魔元婴。血魔元婴，那我们8个岂不是会死啊？若真凝成，血魔元婴破茧后的第一步，就是把我们这些血石全都吃尽。血魔族的杂碎，老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啊！血溪，血子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能成为血魔元婴的养分，是你们的荣幸。哎呀，他奶奶的，老子就不应该听族长的忽悠来趟这趟浑水。我还以为这次出来能捞点好处的，师傅，我就应该听你的，好好待在学院里面修炼。那现在只能寄希望于那个陈旋风了。哈哈，寄希望于那小子救你们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他不过一个金丹，就算来了也是送死。是吗？嗯，这女人的剑气竟然又变强了。血气强盛却内收，精气凝实却外放。你进入了元婴。
陈玄风，快阻止他！他要唤醒血魔元婴。血子，快帮忙！好啊！这家伙竟然连自己的帮手都吃。不好，这家伙已经被血魔元婴反噬了。我要吃掉你们所有人！去救卫青他们，我来拦住这家伙。不自量力，竟然找死！我成全你！阿阳在承受，这气息的感觉怎么和灭幽魔的一样？飞来飞去的，烦死了！这不是凌晨用过的法术吗？天使是天心洞的绝技。这是血魔元婴的恐怖之处，吞噬任何修士血气，便能使用同样的法术。不行，他一个人对付不了那家伙，得去帮忙。我也去。我好不容易救下你们，还是尽快疗伤吧。这位姐姐，我们只是想去助战。你们这个样子，不上去添乱就不错了。哼，你就这么自信，他能对付得了那怪物？万一他不敌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没有他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咱们还是听这位女道友的，先疗伤吧。等恢复元气，再去帮助那小子也不迟。怎么不见了？这是什么？去死吧！我没事。打爽了吗？打爽的话，该轮到我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居然丝毫未伤！打不过，我跑！还以为你能故技重施吗？找到你了！至阳之物！这便是前辈所创的诛魔剑阵吗？我也奉你为主啊！血魔元婴交给你。这是血魔元婴，不过被诛魔剑阵净化过，似乎变得不一样了。啊，这就结束了。陈玄风，
大恩不言谢，日后有难，公孙家必出手相助。老子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一定还你。何人突袭？锄头落地挖根，来人是牛是马？剑煞，真是奇怪，他明明说的字正腔圆，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明白？讲的什么鸟语？老子听不懂。见袖光脚不见人，关门打狗。一群小娃娃，永远待在这儿吧。老夫的毒居然无效，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回事？正愁一肚子火没地放，你赶上了。你们3个在这里守着是因为这个？长座的魔焰为何会在你这里？很难猜到吗？老夫追随长座至今，长座没那么容易死。道友打算怎么处置他们？他们3个，你来处理。是。是谁杀了本座弟子？元婴天象，头一次有人在此突破。这天象，哎，又一个元婴，却是魔门之人。阿弥陀佛。忠义的血符碎了。怎么会？此行你们老祖可是迁入东府？主上。正好试试从方谷身上搜出的这东西。给他们吞服下去。是，主上。怎么会？本座之徒的血符也碎了。一定是同一人所为，你我联手，必能抓住他。主上，事已办妥。好恐怖的丹药，竟然硬生将金丹修士变成人魁。他们3个归你处理。谢主上。
是谁杀了本座弟子？这位道友，变生啊！侥幸突破，恢复年轻罢了。是你杀了本座徒弟？非我所杀，不过栽在贵徒手下的可有不少。陈儿是死了吗？我徒儿身死，道友可否给个交代？无关之事，无话可说。哼，你走不了。钟义是被血子所杀，血子利用血魔大阵吸食我等精血来凝聚血魔元婴，遭其反噬，钟义被他吞噬而亡。看来是自作孽了。一派胡言！魏家小子，当先祸从口出。道友，今日必须本座回宗，交代清楚。小神也是我来。好，就依你。道友，请吧。他哪儿也不去。多自量力。这就想带人走，是做贼心虚吗？阿弥陀佛，老衲平生只做2件事，一件是诵经，另一件便是除魔。绝，你想开阵吗？施主花了这么久筹划血魔大阵，不就是想如此吗？那又怎样？本座早就看你这秃驴不爽了。他还活着？他不是死了吗？难道……三清和尚，不好！无惧大师！孽障，你竟入了魔道！这一病要你命！无耻老魔！小子，又见面了。方果，你没死。是你？怎么？很意外吗？本座还得谢，留下了血迹，让本座得以见魔婴重生。魔婴？难道说血魔元婴是双元婴？方谷不过是本座第2个阴符社的取物，钟义杀的那个和尚才是本座不是之人。
你还真是煞费苦心。恭喜老祖！若非本座谨慎，还真就葬身于此。黑瞳办事不力，还望老祖恕罪。罢了，先解决这些蝼蚁吧。是。他交给我。别以为得了传承就能与本座相抗，今日本座就教教你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任何手段都不堪一击。与本座斗，你还早800年呢。是吗？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。哼，不堪一击，跟本座斗，你还早了800年呢。无聊，还是去会会老朋友吧。能接住本座一指，倒是有点能耐。哼，不过是接你一指，又何值得称赞？哼，本座铜镜无敌，能接本座一指者，屈指可数。你乃可造之才，可愿做本座弟子？被你骗我，岂能再信？前辈是认真的。当然是真的了，别这么拘谨。蠢货！蝼蚁终究是蝼蚁，就算得了传承，不过是大点的蝼蚁罢了。原来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只大点的蝼蚁。你怎么会？那种距离中了黑魔齿竟然没事，这小子到底是人是鬼？还好有所提防。铜镜无敌是吗？那我可要见识见识了。别忘了，我也是元婴。找死！切又切，又没事，这怎么可能？又是那柄剑吗？这么想知道，试试这个如何？元婴傀儡，这小子还真叫他在洞府内得了不少宝贝。吃就直接攻击魔修。怎么可能？这傀儡居然能挡住魔气侵蚀！混账！要你死！你还是先看看上面。不好！这下咱们两清了。臭小子，本座今日势必将你摧心剥肝。这是好浓郁的魔气。修为提升又有何用？照样不是本座的对手。哈哈哈！
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无法吞噬。还以为你能故技重施。无法破开他的魔气。小子，将他交给我，我饶你不死。冲这小家伙来的。我若不交呢？不识抬举。是这小家伙因我使出凌霄玄指，虽然很担心兵器的消耗，可看招！替身，快快下来！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该死，这地方封闭了我的感知，我的灵力在流失。什么你感知不到的滋味，你会很恐惧的。你倒是好手段，能逼得本座施展结界，你就算死了，也足以自傲了。你倒是一副吃定我的样子，就不怕阴沟里翻船？被本座拉进黑魔领域的，没一个能活着出去。你凭什么？是吗？本座懒得废话，你还是乖乖上路吧。怎么，不是说要将我摧心抛肝吗？这么快就动手？能看见，这样死在你手上，我都替自己感到窝囊。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刚才的结界应该用尽了你的魔气吧？既然已经猜到，还废什么话？动手吧！就这样死，岂不便宜你？你想怎样？谋仇100年，刚重活于世变深远，不可惜吗？不让本座死，有话快说，磨叽什么？与我做个交易，我把它给你，如何？堂堂魔门宗主，就只会躲吗？凭你的修为，还不配与我动手。那也得试试才知道。慢着，小辈，我有事想问。讲。我徒儿真为那血子所害吗？是。当真？爱信不信。
是吗？哼，不出一炷香，老祖就会解决那小子。那可未必。哼，就让我来告诉你金丹和元婴的差距吧。在我眼中，早已是落入陷阱的猎物了。利用树荫隐匿身形吗？不让我离开？你这样阻拦我，究竟是何意？小贝，你刚才回答了我的问题，我留在此地，我饶你性命。哼，不需要。哼哼，你担心的那小子恐怕已被老祖收拾，去了又有何用？你的意思，应该都如你一样，才会有机会从当年的娘胎里出来，是吗？放肆！你竟如此不知好歹！我命由我，不由天。我绝不会再像从前那般把命交在别人手里。切，自讨苦吃。一招都接不住，这就是原因吗？哼，既然不想活，就将你在洞府内获得的传承交出来吧。休想！哦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痴心妄想！给脸不要脸！黑风窟的刮骨刀，有的是时间跟你慢慢磨。不知好歹，搜你神魂，看你有什么招！大胆魔土，敢搜无土神魂！哼，你是谁？苍头鹿尾之辈，不配知晓物名。哼，大言不惭，不过是道幻身，将你破了便是。既已取得寒霜解决，也该继承为师的衣钵了。到啊！现在突破，怎么会？剑意，倒是小瞧了你。一剑引动天地灵气，剑士，以为这样就能对付我吗？冰封阻我影遁，哼！引得剑士又如何？依旧还是个金丹。一记收寒，千里震山河。雷锋罡中，召！
竟毁坏了我一件法宝，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可以试一试。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。想逃？你那同伴才金丹修为，也敢去对付黑瞳？形势所迫罢了。若直接逃遁，恐怕你也不中。哼！此地常年干旱，怎么会有雪？或许问问他就知道了。老祖，救我！怎么会？他呢？哼，怎么担心了？求我，我便告诉你。老祖小心，此人已领悟天地大势。元婴初期，这才过多久？我没事。想要领悟天地大势，不仅需要道心坚定，还要有天地灵气极高的感应力。这小子，连身边之人都如此怪物吗？老祖，您这是……不该问的别问，你只用知道，不可对这两人出手即可。变成这样，我就算想动手也没招啊！禁魂玉。是，老祖。所以，他如今是你的打手？打手多难听，各取所需而已。行吧。走吧，本座有些账还没算。午门寺和天心洞，不该问的别问。你这打手脾气不小啊！唉，不该说的别说。记住了，不该说的别说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你似乎没什么长进呢。拜你们魔门所赐，修为再不精进。家族的人还有多久到？少主，恐怕要等一会儿了。好啊，本座不绝。好歹相识数百年，非得鱼死网破吗？人心隔肚皮，相识非侥幸啊！当年为正道天骄，重情古怨，多少人对你是坦诚相交。往事已去，何须再提？不决暗算之事也无需再提。我早已有尽统悟，你又何必挑拨离间？有趣，有趣，还真是替你感到惋惜呀！一动手吧！顽不灵！换身！天地借势，万法归宗，雷降！无涯，你找死！少主，
撑不住了。先护住气血。强弩之末，还要硬撑。阿弥陀佛，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。回头？当年暗屠黑瞳，算计无涯，也没见你回头啊！吴绝！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罢了。是吗？那你倒是替天行道了。是他？难道陈玄风已经……他们没事。你若插手，休怪本座翻脸。尽快解决。哼，本座自有决断。怎么说？静观其变。午门寺暗算本座一席，该脸的结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黑岩，你可算回来了。你是黑岩？黑风窟魔祖黑岩，这家伙还真是深藏不露。与这种魔头交手，竟能安然无恙。若与他交好，对宗族甚是有利。这小子还能活着？本座与他颇有渊源罢了。当年是我亲手将你镇压，你我恩怨，何必牵连他人？若非本座被午门寺所创，你根本不是本座对手。我会把你留在最后。是吗？请领教一番了。黑岩施主，还望高抬贵手。你没有资格跟本座讨价还价。午门寺与施主的恩怨并不简单，施主一定想知道。跟这秃驴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，我倒想听听何事能让本座非之不可。阿弥陀佛。施主，个中缘由，老衲已尽数相告。本座凭什么信你？将死之人，其言也善。施主心明如镜，自当明辨。老衲对你有愧，悔之晚矣。活这么久，算他走运了。这么说，此次你背着我筹谋血魔元婴是走运，还是说当年联合午门寺算计本座是走运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两人也有恩怨，恐怕还不一般。难道说，当年黑岩是被血魔老祖设局所害？我去一趟。血魔宗此次辛苦筹划，可是为了此物？血魔元婴，
对，这竟然是更完美的血灵元婴。这难道是魔灵元婴？这怎么可能？为别人做了嫁衣，感觉如何？果然是你害了本座弟子。黑岩，你我二人擒住这小子，为忠义报仇。这样扣帽子可不好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血子性格谨慎，我很奇怪，他怎会凝聚出反噬自身的原因呢？血魔大阵玄妙无比，无法参透是常有之事。血子可不简单，他这么谨慎，定会抓住机会掌握血魔大阵，否则他不会轻易尝试。徒弟的野心，你这个做师傅的怎会不知？所以，为防止他背叛，你藏了一手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你给了血子血魔元婴错误的凝聚方法，这也导致了血子被反噬。原来我们全被这血魔老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这算计人心的本事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一派胡言！你的谋划确实隐秘，可人算不如天算。你碰上了我。小子，蹦跶过头，可是会栽跟头的。原本应该是我夺回肉身后，由我来炼化血魔元婴。他与你联手，明面是助你，实际上是想让你被血魔元婴反噬，然后杀死所有人，再让你背锅。的确是好算计，血魔藏得可真深啊！你竟信那小子一面之词啊！那好，此事暂且不论，我且问你，当年为何叛我？当年午门寺围剿，我从未怀疑过是你暗算我。是我老秃驴的遗言吗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座也没必要再藏着掖着了。我再问一遍，到底为何要叛我？你说呢？天资出众，自小受父门栽培，而我呢，只是个猎户之子，一日是你奴仆，终身为奴仆，我岂能甘心？是不甘和妒忌。好，今日你跟我，只能有一个能活着离开。谁当自己当年的魔道天骄呢？他也有血魔元婴。你跟本座的交易还没完成，可不能出意外。哦，答应你的事，本座自会做到。黑魔怒！进阵！我不甘心！我不甘心！我是死，把你颠飞！老婆，拿命来，找死！也陪我下地狱吧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，快退！陈兄，以后有需要的地方，在下一定义不容辞。俺也一样。好。老祖，他们二人已经离开公孙家了。知道了。老祖，怎么了？您真要跟那小子一起走吗？人各有命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罢了。以后这里就靠你了。黑瞳，恭送老祖。社主，陈玄风他们已经前往城内的传送阵了。走吧，该回学院了。这回了学院，恐怕玄天榜的那些家伙们会吓一跳吧？
哼，那肯定。真想知道学院有谁还能治治他。哦，这还是临界空间吗？哟，总算进来了。你是剑哥？哼，小二，进入元婴的感觉啷个样嘛？还不错。不过剑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而且你这样子……哼，你个娃儿一出洞府，老子莫名堂就遭吸进来了，想出去都出不去。话说你个娃儿是不是飘球？啊，老子这么多天没开枪，你都不晓得找老子一下。哼，要不是他陪老子都憋疯了。哼，像个锤子，我们莫管这个娃儿，算我们自己的。剑哥的元神原本虚幻之透明，现在竟已恢复凝实，看来临界空间能蕴养元神。不过短短3天便这般凝实，实在有些惊人。这小家伙出现在这儿，你就不好奇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算了，老子都看不出来的名堂，你个娃儿想来也不晓得。那倒也是。那是提升至元婴后出现的吗？如今不缺功法利器，不知能否用上。啊，无法取出来。有点意思啊，居然还主动来挨到你。老子跟他混熟，硬是费了好多时间的。哼，没想到你个娃儿刚来，他就情愿跟到你亲近。哼，难道他是随着这东西一起出现的吗？好呀，血契签订成功喽！是你？猜得不错，是在下饰演。三长老，本尊好歹也是一界之主，见本尊就不会通报一声吗？哼，无礼！你还是想想怎么去迎接大长老他们的质问吧。什么意思？不过是夺了地位，做了些事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好自为之吧。来人！唉，令尊真是热情，这3天一直照顾有加，也算是不虚此行吧。哎呀，要是喜欢，你可以做他干儿子。哎，大可不必。奇怪，陈玄风呢？里边修炼呢。这家伙去传送阵不过一会儿功夫，还这么卷。他怎么来了？你自己问。喂，来了。那小子呢？到地方了，他会出来的，等着吧。面对他能如此泰然自若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一定要这个表情吗？
到了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我不该笑的，我错了。算你小子识相。好可爱啊！啊，主人身边的妹子还挺不错的嘛。好软。放开本喵，快窒息了！笨女人！哎，喵，果然还是这里最安全。哎，这家伙拿我当人肉猫店是吧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奉女帝之命，即日起全大陆警戒，抓捕偷盗玄帝之物者。奉女帝之命，即日起全大陆警戒，抓捕偷盗玄帝之物者。瞒着不让走，误的事儿分得起吗？就是，抓贼就抓贼，何必把传送阵封了？俺还赶着回去参加宗族议事呢。废话少说，快让我们过去！就是，让俺们过去。违抗女帝，你们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吗？再多嘴！就将你们跟那盗贼一块抓了。我认怂，姐姐。还有谁不服？服了，姐姐，小弟服了。这么彪，哪个敢不服嘛？俺错了，千万别抓俺。这女子做事风格还真是霸道。哎呦，作孽呀！你该死的龟孙儿，为啥子要偷东西嘛？极恶告示：盗贼潜入玄武圣岛，将玄帝之物盗走，逃至此地。朱影卫奉旨捉拿，若提供线索，可得重赏。啊哈！主人成了盗贼，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家伙说我是盗贼啊！他这是要干嘛？陈玄风，我跟他去。你就不用跟我进去了，帮我照顾一下。可恶的主人，竟敢这样对本喵！唉，你说，要是抓不到那盗贼，会让我们用传送阵吗？哼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封锁传送阵，势必引发诸多宗族不满，赌不如输。你在教我做事？决定权在你。哼，给我把他们插出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狗拿耗子，多管闲事。唉，这女人还真是不讲道理。啊！唉，参加不了玄天榜赛了。你别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，至于吗？
看样子只能偷偷溜进去了。啊！好训！喵儿。消息都散出去了吗？统领，消息已经传达，但属下还有一事。不是说过无关的事不要烦我吗？行了，说吧。最近西南势力变动比较大。比较大？那是有多大啊？讲重点。统领，西南血魔宗、午门寺、天清洞3大势力全都被……你说什么？黑岩复活？此人似乎夺舍了一名女修。啊？还是个美人儿？哎，等等，这个人是……哼，有意思啊。多谢了。本座还不至于为了这点小事受恭维。用得着这样吗？启动传送阵。当初拉拢你时还带把，如今咋成绣花了？没人教过你，不该问。不该问的别问吗？你这句口头禅，你不嫌腻，我都听腻了。这家伙怎么会在这儿守着？嘿嘿，多亏你白天启发我呀，臭小子。让我请来个帮手。哼，飞檐，多年未见，可还记得我？哼，你还敢出现在本座面前？有何不敢？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儿？好强！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啊，长得跟玄天女帝简直一模一样。多年不见，紫晴长老的修为倒是走到了本座前面。不是他吗？哼，哪比得你？死灰复燃便立即清算了3大势力。哼，当年那般对我，他们如今该有此报。他们好歹也是向女帝臣服的势力，突然损失，好歹得有个交代不是？女帝？怎么要为你那主子讨伐我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折都折了，不如让你接手吧。反正如今你的名声如雷贯耳，只要你一统西南的势力，反而比以前那3个更加有用。如此一来，女帝定会助你进入化神，飞升上界。梦离，小儿，莫激动哈！你这儿杀心要是遭到发觉，怕是早期拖不得抓转。是我未能收敛心性，失态了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是来收拾他的。玄帝之物未寻获，那群老家不会承认女帝是正统。切，天大地大，拳头最大吗？
一介之主，却私下培植势力，莫非？哎呀，整天只想着打，能不能多动点脑子？我这不是动了吗？不然也不会找你来嘛。本座可以给个交代，但本座并不需要那女人的施舍。你说什么？我丢！他是一直这么刚吗？把嘴闭上！能受女帝招揽可是荣幸，好不容易活过来，又要自断后路吗？女帝耐心有限，触怒了她，可没什么好下场。地位欲长稳，还需执剑掌乾坤。哼，掌控本座，他就不怕伤了自己？这般桀骜不驯，莫不是还想被围剿一次？你说什么？哼，你不会以为当年是巧合吧？西南大陆的势力，竟都是他在布局吗？你当初悍闯黑风窑，迫本座臣服那女人，本座断然拒绝，还以为难免一战，岂料我一言不发，默然离去。哼，本座还以为你当时是怕了。良禽择木，过时无候，得不到除掉便是，这就是女帝。你到底施了什么好处，使得他们这样对我暗中算计？他们的势力比你可要上进，没点投名状，怎能被知人善用呢？这般就能除去忤逆自己之人？那女人还真是精于算计。嘿嘿嘿，你的对手没那么好对付哈，小二。那我就将他的诡计一一撕破。梦离，所有人在你面前宛如提线木偶，被你戏耍玩弄。你立于幕后，让对方毫无招架之力，只能任你摆布，并在你的算计中一败涂地，而后再以胜利者的姿态给予着致命一击，让对方陷入绝望的深渊。真是个可怕的仇敌。哎，魔道剧情也不过尔尔嘛。那又如何？你们女帝不照样要用？哦，你同意了？本座接受你的提议。哟，不过有个条件。这倒不是难事，反正我此次过来也是为了此事。嘿，臭小子，你算是如愿以偿了。不过，女帝的吩咐，我等还是要执行。哎，追踪那个盗贼，靠的就是这东西。啊！那盗贼果然在这儿。啊！这是……臭小子！啊！紫气东来！怎么会？你是盗贼？不好！剑哥，帮忙！老子还以为刚才的事情稳当起了，你一个到底还有好多事情瞒着老子啊！以后再说，追来了！你果然没死！哼，你个娃儿真的是该揍！喊你瞒老子那么久，老小二三，陈玄风，你果然是梦离吗？不跑了？在下可从未提及自己的称呼。别装了，你逃不过他的法眼。你果然是梦离吗？别激动，小娃儿。我是他，但也不是他。身外化身。你走不了，让开。
把他带走。传送阵。什么态度？多谢。咱们就这样走了？这事不是你我能左右的。学院后山的金丹修士，原来是你。他把你认出来了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学院。那都嘛，一不做二不休。龙吟剑，想不到已经将它修复了。哼，正好用来对付。动手果决，好的。陈玄风，你逃不了的。好机会！怎么可能？原来如此，利用护身法宝挡住青岩顶，再借青岩顶抵剑阵。陈玄风，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。梦离，我说过，你逃不了。你做的很好，那是自然，我不会放过任何与尊上为敌的人。虽说当年本尊亲手将你除掉，可真在见面，本尊还是有些难以置信。你竟然还活着，玄风哥！狗儿，快点走！别找，老子都不见得搞得定。冷静，我现在还不是他们对手。我去追，不必。天机剑，真命！甩掉了吗？问题，老子心头总有个不祥的兆头。女帝出手便是杀招，想来她绝无活路了。天机剑乃诸魂至宝，这次无论如何，她都必死无疑。只要她死，玄帝之物便归本尊所有。到时，那仙盟大会开启之日，便是尊上为正统之时。奇怪，什么事？我去办。天机剑的感应消失了。喵！笨蛋主人，得亏戒指关不住本喵。果然是你。呀，要不是本喵，你这家伙，呸！你这主人肯定灰飞烟灭了。没完没了。笨蛋主人，他不会走。天机剑，碎魂！小婉，躲开！快退！
击剑，天罚！老虎不发威，你们当老子是病门草？老虎不发威，你们当老子是病门草？击剑，追星！无极混沌，潜心为印。当时想看了看。天地灵气，无我为存。妙法灵剑，千层向乾坤。原来。力气用太凶了，小娃儿身体遭不住。哎，小家伙，以后有空再耍哈。小娃儿，老子再帮你一回哈。记到起，最后一回，没得下次了。老子要发飙了。哦，这股气息，尊上。是那个老怪物的神魂。好，我去对付他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本尊亲自来。是。果然是神魂，看来这老怪物生前至少是合体期。天机回！你居然会这种法术？你竟认得，很好。既然认出，那就留你不得了。一击剑，碎魂！我靠！晚了，本尊可没说过会放你出去。天机剑，噬魂！这次是真的怪了。就让我送你一程吧！后会无期了，陈玄风。别想走！化神期，天机剑，后空！
墨家绝技虚空封印之门。不管是谁，也给本尊住手！如此巨大的虚空封印之门，尊上只有一种可能。穆清扬，你若阻拦本尊，本尊必将你墨家逐出圣岛！自找的！为了一个元婴，就舍得如此之猛，便更不能上你的书卷了。若是能将那孩子带回来就好了。就一个元婴落入虚空裂缝，九死一生，也不知能否生还。尊上，穆清扬自尊上登临帝位，便处处与尊上作对，此次又添新仇，尊上作何打算？哼，本尊说到做到，将他们墨家逐出圣岛。王佐，端药。好嘞。这是哪儿？娘，他醒了，他醒了！哎呦，兄弟，你总算是醒了！哎，从我们捡到你那天算起啊，你可是睡了整整6天了呀！6天？啊，哎，这是你嫂子，我叫王二狗。我叫王佐，你也可以叫我狗蛋儿。你这孩子！哈哈，哎，对了，兄弟，你还没自报家门呢，你叫啥呀？我叫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叫我是谁？我不知道我叫什么。你方才说曾与陈玄风有过一面之缘。不错，那时他用计逃过一劫。那你说，若他活着，还会去哪儿？他从一个弹丸小国进入玄天学院，尊上只需守株待兔即可。就怕经此一次，他会变得更加警觉，不会轻易现身。尊上手中不是还有那个老怪物吗？这倒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件事，你要去办。是，尊上。小儿跑脱了吗？运气好，说不定能活；运气不好，那便是灰飞烟灭。那娃儿也算遭老天爷保佑，没那么容易洗白。你若投诚，告诉本尊陈玄风的一切，本尊便助你恢复肉身，如何？这个老子不晓得，但你跟南派老祖那个老辈子的关系，老子硬是想晓得得很呐。哼，
老怪物，你知道的秘密还不少呢。哼，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，嘴还挺硬。不过，只要你还在本尊手上，就不怕他不来找本尊。若是本尊用重宝，恐怕已经油尽灯枯了吧。你那重宝当真邪异，竟能腐蚀老夫的魂魄。哼，要怪就怪你不识抬举，本尊多次拉拢，不为所动也就罢了，还要坏本尊的好事。谁能想到，曾经那个小透明会成为当今威名赫赫的玄天女帝啊！本尊最恨他人提起本尊过所以为磨平世人记忆，你才给玄帝追封了白帝的称号是吗？原来你早就惊觉了。多活了几百年罢了，若这点心眼儿都看不透，早就死了。难怪自你掌控墨家，历届诸国之战，墨家从不参与。小透明，即使你坐上帝位，不过依旧是被欲念掌控的傀儡罢了。本尊不在乎。老夫只是想不透，你是何时拜入上界门下的？你会知道的。陈白衣，老夫就可止不住了。传音符都收到了吧？莫长老，陈玄风是丹堂出去的，我很难相信这种事。这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，而是下达玄天女帝的指示，学院必须执行。你，紫青长老，除了这件事，女帝还有何吩咐？陈玄风行踪未知，从云国来的学生，别让他们离开学院。哎，这要求过分了吧？丹堂长老，注意你的态度，这是女帝的指示。我知道了。哼。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丹堂长老这副样子。陈玄风引发过玄天金光，入院展现的天赋又那么惊人，丹堂长老耍些脾气也算正常，只是可惜了。说起来，玄天学院如今发放的丹药效果大增，多亏有陈玄风卖给易宝阁的丹方。若非陈玄风，学院恐怕还会损失3个好苗子。卫青、曹子庚确实是天赋超绝的少见之人。与陈玄风交好的周凡，不也是周武商会的少主吗？哎，这样的学生怎么就突然成了玄武界的叛徒呢？女帝心思岂是我等揣摩的，照办吧。这家伙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还以为你一直讨厌你这个表哥呢。我那是怕他连累我们云国。哎，我是不相信这种事的。师父，这绝对是误会。那段时间我一直跟他一起。哎，徒儿，很多时候真相是潜伏在冰山之下的，而我们是不得而知的。
哎，那家伙的事儿听说了吗？嗨，那当然了。有人说他是魔修，杀人不眨眼，每天都要饮血消渴。哎，有人说他修邪术，经常洗脑漂亮女修为他所用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淫贼呀。还有人说，哎，等会儿，咋啦？不是兄弟，我说的是陈玄风，盗窃圣物的陈玄风啊。你在说谁啊？就是他呀。啊？哼，什么魔修淫贼盗窃的，明明是他对女帝有非分之想。你没事吧？哎，我就是感觉脑子进了些不干净的东西。木姐姐，三哥呢？木姐姐，三哥虽然滑头，但从不冒失的，他肯定是被冤枉的。婉儿，你一定要相信陈玄风，他是那种能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一心会保护你的人，所以他绝不会抛下你的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木姐姐，与其伤心，不如用行动维护他，让那些肆意跟风指责的人狠狠打脸。木姐姐说的对，三哥临走前还让我好好炼丹来着，我要加把劲，到时参加炼丹大赛，争一口气，让他们这些人看看。哎，大力，来喝点水。哎，谢谢狗哥。哎，大力，过来喝口水。好。真看不出来呀，你这生得白白净净的，干起活却是一点也不含糊。狗哥照顾我这么多天，不多干点活，怎么好意思啊？哎，真热。哎，你咋一点汗也没出啊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你瞧我，都忘了你不记得。大力这名字都是我给你起的。爹，大力哥，吃饭了。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嘿嘿，人间绝味。你这小子还卖关子，让我看看。嘿，娘做了爹最爱的包子。哈哈哈哈！哎，臭小子，今天没耍你爹，有口福了。真好啊！你咋一点都不积极啊？都一起半个月了，每次吃饭都让人喊。来了。再这样，你嫂子又得训我了。狗哥，我们不回去吗？我听人说矿山有活干，那地方虽然累，但是给零食。好啊，一起去。回去告诉你娘，我们去矿山挖石头了。知道啦。
不是说还要人吗？嘿，那又怎样？没点表示就来，你当这活儿是大白菜呀？大人，你就先让我进去，事后再表示，怎么样？去，不行就不行。大人，你就再考虑一下吧，我们干活勤快啊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你哟，你什么你啊？一毛不拔还想进去讨差事，有多远滚多远！喂，跟狗哥道歉。啊？哼，跟他道歉？我看你是鸡蛋碰石头，自讨苦吃，就他妈欠收拾！大力，你个臭小子，我就不信了！等，道歉！等，你还知道疼？臭小子，快松开，不然我就喊人了。到时候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哦，算了，大力，运气不好，走吧。他在撒谎吗？说实话。我骗你们的，你们进去吧。大力，还是你厉害啊！你怎么知道他在骗人？感觉。吹牛。三小大人，除了几个监工，今日都是自己人。突来巡视，添麻烦了。哪里，少主来此是矿山的荣幸。你做的不错。是，小的告退了。少主如此尽责，实在让老身欣慰。如若不然，周家岂能安稳？只是这样下去，少主的女儿身迟早会被人知晓，到时怕是会有不少宗门会上门联姻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最近情况如何？丹药起效了吗？难，供奉的炼丹师都是束手无策。玄天榜赛已经落幕，炼丹大赛不久就会开启。等大批炼丹师进入中都，再传出消息，应该会有办法。是，老身这就去办。难道是他？一丝灵气都没有，凡人。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这样对你名声有损。是我失礼了。世间竟真有如此相像之人。你叫什么？我叫王大力。姑娘，你认识他？他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。姑娘，你那朋友叫什么？陈玄风。陈玄风。说不定。大力，你怎么了？姑娘，麻烦你照顾大力。你想怎样？给我往死里打！
姑娘，你走，别管了。哼，蠢货！哼，你又是谁？矿山从不准女人进来。看来我有必要换一个。修士，再让我看到这种事，我说到做到。小的不敢了，小的不敢了。没事了。多谢姑娘啊，不，多谢仙师。你刚才似乎还想说什么？也不知这姑娘说的是真是假，万一是大力的仇人。嘿嘿，我是想说，这个缘分奇妙，说不定仙师不久之后就能见到那位朋友的。他可能已经死了。狗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力这副呆样，不可能和仙师有关系的，一定是我想太多了。陈兄，你还活着吗？狗哥，我真跟那个被通缉的盗贼一样吗？哎呀，那还有假？矿山仙师都看你像。哎，你瞧瞧，还真有点像。嘿嘿，弄好了，自己看看。狗哥，你这画的有些一言难尽啊。没事儿，管用就行。等你出去啊，别人肯定不认识。约饭。大力哥，你这是要出门说媒呢？你这孩子咋说话的？狗哥，要不行啊？大力啊，别怕丢脸，你这样子啊，不会有人认识你的。是吗？可他就算化成灰，我也能记住呀。快去你娘那儿！嘿嘿，监工大哥，你这是？哼，你说呢？今天可没人能保得住他。你想怎么样？算你识相，我可花了不少代价才请来这些人，你一定要给我。怎么？真啰嗦。我是干什么的？不用解释了吧？你是山贼？确实有点意见。哟，醒了？你们这群畜生，杀我男人，夺我贞洁！婆娘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需要安静，安静。哦，娘，这是你？为什么这么做？外面那孩子还在我手上。王八蛋！耐心不多，只会再问一遍。这是你？陈玄风，陈玄风，又是他！他到底是谁呀？有本事你去找他呀！不管怎样，求你放过孩子。弟兄们，这小子醒了！你们这些混蛋，
他还骂我们。你要是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，我就放你走，怎么样？好，浑身上下就属嘴最硬，放他下来。狗哥，嫂子，你们放心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拉个狗东西为你们陪葬。你个孬种，敢偷袭你爹，给我往死里打！人啊！看起来你需要帮助。你是谁？我是你是我？对，我是你。想对付他们吗？想，当然想。他们害死狗哥，玷污了王嫂，恨不得将他们挫骨扬灰。那你还记得梦离？原来陈玄风就是我。这么大个人，你们都找不到，就算是老猪也能闻着味儿吧？你是在找我？嘿，你小子算你识相，老子正在气头上呢。看在你主动出来的份上，现在跪下给老子舔鞋，老子就饶你一命，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我来只想问你，那孩子，你说什么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们出不了这门。你刚才听见了吗？这是我今年听见最好笑的笑话。你做了什么？我给过你机会。第二个，你不是人，你不是人。我说过，你们走不了。现在肯说了吗？我说了，你就会放过我吗？看来你还不清楚谁在掌握局势。我说，往南走有个山头，就在我们山寨，小的可以。什么人闯我山寨？报上名来！站住！你再往前就死！仙师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若真是那人，至少给你500万灵石。仙师大气啊！啊！这是谁干的？灵气波动，你得罪了修士？不可能，进去看看。的确是修士所为，可此人怎会对凡人下手呢？是以前的仇家，在下也不知。哦，月的灵气波动，我想马上就能知道了。回来了。啊，是你。仙师，他就是那陈玄风。道友，对凡人下手可是坏了规矩的。
一个助纣为虐的金丹，也配教我规矩？元婴修士，前辈，高抬贵手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噬魂术，这是玄武圣岛的秘法。这画像上的人就来过我们矿山，我亲眼所见。事成之后，我要500万灵石。啊，好。前辈，别对我用噬魂术，我什么都说。为什么找我？玄武圣岛通告，前辈勾结界外邪神，抢夺圣物。您的画像已被传到各大陆的势力里。我不杀你。多谢前辈。但你见过我这件事，必须忘记。你们执事在哪？少主，这几日照顾千家，还望勿怪。本来就突然来此，执事没怨气就好。既然巡查结束，也就不必多留了。那我送送少主。执事，还请留步。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此地？现在认识了吗？你是陈玄风？你想拿下？是又如何？三小婆婆，你还不配。元婴期，这才不过1月，陈兄竟然……道友，还请高抬贵手，我以天道起誓，不会泄露道友行踪。想不到1月之内，他的修为竟然能达到如此境地。不过，这倒更让人怀疑他是否真夺了圣物。我相信陈兄，他那要强的性子，绝对不会做出此等事。我从未与阁下有所仇怨，不知阁下为何找我？我来讨个公道。少主，救我！道友，不知他如何得罪了你？今日之前，我修为尽失，忘却一切，不过是个农民，可还是被这家伙惦记上。为拿下我，他甚至拉拢山贼，害死狗狗。你说，我该不该讨这个公道？不可能，这家伙怎么会知道？少主，属下是为了家主啊！只要抓住他，献给玄天女帝，玄武圣岛定然会请人救治家主的。竟是为了父亲吗？少主，执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不可让人寒心呐。少主，只要抓住他，家主就有救了呀！执事说的没错，用玄武阶叛逃之人换家主之命，绝对值得。这就开始妄想。刚才那一下，是没让你尝到苦头。你什么你？给我跪下！好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，戏台都没搭，便能唱得这么好。就是不知你的少主，知晓你在矿山干着逼良为娼的买卖后，还会不会信你？言乱语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一个叛逃之人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啊？是吗？你不会忘记是谁帮你抓了那些女子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噬魂术，居然是玄武圣岛的秘法，一定是他拿圣物时偷学的。你还真是喜欢给人乱扣帽子。道友且慢，先留他一条狗命，待会再清算。
力哥，大力，先别动。大力，那些山贼已经被我解决了，我带你们出去。二哥，娘，大力哥，这里还有许多别的姐姐。好。这是？你说呢？我被山贼凌辱，抓到这里，而他将我们关起来，找人卖掉。哼，随便找个人冒充失足女子，便想污蔑我周家执事，可笑至极。事到如今还这么偏袒，打狗也得看主人吧。三笑婆婆，够了。少主，老身方才已经使用万里传音，他走不了了。好得很。大力哥，你能教我仙术吗？爹不在了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人，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娘。好，记住，好好修炼。嗯。喂，你到底还要这样禁锢我多久啊？再多嘴，我就把你拿去喂。这么凶，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陈兄。哎呀，你就不能先放开我吗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我调制的毒丹，你现在已经没有能力了。三小婆婆确实得罪了你，可你不能拿我撒气啊！拿你撒气？如果我被追杀，你就是我最好的人质。所以，最好别乱走。这附近毒虫走兽不少，丢了性命我可不管，明白吗？梦离劫杀我时，是你救了我。喵儿，主人还不算笨嘛。可他能找到，恐怕也是因为你吧。喵，主人还挺聪明啊！主人能听着我说话，你不是要找本喵算账吧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剑哥也下落不明，不得给我个交代吗？混蛋主人，本喵可是帮你继承了凌云剑啊！只有继承凌云剑，你才算是下一代玄帝。那父帝为何不亲口告诉我？喵，那家伙连本喵面都没见着，根本没有继承凌云剑，只能算继承了帝位。这么说，梦离费尽心思杀我，是为了得到凌云剑？主人放心，那女人只能找到这一次，血气的追增已经失效了。哦，这么说，你还知道些什么了？主人，你要做什么？憋了秘密不吐，容易产生内伤，所以我打算给你做个火疗，疏通疏通。喵！没这个必要，本喵说就是了。乖。上回送来的战弩所剩不多了，你们二人需尽快将下一批送来。谨遵主人吩咐。梦离，我听闻玄帝李文臣出乡。主人放心，梦离一定将他抓住。那我等你的消息。哼，玄武界第一天骄都栽在你手里，你这般狠绝之人，竟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元婴。你监视我？我只是怕你对主人有所隐瞒，所以才稍微安排了点眼线。哼，
原来在三长老眼里，比起抓到玄帝传承之人，监视本尊才更重要，是吗？我又怎知你亲自出马，竟能让对方逃脱呀？哼！而后大费周章通缉此人，却丝毫无用。你不觉得你这女帝当得很失败吗？三长老的意思，你来坐这个位子，会比本尊要强吗？苏氏武林有句名言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便少不了纷争，这争的无非就是名和利。梦离呀梦离，你就没想过那些修真宗族为何不敢服你吗？你太嫩了。主人之前解开封印所得都是身外之物，凌云界的真正传承其实是各代玄帝留在此处的道运。道运？剑哥提过，玄天学院的2件仙物也有道运，那这些道运是为何用？道运对于修士而言，就好比可以随意掌控的天地大势，其价值不亚于一件仙物。这么说，每代玄帝都掌握了道运？没错。主人若能领悟道运，自然就能接受各代玄帝的道运传承。事不宜迟，只能碰碰运气了。玄天阴阳诀，运转。不过，主人你现在境界不够，想要得到这些道运，这是至高元婴。主人就修炼了太虚神殿的功法，比起前面几代玄帝，这家伙也太变态了点吧。一气化三清，这便是道运。这感觉仿佛与天地融为一体，天地灵气接天浩浩的短短半炷下，却仿佛已经过去了数十载。这道运果真玄妙无比。灵界空间灵气浓郁，且时间流速与外界不同，加上至高元婴，此番种种，才让主人会有这般感受。你既然连至高元婴都能认出，可知此剑为何用不了？主人进入元婴后，灵界空间便能养育神魂，此剑诞生灵智，也因此陷入凝魂状态。可法宝凝魂，不是只有飞升上界才能做到吗？是啊，难不成这柄剑已然超脱此番天地了？算了，主人不必多虑，再过不久，此剑就能凝魂成功。到那时，主人询问便知啦。我等收到传音，前来相助。多谢。少主被那叛徒所擒，好在有周家灵印之眼，就在那方向数百里外。放心，他逃不了。陈玄风，你还是放了我吧。你身边的老太婆可没那么简单。我可以保全你的，只要你……叛徒，出来受擒！小子，少主呢？哦，这么快就追过来了，只是来救他的吗？哼哼，自然还得擒住你这叛逃之人，束手就擒，我还可以饶你。化神修士，你可以试试。猖狂！哼，叛徒，受死吧！
本应大圆满。不过一日，修为竟猛长至此，这小子果然盗取了圣物。还以为是什么难对付的家伙，原来是个元婴啊！待将你拿下，少导定能助我飞升上界。这就是道运，结合天眼，整片空间的时间流速仿佛凝固了一般。哼，小子，受死吧！元婴修为一击击败化神，这怎么可能？难不成是圣物的威力？闻道啊！三笑婆婆，别乱走，好好听着。陈玄凤，还有不少人正赶过来。你若现在不逃，接下来就只能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与你从无仇怨，可你却不惜舍弃你那少主的安危，也要处处针对我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老身当然是为了宗族。就这？都是千年的狐狸，就别自欺欺人了。哼，小子，你如今身怀圣物，即使是隐世老怪，恐怕也会对你垂涎3尺。你真相信我身上有圣物？如若不然，你个弹丸小国出身之人，没有修炼资源，能有这般修行速度？修行速度？修为提升过快，竟无意间造就了是有圣物的假象。而刚刚只用一击便镇压了那化神修士，更加让老太婆心中确信我是靠圣物取胜。好一招怀璧其罪，梦离！怎么，无话可说了？为了圣物，连你少主是死是活也不重要吗？老身这些年对少主照顾的无微不至，不过只是看父敬子罢了。啊，而今家主身中异毒，多少炼丹圣手都束手无策，只怕已是回天乏力。如此，老身当然要谋划后。好一个谋划，说得不错，这么做也无可厚非。只是，你为何不自立门户呢？哼，少主心思单纯，这么好的傀儡不用，岂不可惜？你还挺不客气，看来你在他眼中，只是方便操控的傀儡而已。三笑婆婆，少主，你刚才的字字诛心，他全都听见了。你竟然用了圣岛秘术！你既然说我身怀圣物，那这圣岛秘术用在你身上，不正常吗？你，对不起啊。别来这套。你要做什么？陈玄风，你别乱来啊！梦离对凌云界如此执着，恐怕不只是因为地位这么简单。剑哥下落不明，如果在他手中，恐怕会逼问我的一切。看来得快些继承凌云界中的道义，提升到化神期。总算追上你了。解毒丹已给你服下，何必再来纠缠？啊！换我宁风即可。宁兄，我追来其实是有一事相求。如果是为了你的父亲，
还是另谋高就吧。宁兄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求求你了，宁兄，只要你陪我走一遭，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你凭什么认为我能救你父亲？我路上偶遇了一个道士，他给我算了一卦，说找到这个人就可以救父亲。阴阳道种，耳听东言，黑白相承，重影云间。这说的是我。这天底下怎会有这么巧的事情？莫不是那道士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寻找我？连我自己都小心谨慎，又有谁会承认叫这个名字呢？那是陈兄的马车，就怕眼线多才用这种方式赶路，不会被看穿吧？还好，再有2天路程就到传送阵所在的紫城了。本喵的坐垫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家伙抽了什么风？你就这样称呼你主人？呀，哼！本猫还想告诉主人某件重要的事情呢。哦，什么事？和主人你这副态度，哼！你想做多久都行。喵，小小主人还不是要顺着本喵？这家伙，可以说了吧？主人，你的道运传承可以开始了。这是请允许本喵郑重向主人介绍，这就是历代玄帝留下道运的圣坛——玄武圣地。你终于来了。第10代的玄帝，连续赶路2天，马也吃不消，你再去城中迁徙来。好说。姑娘能否先把这2日的工钱结一下？是呀，姑娘，这倒也是了。我们哥俩也想去热闹热闹。您看，记住早些回来。多谢姑娘。大哥，今晚可以好好潇洒了。姑娘放心，马匹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大哥，走吧。来了。
么刀运传承，差点累死在里边，熏死我了！什么熏死了？哎，好浓郁的药香，怎么还有股焦味儿？可不是嘛，都炸炉了好几次了。你这像是炼药炸炉了？有这么明显吗？路上无聊，研究了下炼丹术。是到地方了吗？还有些距离。这2日一路走来，全是排查你的岗哨，并且都有金丹坐镇。看来那老太婆把我现身的消息，你传得人尽皆知了。我从未料到，她竟是这般满眼算计之人。长痛不如短痛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救你父亲。长祖，我们都来此2日了，那周家的消息只怕不实啊！急什么？若他真这么容易被迫现身，本座也不必亲自来了。可长祖，您等人挑哪儿不好？为啥偏偏选这个地儿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就是这儿了。嘿，怎么样，大哥？今天开心了吧？开心。木姑娘，咱就不能挑个正经地儿吗？对方已经在这等了。哪有来柳墨之地谈事的？你有意见？卫青，前不久被他暴打的玄天榜赛前10，你都忘了吗？在他面前摆谱，你怎么敢的呀？我没意见。那就好。这环境私密。你这话说的也对。等的人到了。哎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哼，老弟，干了3年的车夫，咱们总算是遇到一次贵客了。大哥，咱们也算熬出头了。臭死了！大哥，他嫌弃我们，嫌弃才对，说明咱们还没醉。这就找到床了，真快啊！是他？是我的错觉吗？统领，您怎么了？这2日传送阵一定要加强戒备。统领放心，我们此次用正心镜看守，那家伙逃不了。正心镜能识破一切伪装的仙物，看来子晴知道我能改头换面后，特意准备这东西，就是为了防止我用异形丹。这种情况下，想要混进传送阵肯定是不行了。若想离开，除非灯下黑。
什么？你要搅局？不错。黑风窟如今在西南大陆已是居首，怎么还跟女帝对着干呢？本座跟陈玄风有一个交易，交易尚未完成，本座岂能失信？况且，本座最恨的就是当今女帝，她与本座的仇怨，不是那么简单便能了结的。我听你的，怎么做？反者，道之路。圣物的诱惑，已经让不少人觊觎上我。如今这潭水表面是风平浪静，底下实则暗涛汹涌。一旦我现身，就如同一块巨石砸进去，掀起滔天巨浪。那为何我不让这浪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呢？既然你们不愿意冒头，那我们直接将他们引出来吧。陈玄风真的出现了，是出现了，只是什么？统领，出现了4个陈玄风啊！你说什么？他又来了俩，抓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仙师们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嘛！你刚才给他们喂的丹药，竟能按照你的样子变化？路上琢磨的炼丹术，起了点效果罢了。连父亲给我的异形丹都没有这种效果，陈兄的炼丹术恐怕已经比肩那些炼丹宗师了。我们现在做什么？浑水摸鱼。统领，你看，哎，臭小子，居然还有同伙！他太熟悉我的功法，你来。好。快，把张心镜拿来。假的，凡人。他是木偶。此人实力不俗，倘若其他3个人也如他一般，发女帝令，把在此地的修士都给我招来。是，你们都靠过来，助我施法。好机会！阻止他们！哼，别小看人。若真没点准备，怎么敢凭这点人手守株待兔啊？干得好！这点本事也敢出来搅局？哼，这点本事足够了。哼，是吗？那这样呢？哼，为对付我，这准备还真是隆重。这是女帝令，律令既出，莫敢不从，定是叛徒陈玄风现身了。一道穿云箭，昭告诸军前相见，七位都出来吧。说的不错，想必静候多时，都在等这一刻吧。若是去晚了，怕是什么都捞不着了。哼，老毒物，你还没死！
哈哈哈哈哈哈！许久不见，诸位又老了许多呀。哼，我可不老。哈哈哈哈哈！是在下失言。哎，老毒物，看来你的狗鼻子也有闻错的时候，害得老子都出糗了。想不到云梦三绝的楚道友也来凑热闹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我也想看看乔无忌会不会来关照他这个丹堂弟子。切，要我说，楚道友，我也不差吧？你何必对那个花心萝卜死缠烂打呢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律令已出。这可是正大光明出手的机会，各位不会忘记那陈玄风身上有什么吧？这是打算抢夺？小子，这下你在劫难逃了。尊上，朱颖动用了女帝令，尊上是否动身亲自前往？不必。尊上难道要放过他？有人比我更想要这份功劳。趁阵法还未闭合，快走！哼，走？他走得了吗？老毒物竟然也来了吗？你的味道很熟悉，很像老夫认识的一位小辈。啊？毒皇前辈不妨直言，我也想听听这搅局之人是谁。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味道虽有印象，可却记不太清了。想不到老毒物竟然把我忘了。不过，摘掉人皮面具就能知道了。哈哈哈，有意思。不好，老毒物，拿下一个元婴都这么慢，你不会真不行了吧？竟是个女修，是她。黑岩，你竟敢跟女帝作对！哼，又是个女修。女帝，她打断我的腿，如今又给我一副拐杖，还想让我感恩戴德，她是有多大的脸面？放肆！敢对女帝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只要表现对女帝足够拥护，我一定有机会飞升。我都要看看到底是谁活腻了。柳玉是那个能吞噬五感的结界。他明明才是元婴，怎么可能展开领域呢？不只是他，这个女剑修似乎也不简单。又一个领域！这怎么可能？不！可怕的天赋！化神修士就这点实力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是个元婴啊！为什么这些化神修士如此无能？你们没渡过心魔劫，而他们领悟了天地大势，可以展开领域，你二人自然不是对手。啊！他居然变得这么强，难道一开始他就没把我当过对手吗？这样直接暴露，
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放心，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可以撤。快点，我快坚持不住了！他们要逃，快拦住他们！拦不住的。我还是真有些好奇，这陈玄风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然让2个这么厉害的女修为他赴险？是吗？那我抓住他们之后，替你问问，如何啊？想不到连他都来了。圣岛三长老，好强啊！跪下！这下子他们有苦头吃了。圣岛长老亲至，任天父何其妖孽，都毫无胜算。糟糕，三长老的实力不是刚才那些家伙可比的。我还只在师父面前感受到过这种压力。为了陈玄风，连圣岛三长老都亲自出马，还不是某人手下实力不济吗？多谢三长老相助，还望三长老看在女帝的面上，将他们交于在下。哼，朱统领，你觉得我亲自前来是为了什么呀？哼，你不会以为凭这个就能抓住那陈玄风吧？三长老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哼，手下里混进了老鼠都不知道。朱统领，你还年轻呢。老鼠在猫面前，该现形还是得现形。他这是要……不好！他是什么时候混进来的？抓住他！好机会！滚开！好厉害的意志啊！你真的在这儿？陈玄风，下回玩失踪能不能先跟我们通个气？有个东西叫传音符，知道吗？他和本座交易还未达成，可没那么容易死。玄风道友，长座可是为你跟女帝撕破脸了。诸位，有心了。仔细一看，这小家伙还挺俊俏。轻而易举破了我的压制，绝对不是一个元婴能做到的，肯定是圣物。没错，一定是。陈玄风，你可知罪？敢问三长老，我有何罪？哼，胆大包天盗走贵为玄武圣物的玄帝之物，这等卑劣行径罪不可赦。此乃其罪一。女帝宽宏大量，为祸及你的家人，以示仁至义尽，而你却不思悔改，竟还携圣物逃脱，简直丧心病狂，此为其罪二。如今已然毫无退路，你竟还妄想困兽之斗，联合这些乌合之众逃离，妄图将圣物据为己有，简直冥顽不灵，罪上加罪，此为其罪三。三长老所言，说好听点，不过是些片面之词；说难听点，就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罢了。就是想对玄风道友扣帽子，就直说呗。的确，这般信口开河，
倒像条老狗盈盈狂吠。哼，巧舌如簧，别妄想你们这般东拉西扯就能改变事实。若无考究，我断不会这般笃定。哼，陈玄风，你的四弟还认得吧？竟然把他带来了，自是认得，可这又能代表什么？各位，你们如今有这般修为，想必都是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修炼。可你们知道陈玄风用了多少年吗？陈玄风，无碍，让他说吧。哼，陈鼎，你来说说吧。陈玄风，你从小就是一个废物，直到18岁才觉醒灵根，更别提还是一个没有记载的废灵根。如今距离你觉醒灵根不到1年，若你没有偷到圣物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至元婴？本殿下都是因为你才会过得这么卑微。这家伙真正的修炼时间还不到1年。这样不是圣物，母猪都能爬上树。难道真是他偷了圣物？陈玄风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当然有话说。三罪俱存，历历在目，罪证确凿，无可辩驳。你竟还不认罪？是，就凭这圣物耀武扬威，联合这些家伙搞事儿，这第3罪就躲不掉。哼，我说怎么会被他轻易击退？原来是靠着圣物。若是没有圣物，恐怕他只是一个废物罢了。难道他真是靠着圣物？既然我是小国出世，又怎会知道玄武圣理？各位，你们难道就不觉得奇怪吗？陈玄风，你没资格说。如今整个云国都被你连累，你还要执迷不悟吗？我没有想过连累任何人，这一切都是被迫的。哼，被迫？别再自欺欺人了。如今宁妃已被打入大狱，3日之后就会问斩。既然你不认罪，那就让他来替你认吧。你说什么？话我已经送到，宁妃是生是死，就看你了。哼哼，你也听到了。你若交出圣物，束手就擒，我可以对你母亲网开一面；否则，你知道后果。无耻！用一个凡人来威胁，圣导的脸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厚。能用脑子解决的事情，何必动手吧？陈玄风，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原本想晚些再摊牌，看来不得不提前了。3长老，不知道你还认不认得此物？此剑剑柄黑龙盘踞，剑身气如墨玉，莫非是？莫非是龙吟剑？的确是龙吟剑，此剑居然就是传闻中的龙吟剑，难怪有那般威能。奇怪，传闻龙吟剑不是早就断为2截了吗？他怎么会拥有龙吟剑的？小子，这剑哪里来的？此剑乃我随身之物。这绝无可能！玄武界只有1人有过这柄剑，那便是当年的白帝之子，第1天骄陈玄风。没错，小子，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。这柄剑不是你能随意染指的。拿过去的我来压现在的我，这些家伙还真是一群人才。此剑是我亲手修复的，莫非诸位还想让我交出去？啊！亲手修复？他居然说能修复龙吟剑！哼，修复龙吟剑，哈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当年白
白帝之子遇袭，弓箭化为2截，不知有多少炼气宗师出手乘势修复，都是铩羽而归了。难道你一个叛逃之人，能有那些炼气宗师的本事？难道三长老就未曾想过，为什么那些炼气宗师无法修复吗？哼，不过是剑随主王，还能有什么原因？难道他是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明明死在了梦离的手上。三长老，我想你现在已经知道了，对吗？你还活着？我当然活着。你想要什么？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哼，痴人说梦。就算活着又怎样？一个小小原因，情中女还不是弹指之间？这么快就沉不住气了？不堪一击。道韵，你竟然领悟了道韵！道韵，那可是无数修士梦寐以求的东西，就连本座都没能走到那一步。啊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元婴期领悟道韵，这陈玄风的天赋，比当年的白帝之子都要妖孽啊！难不成他是白帝之子转世？哼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转世重修，只可能是上界之人。白帝之子身死前还未飞升上界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小子，你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很快你就能知道了。三长老，别挣扎了，你的灵力已被锁住，用不了的。方才三长老认出我了，还敢动手，想必已经臣服梦离了吧？哼，他还不够资格。哦，那用云国来要挟我，是你的主意了？哼，那又如何？这青岩鼎内存在着真言之火。你想做什么？真言之火会对说谎的人灼烧灵魂，所以三长老准备好接下来的噩梦。哼，陈玄风，别把我当傻子。真言之火可是天级品阶灵火，凭你也配拥有？就算拥有，也需要仙物器皿才能处放。就算是，哦，就算是什么？哼，我可没空陪你闲聊。是吗？那你是准备好说真话了？哎呀，身体为何如此寒冷啊？这脑袋却有炙热的烧灼感。我问你，明明已经知道我是谁，为何还要抓我？哼哼，一个叛逃！这现在信了吗？这不可能！你哪来的真言之火？你不需要知道，就算你不说实话，真言之火也会逐渐灼烧你的灵魂，到时我可以轻而易举对你进行搜魂。你敢？好啊，你可以试试。我再问，为什么要抓我？哼，抓你不需要理由。还不说吗？陈玄风，就算是死，也别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丝消息。自尽？你也太小瞧我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明明已经自断经脉了。你没必要知道，既然不肯说，那我就自己来找。住手！
这里是哪？无法感知真元，我这是神魂状态。莫非这是三长老的意识内境？为何会这样？之前搜魂可从未被吸入对方意识内境。这不是三长老吗？小贝，你是谁呀？他不认识我，我叫陈玄风，你又是谁？哈哈，吾乃玄武圣岛三长老，掌圣岛司法，陈玄风。这说话的感觉，为何与方才的三长老完全不一样？难道说……吾从未听说过你，可是圣岛新招收的弟子啊？既不是圣岛弟子，为何擅闯吾的居所？三长老可知今夕是何年？小贝，吾的问题你还未回答呢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荒唐，简直是不知礼数。唉，罢了，与小贝计较有失武德。现在是玄帝9700年。玄帝9700年？那时我还未出生。敢问三长老，可知是何人为玄武界主？自然是当今玄帝陈白衣。果然，这才是真正的三长老。小贝，你问完了没有？三长老可知我是谁？你不就是叫陈玄风吗？三长老，其实你被困在意识内境中整整300年了。小贝，你若有心呢，不应说出此等荒唐言论。三长老在此地这么久，难道就不好奇那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两个三长老。是什么？这是心魔之气。不好，这些魔气在侵蚀三长老的意识，依我神念，引诸魔之剑。看来这些石柱应该就是三长老的记忆，那这道灵纹想必应该是用作封存记忆所，而这应该就是三长老的心魔。心魔之气，赤伴仇恨，黑伴因果。这是有人利用三长老的因果，让三长老心魔入侵，篡改了他的意识，而为掩人耳目，将三长老的其余记忆封印。如此一来，就拥有了个忠心听话又有意识的傀儡。我倒要看看，做这种事到底是谁。剑哥！剑哥，那人到底是？想不到我精心设置的封印会被一个毛头小子破掉。看来他不是剑哥。你是玄帝的继承者？你是何人？等你参加诸国之战，我气人，自然就能知道我是谁。诸国之战，气运。
三长老，服下这个吧。小贝，若非有你，不知我还要被心魔占据身体多少时日啊！三长老可知，是何人将你变成这般？唉，太久了。看来那人抹去了三长老记忆。小贝，我还是想确认一下，你真是陈白衣之子？三长老，这是父亲给我的成人礼。不错，是玄帝之物。颜长卿拜见玄帝。三长老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父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虽有天赋，可并没有继承凌云界。玄帝之名呢，也只是有名无实啊。哈哈，好在他有个好儿子。三长老，我有一事可否相告？知无不言。那道士似乎走了，你刚才说他给你算过一卦？路上偶然遇到的。轻而易举破开法阵，一瞬间对这么多人施加定身咒，简直是怪物。总感觉那道士的灵力有些熟悉。你也是吗？那道士应该出自玄天学院的烈阳堂。出自我们学院？他的灵力炽热浑厚，似火山喷发一般，隐隐间能感受到丝丝龙吟之音，与烈阳堂那份无人参透的功法灵力极为相似。炙热浑厚似火山，龙吟，焚天诀。为什么你对我们学院这么了解啊？在玄武界，谁年少时不想进玄天学院呢？你这天赋也不差，为啥没进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好吧。卫青道友，这世道，有些人生来就能坐拥一切，有些人生来为了一张饼就得头破血流。对于生来就在修真宗族的你而言，进玄天学院不过是唾手可得罢了。可长做……黑瞳，你话多了。属下多言了。看不出来，你以前挺惨哈。三长老是我们的人了。真的？他们怎么都不动了？帮我算卦的道士突然到这儿，把他们都定住了。如此大范围的定身咒，还能精准施法，此人恐怕已经达到化神大圆满的修为了。化神大圆满，这种修为竟还未飞升上界。不过此人所为倒是对我有益，但他为何让周灵儿找我？既然事已了结，本座便不多留了。慢着！啊，血灵鹰！真想不到我能见到此种魔物。这是给你的。玄帝竟将此物轻描淡写的送与他人。血魔双灵鹰，看来此人与玄帝关系非浅呐。这是何意？本座与你之间的交易不是还未完成吗？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有了它，你可以更快进入化神，一统西南。到时助我培植事务也会更快。本座会在西南等你。接下来你打算去哪？回学院吗？我打算去中都。中都？巧了，我们也要去。你们？还不是曹子庚那家伙，居然是夏圣朝皇子，说是要参加什么诸国之战，已经提前回中都了。婉儿也一起同行去了中都。五妹去中都干什么？婉儿想参加炼丹大赛。别担心，
曹子庚那家伙陪他一起去的，把他当祖宗一样供着呢。不过你去中都干什么？是我求陈玄风为我父亲解毒。既如此，我们一起。事不宜迟，走吧。玄弟，我会在云国等你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去，我身上怎么这么多鸟粪啊？咦，臭死人了，离远点儿。想不到啊，那位竟然会出手。你知道那道士？继白帝之子后，他是第2个能冠绝玄武的天骄。我当年有幸在圣道大会上见过他的影子。实力那么强，难道没进玄武圣岛吗？他进过，只是后来又叛逃了出来。叛逃？这感觉怎么和那陈玄风一样是吧？都是天赋异禀，都是叛逃的罪名。莫非这其中有什么秘密？得快点告诉女帝莫千寻那个家伙现身的消息。主人，三长老既然已脱离您的掌控，不知接下来您如何打算？无碍，这事儿你看着办就行了。那陈玄风还要抓吗？他已得玄帝认可，悟了道运，凌云界就算夺了也是无用，再抓也是浪费精力。难道就这样放过他？放心，历代凌云界持有者，如若不参加诸国之战争夺气运，就算进入化神，也只能任人宰割。但若他参加，那就不得不面对我。原来主人早就算好了。我掌控此番天地2000年，自然懂些谋略。你那点小心思，我也都看在眼里，只是懒得计较罢了。主人恕罪。三长老针对你，也怪我当初刻意释放他心魔所致。你有脾气，我能体谅。起来吧。谢主人。对了，上次你说抓了个生前至少是合体期的神魂，我看看。找老子有啥子事？老家伙，本尊的主上想见你。那就看仔细点哈。阁下认出了我所受梦离的法术，能认出这等古老法术的人，想必也是与我同时期的修士。不知阁下名号？哼，啥子名号？小娘子，老子看你硬是喝酒了哈！啊，连自己从哪儿来了都搞忘记了嗦。敢对主子不敬！信不信本尊灭了你的神魂？老子在跟他吹把子的事，哪有你娃儿插嘴的份儿？你说什么？梦离，退下！主人，有些话我不想说第2遍。是。你这嗓子过了上万年还是没变。你倒是出息了。啥子嘛？老子消失了那么多年，你觉得你个人可以做主了吗？啊！不为自己做主，岂能还安在？又岂能知你还残留一道神魂苟全于世？哼，那个说起来，还是老子的错嗦。当然是你的错。老子啥子身份？你有啥子资格那么跟我讲话？哼，还当你是那个万人敬仰、震烁灵界的无极剑主吗？你为追求剑道，与地狱神尊深入虚空，对天心剑功不闻不问，你算什么剑主？
难怪他们一群小小之辈敢直接出手灭族。你说啥子？哪个混球敢对老子的天心剑功动手？怎么不敢？你这甩手掌柜当的自在，又怎么知道剑功被多少人觊觎？等你深远之事传回人族，天心剑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若非幽冥使与我相识，剑功数万弟子早就被屠杀殆尽了。唉，连幽冥使都惊动了，莫不是剑功已经覆灭了？多说无益，以后你自会知晓。天心剑功，唉，没想到主人竟与这老家伙有渊源。好在二者关系并非要穆千寻，躲躲藏藏多年，终于现身。子晴，你去监视三长老，记住，别打草惊蛇。是，尊上。尊上，那陈玄风已领悟道运，若他突破至化神，本尊天赋不比他差。唉，来中都4、5天了，你就没点闲逛的心思吗？本公主来中都只为参加炼丹大赛，其他事与我无关。啊，那陈玄风的事儿也与你无关？哥，你有三哥的消息了？啊，行了，我方才收到卫青的传音，他们到中都了。你要是骗本公主，本公主就……我才懒得骗你。婉儿，姐姐，看不出来这两人感情这么好啊。不用了。哼，你不是说陈玄风跟你们一起吗？对啊，他去了周武商会。那不是周凡他们家吗？哼，小子，你竟敢送上门来！三笑婆婆，退下。少主，老身绝不可能放任你带一个叛逃之人进入周家。你为仆，我为主，你最好认清自己的位置。哼，老身很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就怕少主你不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周三笑，我不是谁都可以操控的傀儡。周武商会，周三笑，少主啊！周三笑可是周家的管事啊，竟然称这小子少主啊，那这小子岂不是云梦大陆周武商会会长周仙甲之子？你说我是该叫你周灵儿，还是该叫周凡？这小子什么时候？你们都给我下去！你怎么知道？这东西可是你给我的。小子，这件事你若敢泄露出去，周家绝不会放过你。父亲不在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周家现在我说了算。都怪这个该死的小子，坏了老身的好事。我来这里可不是看你们的家事啊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觉得挺好，用小的代价看清身边的人，总比以后一无所有要来的痛快。你说是吗？谢谢你啊，陈兄。带我去看看你父亲。好。哼，原来少主带此人回来是要为家主去毒啊。家主的毒，中都10几位炼丹宗师都没有办法，这小子又能做什么？我做事轮不到你指指点点。他陈玄风一个出身卑贱之人，
能有如今这点修为，全靠圣物。去毒救人，那可是要真本事的，他哪有那个能耐？老身打心眼里就瞧不起他这种人。周三笑，我是不是对你太客气了？老身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。别跟畜生浪费表情，跟他纠缠是自降身价。走吧。你说什么？一条疯狗，平日里装的人模人样，伪善的面具一旦被戳穿，便如现在这般气急败坏，开始胡乱撕咬。小子，你找死！这可是你自己实体人鹰。这是最后一次，没有下次了。看来这周家还有不少秘密。哎呀，周会长的毒已经越来越严重，这样下去恐怕撑不过3天了。哎呀，秦大师啊，您在中都素有名望，能否帮帮周武商会啊？哎，中都的炼丹宗师你也知道，大部分都是爱惜羽翼之人。周会长的毒已经让10几位炼丹宗师束手无策了，如今谁还敢来碰这个硬钉子？难道真就没办法了吗？让我试试。臭小子，你别开玩笑啊！哎呀，二叔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都带人回来了。你说他呀，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呢？你是陈玄风啊？是。你把这叛逃之人带回来干什么？想让女帝把咱们周武商会给端掉吗？二叔，你别激动，陈兄是我带回来给父亲驱毒的。驱毒？就他？哼！找一个叛逃之人为周会长驱毒，周凡少主是故意在羞辱我们炼丹师吗？我们尽心尽力了1个月，1个月都没能驱毒，看来你们真的是对此毒束手无策。叛逃之人有什么资格议论？你父亲中的毒无解，也不可去，想必再过3天就会生机枯竭。啊！只剩3天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周会长只剩下3天时间？他可是连会长的气息都没探查过。小子，偷听别人讲话是不道德的。原来是耍了滑头。连陈兄也没有办法吗？有办法，只是有些麻烦。小子，说大话谁不会？你刚才还说此毒不可解，亦不可驱呢。确实如此。那你还说有办法？夏虫不可语冰，有些话说了是需要本事的，而我刚好有。这些灵药都很常见，帮我准备7份，明日我便开始帮你父亲驱毒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准备。哼，那老夫明日就等着看你的好戏了。小子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！秦大师可是中都炼丹协会的长老，你把他得罪了，连累了我们周武商会不说，还让会长少了一份被救治的希望。1个月都没办法的希望？哎，放心，我是周凡的朋友，他的父亲，我绝对不会让他就这样离去的。
阁下如此着急，是有什么急需的东西吗？那这些灵药都给我最好的，所有的全部准备7份，要快，明日就要。这位道友放心，你留个居所之处，明日奴家亲自送到。周武商会，记住，明日就要，一定要送到。一宝阁，一诺千金，绝对做到。好。这么多灵药，还好，只是一些常见的，仓库里还有一些备用。才回中都没多久，就能卖出这么多灵药，运气倒是不错。不知道小峰峰会不会来中都呢？短短几天，主人就能将第7代玄帝的炼丹道运全部炼化，哼，厉害厉害！难不成每代玄帝的道运传承都不一样吗？哎，主人，你还是先好好修炼吧，有些事知道的太早，对你也没好处。你这家伙！准备好了，丹药协会的人上门了，他们还请了中都第1炼丹师施压。这群家伙，毒都没去除，还想着法子找回面子。陈兄，对方可是丹圣，你有把握吗？当然有把握，正好我也想见识见识，这中都第1炼丹师到底有何能耐。来来来，下注了下注了！以小博大，以小博大呀！怎么围了这么多人？昨夜中都丹药协会的秦宗师散出消息，说有人藐视中都炼丹宗师，今日便声称有办法为周会长驱毒，找来了丹圣来为周会长驱毒。这秦宗师还挺较真儿，怪不得人家，要有人在我面前说商会坏话，我也会恼火的。来来来，下注了下注了啊！以小博大，以小博大呀！哎，道爷，你这怎么个以小博大法呀？哎，用灵石。极品灵石。各位来这儿都是看热闹的，可这看热闹也得有个参与感，不是？眼下就有个机会，1万下品灵石下注。陈学峰，难道是同名？只要押对了，我就送1块极品灵石。这道士看起来普通，竟能拿出这种稀罕物，怕是一个隐藏修为的修士。1000下品灵石换1块中品灵石，1000块中品灵石换1块上品灵石。既然丹圣都出马了，想必周会长的毒一定能驱除。他可是中都第1炼丹师，我押丹圣。说得对，听说那陈玄风做了不少坏事，我不信他有那个本事，8成是坑蒙拐骗，我押丹圣。我去，1块极品灵石都够我这金丹用几10年了，我也要押。各位，小注怡情，大注伤身呐。这一旦押注是不能后悔的，还请谨慎选择呀。你废话怎那么多？大伙儿都押了，你不会是输不起吧？就是。只是怕结果出来后你们舍不得呀。能有啥舍不得？道爷你这必输呀！你就等着给我们每人1块极品灵石吧。奴家也来试试。看来这姑娘有些缘分。这莫不是个傻子吧？长得一副好皮囊，咋配了个猪脑子？嘴巴不要的话，可以捐给需要的人。
先去送灵药吧。切，待会儿有你有输的。这是阁下的灵药。好，多谢。外面都在传，周会长会被谁给治好？奴家也很好奇，想在这多待会儿。少主可会介意？请坐吧。易宝阁在中都这么多年，难道不知道丹药协会的底蕴吗？就是，你们易宝阁的丹药可都是丹药协会提供的。奴家当然清楚，只是最近丹药协会的丹药又涨了许多，易宝阁怕是很难再继续合作呀。你不要有的是人药，到时候易宝阁就等着关门吧。那就不一定了。小贝，你妄称能为周会长去毒，不知师从何处啊？无门无派，只是有些机缘而已。哈想不到啊，周仙甲的儿子竟然带了个野路子给他去毒，也难怪副会长你会同意我来呀。昨夜小辈不懂事，多有冲撞，还望秦宗师大人有大量。哼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你赔什么礼？周凡还不向秦宗师赔罪？二叔，你……哎，打住啊！诸位，老夫从不倚老卖老，但今日之事事关丹药协会和中都炼丹宗师的荣辱。此人是叛逃之人，本就人人得而诛之，但他昨夜却口出狂言，说能为周会长驱除这难以根除的异毒。此毒古怪，老夫好心劝阻，言中都的炼丹宗师未有办法，却遭他辱没，欺我中都炼丹宗师无人。哼，小贝，既然你说你有办法，今日我就在此为大伙做个见证。若能治好了周会长，我便放你离开；但你若没有治好，不仅要跪下赔罪、磕头认错，还会被抓往圣岛。不愧是丹圣啊，就连修为也如此超然。哼，被通缉还明目张胆的来中都，不抓他抓谁？小贝，现在认错，把你说的大话收去。磕头认个错，还有机会翻篇儿，不然什么？抓我？道运，还是炼丹师最渴求的草木道运。小子，把草木道运交给我，我饶你不死。就凭你？怎么可能？用丹药堆出来的修为，跟纸老虎无异。我接下来要给周会长去毒，有谁对我不满，之后再算。拳头大是真理，这不是商量，是警告。你究竟想得罪多少人才罢休啊？这就是你带回来的人？二叔，别人都欺负上门了，你还把刀口对自己人，我倒想问问你，到底是吃哪家饭的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他怎么讲话，还轮不到你来教。小峰峰
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霸道了？真是弄得奴家心痒痒啊！但是大人，你好些了吗？无碍。看来这陈玄风拥有圣物的事，应该是真的了。若他真有圣物，恐怕这中都的势力早就将周武商会包围了。化神在他面前犹如蝼蚁，寻常人妖哪能做到这种程度？他嘛，可是一点也不寻常了。还行。且慢，论斗法我不敌你，可这去毒你绝非我对手。你凭什么这么认为？就凭丹圣大人是中都第一炼丹师，他若不能驱毒，天底下绝无第二个人能为周会长驱毒。那为什么周家请他时，他没来？我在闭关呢。是这样吗？哼，丹圣行踪不定，老夫不清楚。你不清楚，但我还是有些清楚的。周会长中毒1月，周家请了1月，丹圣刚好闭关了1月，而我一来，丹圣就出关了，实在是有些巧了。小子，我看你是不想让丹圣大人为周会长驱毒吧？哦，你确定他能驱毒？除了我，没人能为周会长驱毒。是吗？万一你要是没能驱毒呢？小辈，你什么意思？只是想不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驱毒呢？小辈，可还记得你昨日的荒唐之言？你说此毒无解，亦不可驱。老夫今日请丹圣来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是吗？既然你们如此想要挽回声誉，在下不退，那便太过刻意刁难。陈兄，你怎么？对方如此笃定，就让他试试。放心，我会在旁边的。那便劳烦丹圣出手了。小辈，周会长所中之毒，虽然如今已经侵蚀神智，但无需担心，我炼制的万毒丹可以以毒攻毒，达到压制此毒之效。以毒为引。丹圣大人之所以能成为中都第一炼丹师，就是靠的这一手毒物炼丹。没错，是药三分毒，任何灵药的调用都需要中和这些毒性。可丹圣大人天纵奇才，特立独行，能享受以毒克毒的炼丹术。大毒亦是大补，所以他的炼丹术才能独领风骚。毒邪入内，性质莫乱，灵药寻真，各归其源。退了，退了，毒退了。不愧是丹圣大人啊！一出手果然就能药到病除。方才斑纹满面的脸，现在竟然如此红润。中都第一炼药师，名不虚传。啊，真的退了？呵呵，我说能去毒，就一定能。哼，小辈，你现在还有何话说？不过是退了毒纹，就言之凿凿的说药到病除。要是我不在，周会长恐怕就真的要魂飞天外。小辈，事到如今还矢口否认，未免也太不把丹药协会放在眼里了。小子，既然你说此毒还未解，有何凭证？你们所说的满面红光，
不过是回光返照，他根本没有去毒真龙。你说什么？这陈玄风真是够犟的，明明毒已经解了，怎么还在那咒人家？那不一定。父亲，我去，真被他说中了。真是回光返照。陈兄，把那7份灵药送到我房间，另外准备一个木头。天，怎么黑了？怎么样？已经没事了。只不过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给周会长下毒？下毒？什么东西啊？小贝，你什么意思？陈道友，我知道之前对你都有冒犯，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。这是我精心炼制的苦厄丹，乃是5绝之毒加上无根之水，我以独门炼丹术所制，还望笑纳。不愧是丹圣，连装丹药的盒子都如此特别。这盒子，通体乌黑，8族噬魂。这寄宿人体的噬魂珠，确实是五行断宝录上所记载乃是灵界之物。可为什么？啊！主人，阿银，你的样子……这是阿银的灵体。很好，有你在，我的压力也会减小一点。主人是想将他体内的东西除掉吗？你是如何得知的？他体内有一只噬魂珠，龙血精魄能感应到他。哦，这是在挑衅。主人，阿银能将那异物吞噬。能直接吞噬，那就用不上我出手了。这7星化毒之法倒是有些麻烦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看你的了。主人放心。主人，此人体内的异物已被我捕捉。
只要不危及此人性命，你可以直接吞噬。接下来，只要以丹药养育，将身体恢复即可。奇怪，明明那丹圣是以毒攻毒，就算噬魂珠将药力吞噬，可这周会长体内怎会一丝毒性都没有？主人，这噬魂珠所化的精魄，有人种下了烙印。果然跟他有关。哼，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嗨，小子，你蹬鼻子上脸是吧？我们丹圣大人已经赔礼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，你这样死抓着不放，还往我们丹圣大人身上泼脏水，真是小人嘴脸。小子，你别太得寸进尺了，丹圣都这样了，你还不给台阶下？哎，明明躺了一天，却还是一个愚弄。还得躺。噬魂珠我已经拿掉了，你真的不打算解释解释了？噬魂珠啊，小贝，既然你已经为周会长去毒，我也甘拜下风。可所谓的噬魂珠，我的确并没有听说过呀。小贝，你说的可是能寄宿肉体、吸食神魂的噬魂珠？哦，看来秦大师听说过此物。此物非此番天地所生，乃是灵界之物。老夫也就从古籍中看过。哼，这秦宗师虽说年岁大，修为止步不前，可也算是中都炼丹宗师的百晓生了。其他炼丹宗师见识加起来，都不一定有秦宗师多呢。连秦宗师都未曾见过此物，想必其他人更不可能了。看来此事与这秦宗师并无瓜葛。哎，哈哈，小姑娘对老夫还挺了解，看起来身份不一般啊。晚辈是中都鉴宝行冷家之人。原来如此，这就不奇怪了。中都冷家，老板娘身份居然这么大。陈玄风，你方才所说到底是何意？难道周会长中毒真与丹圣有关？要记住姐姐的好哦。又欠了他一个人情。既然丹圣不肯说，那我来说吧。这小辈到底耍什么花样？那东西连我都只能暂时压制，他怎么可能真的能拿掉？这别致的盒子应该是你特有之物吧？哼哼，那又如何？周凡，拿出来吧。这是丹圣的独有的盒子。各位，这盒子是从我父亲的储物袋中寻得的。啊！丹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丹圣大人盒子虽然别致，但不只是他一人独有，中都拍卖行各大世家都曾收过。凭一个盒子就想直接说是我们丹圣大人所为，未免太让丹圣大人心寒了。我也有些不解，
若真如你所说，这周会长中毒都是丹圣所为，可他已经是中都第一炼丹师，有何目的非要如此呢？是啊，丹圣地位不凡，何苦给周会长下毒呢？小贝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陈兄，会不会真的弄错了呢？主人，他身上有方才吞噬的异物气息。不会错的。好宝贝。小贝，你想做什么？陈兄，别乱来。放心，你父亲中的毒，他身上还有。真是噬魂珠！真想不到，这种灵界之物，你竟有2只。还给我！我可以给你，但他们的疑惑得让你来解了。真没想到，我自问行事谨慎，没想到居然会被一个小辈识破。好，愿意说了。100年前，我欲出人头地，努力炼丹，经历许久，才在丹药协会有了些地位。可命运多舛，我遭人陷害，被那些修仙世家随意扣了个罪名，逐出了丹药协会，成了人间老鼠。我不甘心，我好不容易凭努力有了点希望，却被那般扑灭。那时我便发誓，他日我若踏青云，定将四海乾坤。这与你给周会长下毒有何关系？哼，我根本没给他下毒。他老了，想要提升修为，便让我强行将这灵界之物炼成丹药给他。这么说，这噬魂珠是周会长的东西？没错，我为将此物炼成丹药花费了不少功夫，哪知道这噬魂珠根本没被你炼化，而你也没发觉。周仙家拿走丹药后不久，便有周家之人请我去解毒，我当时并未放在心上，于是拜托了秦宗师帮我一并推辞，哪知会推了1个月呀。丹圣前辈能说出那番话，真不是故意推辞的。我虽恨那些修仙世家，可谁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？更何况在那之后不久，我便遇到了他。他出身与我一样普通，但却天赋绝伦，还时常鼓励我重整旗鼓。我对他一见如故。奴家有些好奇，丹圣口中的他是谁啊？莫非跟周凡有关系？啊，我的确跟你有关系，只可惜他死了，就死在中毒。丹圣前辈，你说的人到底跟我有何关系啊？而她就是你的母亲。母亲？周凡，你见过你母亲吗？当我记事起，我父亲就没提过母亲。他当然不敢提，若非他软弱无能，岂会让你母亲亲眼被逼死在他面前？你母亲之死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我母亲是被人害死的？难道是中都祸乱？我这笨嘴！秦大师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老夫方才只是随意嘀咕一句罢了，莫怪，
莫怪啊。这老头。丹圣前辈，那后来呢？你知道我母亲是被谁害死的吗？我想报仇，可周仙甲那懦夫根本不敢说出是谁害死了他。我至今都忘不掉回到中都时见到他黄州时的心情。那一刻，我原本撑起的天又再倒塌了。从那之后，我道心受损，性情大变，想毁了自己，并从万毒森的悬崖一跃而下。万毒森，那可是玄武第一禁地，想不到他居然能活着出来。怎知没被毒死，反倒是误打误撞，因祸得福，走上了毒丹之道。此种特立独行的炼丹术，让我在中都名声鹊起，甚至稳坐中都第一炼丹师之位。而这些年，我处处结交世家，为的就是寻找当年之事的线索。可所有人都似乎都约定好了一般，全都不敢说出真相。不知当年之事，距今过去了多久？18载。这么说，母亲是产下我，便……周家到底藏了什么秘密？当年之事，再问问周会长，如何？没用的。当年之事，所有事情都绝口不提。就算他周仙家以坐拥周武商会，又有多大能量？父亲，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想试试就别犹豫。我明白的，陈兄。小贝，今年的炼丹大赛有没有兴趣参加呀？虚名而已。虚名，虚名。世人都晓修仙好，奈何虚名忘不了啊！嘿，等等，老夫。丹圣出来了！太好了，咱们发了，以后再也不用干这种下等活了。那是，都还不知道结果呢，就提前庆祝了。那就问问去，走。这是干嘛？完了，不会要发火了吧？你们拦路可有何事？丹圣，我们其实就是想问，您赢了吧？原来是这事啊。那个失败是成功之母，输赢不必看得太重。啥意思呀？是啊，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这么明显，你俩都听不出啥意思啊？那你说啥意思？你俩，我是真的服，还不明白啥意思？你别服了，你快说呀！你们仨别问了，再问下去，我都怕他会被你们蠢吐血。又没问你，你装啥现眼包？你们仨真是，感觉脑瓜子没装上就出门了。人丹圣刚才都说了，失败是成功他妈。你说他是赢了输了？肯定他输了呗。输了，还指望着翻身，洗洗睡吧。我的零食，我半年的积蓄啊！早就说了，大助伤身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哼，不顾圣朝监管，背地调查，胆子不小。还有一事。说。那陈玄风解了周仙甲的毒。
主人，你弄疼如烟了。能解噬魂珠的毒，有意思。属下告退。你不过是妙罗坊送给本太子的一个玩物，也敢叫疼？主人，如烟知道错了。哼，记住，再有下次，我就把你丢去喂本太子的宠物。小芳芳，许久不见。老板娘出现在这儿，着实让人意外呢。放心，你娘亲很好。多谢老板娘。还一直喊老板娘，明明答应过奴家要喊人家的名字嘛。瞧你那样。怎么了？不瞒你说，冷家在异宝阁示威，于是想将我献于圣朝太子，以求壮大。我不愿妥协，这才躲去云国的。冷月，你可以拒绝。事不由己，身不由己，奴家又何来选择呢？哎，姑娘，这是你压住赢得的。这道士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我竟然一丝都没有察觉到。姑娘，命这个东西，你认与不认都不能决定你的路。长路漫漫，命在己不在天。命在己不在天。小峰峰，倘若姐姐真的没有选择，你会帮姐姐吗？我还没还人情，正好陪你走一走。气脉无力，神魂衰弱，恐怕还得休养几日。原本为去毒准备的7份灵药，现在倒是能派上用场。用此药液，为你服其沐浴3日，即可痊愈。陈兄，谢谢你。哦，对了，今日冷月姑娘又来了，说是来寻你的。又来了？她跟你是什么关系啊？算是朋友吧。只是朋友吗？小峰峰，今日家族正好要选炼丹师出席炼丹大赛，你可要给姐姐长长威风啊！我原本不打算参加炼丹大赛的。那可不行，说好还姐姐人情的。走吧。这才是我的好弟弟吗？冷月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进去吧。看来正好赶上。四方落座。陈婉儿，冷家炼丹大赛的名额我预定了，你此次注定要空手而归了。凭你也配？哼！上次陈玄风不敢与我比试，你还出言不逊。这次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哼，跟三哥比，你没资格。这次冷家的名额呢，有我在，你也拿不到。诸位长老，我就不多言了。你们带的人哪个能拿第一，炼丹大赛冷家的名额就归谁。这比赛都快开始了，还没来。看来冷月是想放弃了吧？冷月姐可没那么容易屈服。芊芊姐这么快就忘记上次族会的事了？族长能让她去伺候圣朝太子，是她的福分。
也是给大长老的薄面。那你怎么没自愿替他呢？我可是家族最有天赋的炼丹师，就算要去，也得是圣朝太子明媒正娶才行。真能做梦。还没来吗？我宣布，炼丹比试现在。等一下。族长，冷月来迟，还望见谅。既然参加炼丹比试，可有人带你出席？自然是有。啊，陈玄风。三哥，他是谁？啊，陈玄风，那个被圣岛通缉的家伙。被圣岛通缉，原来是此人呢。三哥，太好了，你真的没事。让你担心了，五妹。陈玄风，你来干什么？冷族长，陈玄风受冷月所托，参加冷家炼丹比试。啊，小子，你被圣岛通缉，居然敢这么大胆，出现在冷家。族长，冷月将此人带回，其心必异，还请族长速速将他拿下，并将冷月逐出家族。族长，我听闻此人能从数名化神修士手中逃脱，还请三思。这就是你带的炼丹师？是。简直是胡闹！小子，我不想为难于你，可冷家也不想惹怒圣岛，你还是赶紧离开吧。冷族长，在下来此是为参加比赛，不会与冷家有任何牵扯。冷家不欢迎你，所以这场炼丹比试不会也不可能让你参加。冷长河，什么时候炼丹大赛的能做主呢？这声音，蓝胜，还做什么？哦，做什么？炼丹大赛的选拔，我可以随意筛查。正好今天闲着也是闲着，就刚好想来看看。没想到就听见你在此大言不惭。丹圣前辈，陈玄风乃圣岛通缉之人，岂能让他参与炼丹大赛呢？就是，还不一定有真材实料呢。哼，既然你们二人有意见，那好说。作为中都第一炼丹师，我手里还有一个特殊的门，可以用在此次选拔里面。不过必须要让陈玄风参与此次炼丹比赛，如何？若是多一个组合，也就多一份晋级的机会。好，就依丹圣前辈所言。小佩都同意了，你这家伙不会要跟我唱反调吧？罢了。这才对嘛。小子，这就是你说的不参炼丹大赛？受人之托，我不管你受不受托，你用了我一个名额，此次炼丹大赛的魁首必须给我拿下。你就这么肯定我能晋级？你来参加这种选拔，简直是欺负3岁小孩，又怎么可能输呢？炼丹比试开始。哼，陈玄风一定会一雪前耻的，你等着吧。炼丹试题在此，将神念探入其中，即可自行参悟。眼神丹，高阶丹方残卷，简直是小菜一碟。哼，陈玄风，你一定被难住了吧？残缺丹方，这次比试竟然这么难，已经是炼丹宗师的水准了。每次炼丹大赛魁首几乎都是炼丹宗师的水准，与其在这质疑难度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拿到名额吧。
五妹，还好吗？我感觉头有点晕。看来这是五妹第一次使用神念看丹方。接下来，我会使用隔音罩，保证你们不会被打扰。放心，我可以的。玄天丹经上记载，眼神丹是化神期修士才能用上的丹药。若我练出完整的眼神丹，算了，丹方已残缺，要是炼制眼神丹，若被说是作弊，反而拿不到名额。不过为了提升药品品质，其他人一定会借助灵药弥补丹方残缺，我倒是可以直接将眼神丹丹方改良。冷家的2个苗子可入得你的眼？哼，那个面瘫小子倒是不错呀，还懂得用吹火炼精来提升药力。至于那个女娃，天赋不错，会难度极高的炼丹技法，算是可造之材。还以为你会说些扫兴的话。我好歹也是丹圣啊，心眼没那么小。我果然是第一个。冷族长，在下已经成丹，还请鉴定。这么快？反正我也在这儿，不如就让我来呗。有劳。此丹观其色泽，圆润饱满，光芒内敛，药力涌动。轻轻嗅之，一股醇厚而独特的药香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令人神清气爽，品质可达极品。小子，你这炼制的什么丹药啊？晚辈用了通气活血的千年丹参，以及凝神养魂的千年灵芝来提升丹药品质。晚辈唤此丹为迷气养魂丹。修为平平，能炼制出宗师水准的丹药，倒是有点意思。这么说，我能取得名额了？没那么快，还有4个没出炉的呢。前辈，芊芊已经成丹。丹药色泽莹润，药力醇厚，可惜欠了几分极致的纯净，丹药品质没有圆满，最终停在了上品。明明他的修为比我低，甚至都不如我，凭什么他先成丹，丹药品质还比我高？究其缘由，乃是你心境不稳，急躁出炉所致。我明明用的是最顶尖的炼丹技法。芊芊，不得无礼！哼，问我干嘛？我又没得罪你。我成丹了！2个装丹药的盒子都这么破，真是穷酸。未成丹不说，连炼丹技法都不用，恐怕注定要被淘汰了。看来就算冷方天赋不如我，也能拿下第2个名额。小子，你炼制的什么丹药？晚辈加了断续灵草和肉灵太岁2种千年灵药，此丹唤作复古还血丹。复古还血，难怪拥有如此磅礴的生机之气。我加了杜仲、远志、黄金3种灵药，最后用鬼蜂王的蜂浆调和，唤作补神丹。啊，这3种灵药真的是用来补神的吗？哎呦，丫头，你这炼的补肾，这补神丹药力有些猛啊！哼，当然猛了，本公主可是精心研制了许久呢。哎呦，真的会有道理吗？丹圣前辈，既然已经鉴定完，是否可以宣布结果？急什么？我3哥还没成丹呢。
这家伙被圣岛通缉，炼丹上都没什么名气，能有什么真本事？芊芊姑娘说的不错，此人与我同在玄天学院丹堂，就不曾进过一次炼丹室，甚至都不敢与我私下斗丹。我也觉得他炼不出什么东西。狗眼看人低，你一个破铜烂铁装丹药的乡巴佬，你好意思叫人？哼，总比你好。炼丹一顿猛如虎，开炉一看心发堵。慢吞吞，总算好他。去，这小子的龙药炸开了！炼个丹都能炸炉，你是猴子请来的援兵吗？小风风，没事吧？七彩霞韵，这是灵丹。灵丹，小风风竟然有这种实力！糟糕，没掌握好分寸，练超标了。灵丹，丹少，你弄错了吧？就是，他不过修为比我高点，哪来这么大能耐？我看是利用炸炉偷梁换柱吧。哦，原来这炸炉你是故意的，真没想到啊，陈玄风，你作弊就作弊吧，还做得这么离谱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你们乱说什么？我三哥绝不可能作弊。不作弊，不作弊怎么可能炼制出灵丹的？你当他比丹圣前辈还厉害吗？冷月，你带这么一个骗子回来，哗众取宠，不会是妄图夺回你爹的长老职位吧？骗子！冷芊芊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老娘面前指手画脚？就凭我是丹父家族荣辱重任的炼丹天子，而你只是一个不愿付出、吃里扒外的泼妇。天才，可真是笑死老娘了！哼，得亏某人是你爹，也只有在冷家，你的名头才会被捧得这么高。出了冷家的门，只怕被踩得体无完肤。放肆！冷月，当着外人的面，你竟如此贬低族中晚辈，看来上次族会的决定果然是正确的。此次炼丹比试后，你就去圣朝吧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您尽心尽力的冷家。您身为大长老，呕心沥血，可您一走，他们就要将女儿献给他人。爹，您看到了吗？冷月，还嫌冷家人吗？小风风，这炼丹比试还未结束，冷族长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处理家事，恐怕不太合适吧？是啊，冷族长，何必跟后辈一般见识呢？好，此事先搁置一旁。那我问你，你我都知道，从来没人能在玄武圣岛之外炼制出灵丹。他是你拉进炼丹比试的，我需要个交代。丹圣前辈，晚辈看像陈玄风这样的人，简直是有辱我们炼丹师的名声，您就直接取消他的资格吧。哼，是。我也想知道，你的这位前辈的眼力会不会比你好点？丹香。不，这不仅仅是丹香，在这香气的萦绕之中，仿佛灵魂被托起，置身于澄澈的天境。那是一种极致的空灵与安宁，所有的杂念都被悄然拂去，只留下如春风般的舒畅和一种对超凡境界的深深沉醉。还不醒来，别真睡着了！灵丹，绝对是灵丹！小子，这真是你炼制的？丹少，你糊涂了吗？他是绝不可能炼制出灵丹的。冷族长，灵丹就在这里，这还不足以证明吗？
真金不怕火炼，除非你让他当着众人面再练一次。凭什么？冷家就这么不要脸吗？没胆子接，那不正好说明他用了伎俩？就这样想拿走一个名额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都没拿到。五妹，不用跟井底之蛙一般见识。既然他们想见识见识，那就让他们开开眼。好啊，既然你自信，那就开始吧。不过这次我不会给你偷梁换柱的机会，你用它炼丹，那你可要看仔细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居然也会这种顶级炼丹技法！炎龙真火诀的火龙九象。这就成丹了。三哥这也太快了。不过30息功夫就能炼出丹药。这丹药为何没有成色呢？陈玄风，我还差点就以为你真成了呢，原来是炼了颗废丹。废丹，差点就被他唬住了。别急，让丹药酝酿一会儿。还酝酿？要我说，练不出来就别强。什么声音？诸位，现在还有人质疑吗？七彩霞月，又是灵丹，并且还比上一颗药力还要浑厚。这怎么可能？好嘞！哼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我三哥的实力。哼，神气什么？又不是你练的，我乐意。哼，这小子不在圣道就能炼出灵丹。难道真是身怀圣物？族长，不知陈玄风这颗金子还要用您的火炼吗？是你的人赢了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？这不可能啊！他明明一次炼丹房都没去过，凭什么能炼制出灵丹啊？明明我才是丹堂最努力的炼丹师啊！我不信！陈玄风炼制出灵丹，可是炼丹生的一生所求，说是夙愿也不为过。凭什么你能轻易的炼制出来？这不公平啊！自入丹堂后，你以学长身份压我，逼我交出灵药，公平吗？我就是。要不是我三哥实力强悍，你这家伙说不定会做什么呢？可你一次炼丹房都没去过呀！你我上次见面是学院附近的逸宝阁吧？提这些干嘛？还记得你找我斗丹，我说过什么吗？哼，拿丹火吓唬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敢堂堂正正跟我来场炼丹的较量吗？我并不需要向你展示我的炼丹术。朱子骁，能力不是拿来炫耀的。
同样，炼丹术也不是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是我挑错了对手。子怡小子，输给他没什么好丢人的，我也输给他过呀。哈哈哈。我刚才没听错吧？那家伙赢过丹圣前辈。丹圣，你方才所言是认真的吗？冰寒于水，后来居上，这种事儿有什么好意外的呀？他帮周仙甲去毒，这事儿你们应该知道吧？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连这点消息都收不到吗？冷家早已不复从前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你还不抓住机会啊？啊！炼丹大赛最有实力夺得魁首的家伙，可就在你眼前呢。冷月，你就让陈玄风代表冷家参加炼丹大赛吧。让他代表冷家？族长，此事奴家可做不得主。他能进冷家，可全是看在你的身份。虽是如此，可您的待客之道不尽人意，奴家也很是为难。哼，老东西，好意思开口？刚才刁难小峰峰的嘴脸，老娘都记着。冷月，将你献给圣朝太子，又不是父亲一人的决定，族会上大家都同意的。冷月，你若还当自己是冷家之人，就应该以大局为重。否则，冷家就只能将你献给圣朝太子了。老东西，动不动就要将我献给圣朝太子，你有当我是冷家人吗？圣朝太子谁人不知是何德行，你为何不将自己的女儿献给他？亏我还抱有一丝希望，想要振兴冷家。现在看来，冷家会没落，就是因为有你这个自私自利的族长。放肆！目无尊长，无法无天，冷家有你这种后辈，简直是辱没门楣。你不配做我长辈，既然你瞧不上我，那我今日便与冷家断绝关系，从此我们再无瓜葛。生是冷家的人，死是冷家的鬼，你当冷家是什么地方？还想断了关系？冷族长没理不饶人，还真是令人不齿。小子，你确定要插手冷家之事？我没打算动手，给你点机会退步，不然这冷家族长可就要换人了。狂妄！丹生，待会儿我教训这小子，你不会插手吧？哼，我不插手，开玩笑，那小子一指头就能搞定我，还用得着帮忙？看来你是不打算要这点机会了。小子，别以为炼制出灵丹就能横行无忌，斗法跟炼丹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。那我可要领教了。真是自大！爹参与过诸国之战，可不是普通的元婴修士。正好抓了你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身怀圣物。我差鬼射！哼，结束了。看来斗法你也不是对手。
长老，族长都这样了，你们难道还不出手吗？小子，若非我们几个老家伙对你颇为看好，你早就被擒住送去圣道了。4个元婴大圆满了。我劝你还是收敛些，代表冷家出席炼丹大赛吧。哼，可惜我并不喜欢别人要挟我。敬酒不吃。4位长老，此人身怀圣物，恐怕是真。若能擒住献给圣岛，冷家定然能受到玄天女帝的青睐。哼，3位长老，随我擒住此人，死活不论。法阵，冷家抓这小子还真是舍得下血本了，竟然催动了护族大阵。连续炼制2次灵丹消耗些大，一时间无法冲出去。想冲出来哪有那么容易？给我化作冰雕吧！三哥，成河，将那女娃擒了。交给我。还请丹圣前辈出手相助。冷长河抓的是陈玄风的妹妹。好险好险，还好护住了你个女娃啊！你个吃里扒外的贱种，留你不得！冷长河，这2个人我保了。丹圣，我耳朵没聋，听着呢。丹圣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你若不插手此事，抓住这小子得到的好处，我可以分你一些。不好意思，没兴趣。你还是想想接下来怎么对付他吧。单凭你们那点修为，操纵冷家的护族大阵，可根本困不住他呀。不好！哼，看来冷家是打算从中都除名了。哼，瓮中之鳖也敢口出狂言，都随我出手！该死！啊，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等宝贝！护族大阵，4位长老联手，难道都不能上到分毫吗？三哥，好样的，让他们见识一下你的厉害！不好，快散开！难道说他躲进了鼎里？消耗太大，得尽快恢复冷气。小风风，差点以为他真能打败4位长老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恐怕刚才那一下已经是他全力反扑了。小子，有本事你就躲在鼎里面一辈子不出来！你既视我为瓮中之鳖，那我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哼，大言不惭！刚才不是还说要擒住我？这下子，冷家再无胜算可言了。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冷族长，你可还要试试我的剑是否锋利？这小子修为不过元婴期，哪来这么大能耐？绝对是仗着圣物之力。
哎，小子，我的确小瞧了你，可你赢了又能怎样？不过是徒劳罢了。传音符，冷族长如此拖延，想要人吗？别以为将冷家搅得地覆田翻就能安然离去。看来你这后手不一般呢，不知是谁。你这样的年轻人我见得多了，有点本事就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可惜在中都圣朝面前不堪一击。我是什么样我自己清楚，可你这样借他人势力盈盈狂吠的老狗，我倒是第一次见。这小子嘴皮子真损啊！小子，你就逞这一时威风吧，等圣朝之人一来，我就等你跪地求饶了。是吗？主人还在修炼，我等着。这人丝毫不具圣朝太子的霸道气息。什么事啊？冷家设法困住了持有圣物之人，向主人求援。又是那个女帝通缉的陈玄风。闻名不如见面，让太子亲自去一趟。属下告退。哼，你也跟我去。小子，不管你打多少次，我都会10倍奉还给你的，让你为护住那个小贱种的可笑行径感到后悔。原本我还想把这个吃里扒外的贱种献给圣朝太子，现在看来实在是太便宜他了。这样折磨那个小贱种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原本看在冷月的面上，想留你性命，看来是没必要。你敢吗？冷家作为异宝阁幕后家族之一，若杀我，他们会放过你。可惜，不管我会如何，你是看不到了。这个贱种，勾引叛逃之人杀我爹！早知当初让大长老咽气时，我就该连你一起斩草除根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是你害死了我爹？果是被收养的贱种，也配叫大长老爹？大长老也是个蠢货，居然愿意耗费镇元为你这个贱种炼制奇境丹。若非被我发现，倒是便宜你了。奇经丹，那可是能媲美补天丹的丹药啊！是啊，可惜炼制此丹极为耗神，需要数十年甚至100年。不仅如此，服用这种丹药，服丹者会直接吸收炼丹者修为，炼丹者轻则会修为尽散，重则灵根和生机都会被服丹者夺过去。什么？原来炼丹天才的名头，你是这么来的？哼，你个贱种，根本不配冷家人炼制的丹药，这丹药当然该我服用。我是族长女儿，成为天才名正言顺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老娘真是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！哼，这么多人呢？怎么一个炼丹比试，把这瘟神招来了？
圣朝太子，您可来了。看来这出戏我来的不算晚。他就是中都传闻中的圣朝太子吗？太子，陈玄风杀我冷家族长，恳请圣朝为冷家做主，请千愿从此侍奉在太子左右。侍奉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不过，小子，你这把剑不错，要不给本太子吧？要不我还是偷偷溜吧。这两人要是打起来，我可遭不住啊！哼，好呀。啊，这小子居然认怂了，不可能吧？剑就在这儿，你取吧。挑衅圣朝太子，他疯了吗？哼，找死！这小子锋芒是藏不了一点儿啊！小峰峰一向谨慎，此次怎么如此拖大？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哼，到时你的剑被我拿走，可别后悔。玄风道友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主人实力深不可测，你不该挑衅他的。多谢如烟仙子提醒，但有些东西是我的，终究就是我的，谁来也拿不走。也罢，多说无益，到时你自会明白的。毕竟人一旦狂妄过头，总要付出点代价。那就请如烟仙子拭目以待。没动，是失败了吗？这才小试牛刀，只是灵剑认主而已。哼，本太子中意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这气息感觉跟三哥不相上下，不知三哥跟他两人孰强孰弱。我起！三哥的剑，我去，拿起来了！看吧，这就是你自大的下场。如烟仙子看着便是。不错，果然不错。从今以后，你就跟着我了。小峰峰怎么这么淡定？这小子镇定过头了吧？难道说那本剑不是那么简单？果然，我就知道这小子使着坏呢。该死，这柄剑居然在吸收我体内一切生机！你做了什么？我就在你身边，我做了什么？如烟姑娘没看见吗？好险！这是放弃了吗？哼，若不放弃，他就要被这柄剑吸干了。连圣朝皇子都不能驾驭的剑，难不成是圣物？不对，他之前与我们苦苦缠斗，明明用的就是这柄剑啊！哈哈，你们冷家是井底之蛙吗？能炼制出上界品质丹药的人，难道就不能炼制出上界威力的灵剑吗？这怎么可能？
这剑我敢给，你敢要？难怪能让梦里那女人惦记，小子，我记住你了。主人，你没事吧？少废话，马上回去。我现在火气很大，你明白吗？是，如云知道了。还真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芊芊，芊芊！圣朝太子，怎么可能连一柄剑都拿不了？一定是假的，是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我要报仇，我要报仇！他受到打击太大，疯了。疯了，疯了！这下你成心了吧？二长老，冷家如此，实属报应。报应？照你的意思，你背逆人伦，带人毁了冷家，杀了冷长河，倒是替天行道了。冷月，你果然是个贱种！二长老，你这一把年纪，真是活到狗身上去了！我呸！狗都受不了这侮辱。说我背逆人伦，那是谁害了我爹？是谁逼我去圣朝？又是谁明知不敌，却还宁愿将家族依附圣朝？但凡冷长河以礼待人，但凡有人像冷方一样站出来，但凡你二长老不以势压人，冷家还会如此吗？哼！你们方才目中无人，咄咄相逼，不就是觉得陈玄风示威吗？现在你们自以为是的强势依仗没了，就开始怨天尤人，开始对老娘指责。我呸！你们纯属活该！你什么你？哼！你最好现在就滚出这里！哼，老娘还不稀罕在这待呢。冷房，你干什么？冷月姐，先前我人微言轻，但冷长河已死，冷家元气大伤，若你再离开，哼，一个白眼狼留他干什么？你也听见了吧？散了吧。啊，这就走了？炼丹大赛的名额都不要了吗？哈哈，那小子压根儿看不上。那炼丹大赛名额咋分呢？现在这情形，冷家那份名额你恐怕是得不到。那您的呢？这个嘛，我看你炼丹术很行，但想在炼丹大赛夺得名次，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前辈的意思是，要不做我徒弟试试？三哥，实在没想到你的实力那么厉害，他们4个联合术都紧张到嗓子眼了，没想到钱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他们阵法撑不了多久，只是侥幸罢了。那圣朝太子呢？那柄剑也是侥幸，没记错的话，那是龙吟剑吧？啊，白帝之子的龙吟剑？只是仿制而已。再说龙吟剑，不是早就断为2截了吗？是吗？哦，对了，离开冷家有什么打算？怎么见奴家无家可归，有意收留吗？算是吧，正好西南大陆那边道友的势力缺个管事的。唉，看来姐姐还是走不进小峰峰的心呢。冷月姐，
你平常跟三哥都是这样讲话的吗？跟喜欢的人讲话就是要这样吗？这么直接的吗？考虑去吗？小峰峰，你真放心把姐姐交给别的男人吗？对方是个女修，我很放心。啊？玄帝传音，不知是何事啊？原来如此。混蛋！你来做什么？听说你跟陈玄风照过面了，本尊来问候一下。哼，差点死在那小子手里。诸国之战就要开始，到时你可以用真正的实力去对付他。哦，南派老祖同意了。主人不仅同意了，还要下场灭杀他。他怎么会这么重视啊？听说过天心剑功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本尊在陈玄风身上抓获一个老怪物的神魂，他跟主人交谈时，本尊得知主人来自这个势力。那神魂在哪儿？被主人带进了诸国之战的战虚。这么早进入战虚，看来南派老祖是真要对付那小子。这天心剑功到底是什么势力？万年前，上界人族出现2位大能，其中一位名唤无极，有句诗是这么称呼他的：一剑劈开天，万物皆惊颤。而这天心剑功便是他所创立的宗门，被称为人族第一剑修圣地。哎呀，只可惜啊，此人陨落之后，天心剑功便在其他势力的围攻下解散了。原来主人是要斩草除根啊！没错，只要等诸国之战开启，那小子必死无疑。该死！再这样下去，这份道运我不仅得不到，恐怕还会死在这里。现在玄风阁的拍卖行有几家？3家。今日起，他就是这3家拍卖行的管事人。是。这个差事可还满意？奴家很满意。不知玄风阁阁主可是陈玄风？算是吧。该死的小风风，真拿老娘当牛马了。第98次挑战失败，还是没办法出手。第2代玄帝的道运传承果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。上次第8代玄帝的传承，
连续炼丹300次就行。这次竟要我击败实力如此恐怖的考核者，这考核者如同一尊杀神，每次贴近便感到一股可怕的杀气包围，即便开了天眼，依旧会被那股杀气所震慑。2代玄帝传承所留道院名为杀伐道院，正是以杀气所创。这么重的杀气，2代玄帝到底做过什么？我想想啊，好像是屠了些自称神的人吧。屠神？我真的能得到这份道运传承吗？放心，只要主人领悟金戈道运，便能无惧杀气。金戈道运，那是什么？天地存在9种原始道运，分别是赤芒、风象、崩土、草木、太阴、烈雷、水象、熔岩、金戈。而上次主人传承的炼丹道运，便是从草木道运中脱胎而来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杀气乃金戈斗争之意志，自然脱胎于金戈道运。第99次登台，可有把握？这次我定胜你。就是现在！将生死置之度外吧！果然，心有金戈，便能无畏。第10代玄帝，接受传承吧。能进这里，要么无畏，要么吃杀。你是哪种了？一往无前视为友，忘却生死入杀府。是块好料。不知前辈是？哎，不必多问，接受传承吧。这速度有点慢呐。无极黑曜炼制的剑，有意思。反正这小子也吃不下这么多杀气，你就跟着一起吞点吧。木姐姐，发生什么事啦？金风剑似乎感应到了什么。你们看，那不是陈玄风的房间吗？就是三哥的房间。快跟上去看看。吃下这么多杀气，是将其掌控，还是被其反噬，全看你的意志喽。故意挑衅我，看来这些杀气似乎并不想驱离。既然自己本身，那么就给我安分点。现在全都给我一起凝成剑罡！好重的压迫感。姐姐，我有种莫名的恐惧。我有种随时会被攻击的错觉。这窒息感应该是杀气。哎呦呦呦呦！瞧我这脑子，没有附魔灵纹、灵剑和杀气无法完全融合呀！
看来还得嘱咐这小子一声啊。看来已经成功了吗？清风，回来！好，你们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这应该问你吧。哦，清风剑感应到你这边有杀气，我们担心你。我修炼了雷神诀，能感应到你身上残留了杀气，是不是圣朝的人过来找麻烦？杀气外泄吗？是啊，三哥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刚才的杀气其实是我自己弄出来的。杀气消失了，原来是虚惊一场。那我先回房了。哎，木姐姐，等等我！小子，为了你能够顺利传承，我让他为你分担了杀气，代价就是需要给他加持一种特殊的异族附魔灵纹，否则呢，你这柄剑容易多为嗜血的魔剑呐。好，异族灵纹，上哪儿去找呢？喵，异族吗？主任，糟老头之前跟我聊天说你见过异族人呀。糟老头？你指的是剑哥吗？没错。既然见过，可我怎么没印象？喵，本喵记得糟老头说，主人当时并不想搭理那个异族人，要不是念着那人身上有宝贝，也不会让主人答应对方的请求。宝贝？哦，我知道剑哥说的是谁了。现在已是半夜3更，玄风道友来找武商会，有何贵干？我找你家少主。我只是个看门的，想见少主，找管家吧。老身拜见陈玄风大人。哦，上次我来，你可不是这副态度。大人冷家之行，老身已有耳闻。先前之事，实在是老身有眼无珠，罪该万死，还望大人宽恕。原来是害怕了。既然如此，带路吧。是。陈兄，冷家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商会也有几个炼丹大赛的名额，若不嫌弃，陈兄可代表周家出席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不必客气。其实这次前来，我是有一事想请你相助。找我帮忙？陈兄放心，若能做到，我一定帮。你知道异族吗？关于异族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疼。这反应似乎是受过记忆禁锢。凝神聚气，我帮你。我曾听爹提起过异族，只是那段记忆我已经模糊不清了。果然，我想你用化形丹隐瞒身份这件事，也与异族脱不了干系。此事我知之甚少，不过若陈兄想知道更多，可以跟我来。好。三哥吃不完来找厨房干嘛？木姐姐，有人跟着那家伙进来的尾巴吗？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？那你希望他有事瞒着我们吗？有人靠近。二位的脸习术修行的不错吗？
我不想为难二位，可也不想被二位为难，所以请离开吧。道友，我们只是来保护我三哥的，绝对不做坏事，我保证。陈玄风，嗯，他还需要保护？偷窥就偷窥，说那么好听，不还是偷窥吗？行了，我就在这看着你们吧。此人修为，我竟完全无法看穿。那方向，难道是要去祠堂吗？穆姐姐，我们跟上吗？不用在意我，只要出了商会，二位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没兴趣知晓。走。我记得每年爹都会悄悄来这儿，好奇之下，我偷跟到此一次。此处看样子荒废许久，应该早已无人看管，进去看看。啊！你怎么还跟着？这里还是商会的地盘。穆姐姐，三哥进去了。用脸息术，悄悄跟进去。我就不进去了，我没兴趣偷窥。灵文法阵，爹当时一直自言自语，先是念叨赛琳娜这个名字，然后又便提到了异族。恐怕你爹并不是自言自语。什么意思啊？五妹，你们两个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婉儿姑娘，穆青青。三哥，你是怎么发现我们的？趴在树上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为何现在才叫我们现身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孩子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也是犯花痴了吧？你是？我是你的母亲啊！母亲？啊！主人。想不到找了这么多年，这女人居然就藏在本太子的眼皮子底下。不枉费你在周家待这么久，该收网了。那这次可别再让这位异族公主轻易脱身了。你来做什么？主人，女帝是我传音过来的。什么时候你能替本太子做主了？主人，陈玄风也在，请女帝过来是为擒住他。你当本太子还会再中他的诡计不成？本太子已召集圣朝四将，此次不管是谁，都得给我栽在这儿。圣朝四将可都是化神后期，看来本尊这次可以坐山观虎斗了。哼，到时候剑归我，至于他，随你处置。一言为定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前辈可知此物是谁所有？丹生前辈的盒子。我已在此躲藏10余年，并不知晓此物是谁所有，但上面的气息让我想到了一位故人。哦，是谁？一个炼丹师。
你真是我母亲？灵儿，娘！收凡怎么变了？原来是他。前辈是异族人，你是来抓我的？我是周灵儿的朋友，到此处是为了附魔灵纹。杀气，这是杀伐道运。前辈好眼力，要做到灵剑与杀气相融，需要附魔灵纹，还请前辈相助。好，我帮你。好浓郁的杀气。能散发出这种透天杀意之人，绝对不是什么小角色，难怪会唤我等前来。双目蛇痕，铁手催生，此人应是搬山将。赶紧解决完，我还有一堆灵纹要研究。灵纹附身，幽瞳附海，这很犟。有趣，好久没遇到这样的对手了。青铜恶面，嗜杀如魔，地煞境。有我在，管他何种要挟，都得退避三尺。此人应该就是有着天罚神音之称的天罡将。动手！我先破解此处的灵纹幻阵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在摧毁幻阵灵纹。我去看看，保护好他们。哼，终于肯出来了吗？这股杀气，竟然是他散发出的。哼，元婴修为竟然能有这般本事，转世重修之人？废话少说，动手吧！那哈哈哈哈！好小子，有胆！好刚猛的拳法，不愧是搬山将。恐怕这次就算不用本尊出身，你也插翅难逃。接招吧，战杀汉帝！这个元婴竟然想要硬接搬山将的拳头，如此靓丽！镇山撼地，招式倒是阔气，可惜就是力力差些。搬山将已度过化神5星劫，竟撑不得他一招。啊，这家伙真是元婴吗？这小子有古怪，不如联手。正合我意。上次他还只有被追杀的份，这才过了多久？这怎么可能？一起上！
你们3个当先那柄剑。糟糕，避免不了了。好，剑气竟蒙过了如此恐怖的杀意。哦，害怕了。地上，快自爆！再见了。是，你可没这个。这才是陈兄的真正实力吗？这个年轻人杀法稳妥，难怪能驾驭得住杀法道运。想不到他现在已经这么强了。陈玄风，你竟敢灭掉他的元神！灭就灭了，还要给你挑日子？你若再不离开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他送。你说什么？我只给你3息时间。此人实力诡异，还是避其锋芒为妙。3、2。若非本太子被压制了实力，岂容这小子如此嚣张？撤！陈玄风，我之战，我定要你云国，不留一人。溜得还挺快。林大公主，想不到当年中都祸乱，不过是你的假死之举。哼，能成功也是女帝不得人心的功劳。看来你对本尊的恨，这些年在心底积攒了不少啊。不然还指望我对女帝感恩戴德吗？娘，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等见了你爹，娘再告诉你。看起来你并不打算找我的麻烦。陈学风，好好珍惜你接下来的时光。哼，很快你就会再也体会不到了。我等着。看来老天待我不薄，知我命不久矣，让我还能在梦里再见你最后一面。爹，其实你还活着。我就知道我周仙家命硬。丽娜，我终于又见到你了。不对，你怎么能出来呢？周会长，在下陈玄风。他们是？爹，你先起来活动活动，听灵儿慢慢跟你说。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想不到小友年纪轻轻竟有如此神通，真乃神人也亮。啊，周会长过奖。爹，不如这一次炼丹大赛就让陈兄出席如何？哈哈，好啊！有这样一位炼丹师代表商会出席，我简直是求之不得呀！那是，你女儿看上的人能差吗？灵儿不会是看上这小子了吧？这陈玄风身边的女子可都不简单呢。圣朝损兵折将也是自找的，陈玄风要是好抓，还轮不到他们出手。主上英明，不过异族公主还活着，是否会影响到仙盟大会？擒贼先擒王，只要将这代玄帝扼杀在萌芽内，玄武界就翻不了天。
鬼迷日眼的。那老子来这个地方恁多天，就为了搞死小娃儿嗦。现在才看出来，难怪你的大弟子经常说你缺心眼儿。老子硬是想求不通啊！本是同根生，为啥子你偏偏是个心机崽？因为某人嘴巴臭，总是需要我善后。这是老子的本事。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的本事就到头了。哎呀，小娃儿，你快来找老子嘛！老子在这儿过得太憋屈了。剑哥，主人是梦到糟老头啦？好久没听剑哥念叨，有点想他了。主人放心，糟老头很厉害的，只是一直以神魂状态存在，修为弱了许多。你倒是对他挺了解。主人，你不知道，糟老头出不去那段时间，一直在跟我炫耀他的辉煌事迹，我头都快大了。剑哥就是这种性子。对了，那糟老头还心心念念主人给他重塑肉身呢。记着呢。明日炼丹大赛，我便炼制可以重塑肉身的灵丹。丹生，你说给那个陈玄风的事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这外边可有下注的呀。炼药师切磋，输赢很正常嘛，总要给后来人一点机会，不是吗？这回答跟没说有什么区别？那咱们还下注吗？你傻呀，肯定下注啊！那可是极品灵石，懂不懂那玩意儿的含金量？那就搏一搏，争取地位往上挪。嘿嘿，孺子可教。来来来，下注了，下注了啊！以小博大，以小博大呀！这可都是能争夺炼丹大赛的魁首人选了。不错，1万灵石压一位，只要压对结果，我就送1块极品灵石。那你不得亏死啊？哼，这极品灵石极为稀有，贫道也只有5块，所以看各位的运色。这些人选，每一位5万灵石封顶。先下先得啊！我去，我压陈玄风，下注1万灵石。我也压陈玄风。我每人都压1万灵石。只能压一个。哎，我去，这他妈谁啊？还想每个都压？哪有这种好事？经各大家族筛查举荐，炼丹大赛最终参赛者一共12位。三哥，我好紧张呀！五妹，你就当跟平日炼丹一样，专注练出好的品质即可。感觉好多了。你们到安排好的位置，准备就绪。陈玄风又见面了。呵，这次又要争？哪儿的话，我就是来带家族凑个数。我还以为再也无法与你交手了。怎么，上次一战不服气？当然，我会在诸国之战的天骄榜等你。好呀。陈玄风，我已经拜丹圣为师，这次我的炼丹术应该能挑战你了吧？本次炼丹大赛无题，炼丹品质最高者尊为魁首。现在开始。灵儿，你可是喜欢他？啊，
娘，有这么明显吗？灵儿，陈玄风那滔天杀意你也感受过了，他是不会轻易动情的。还是不肯放弃？那好，你跟娘来。娘，你这是……你有了意中人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自然要帮忙啊。多谢娘亲。主人，需要探探吗？盯住就好。是。顾家的猎炼法还是一如既往，炼气炼丹都不在话下呀。唉，可惜呀，还是落了个苟延残喘的下场。唉，若非他们老祖一意孤行，这中都第一炼丹师的名头应该轮不到我的头上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是那家伙的丹火，这样说，是幽冥魔呀！这王朝这一脉，居然有人能熬过魔焰之刑。差点炸了锅，还好师傅给我特训了。怎么可能？想不到还有人能炼制出灵丹。哼，是皇朝的庶子嘛，有点意思。又有人成丹了，是陈玄风！我去，太夸张了吧！肯定又是灵丹。老是对老天狗这么大动静，会不会遭雷劈呀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随便说说的呀，这异象难不成是丹雷？小子是来砸场子的吧？丹雷吗？又是那柄剑，他不会以为能够斩断天雷吧？怎么会啊？那柄剑竟有这种威力！随手一剑灭雷，若说你没有圣物，恐怕没人会信。那你呢？我只想跟你再战一场。至于圣物，谁还没点秘密？可惜，我不喜欢当陪练。好浓郁的生气，不知这小子炼制的是什么灵丹。还是没能炼出灵丹。发了！这些出炉的丹药品质全都不如陈玄风。赵化清的丹药也不行吗？哎呀，行什么？陈玄风的丹药招来了天雷呀！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老天的妒忌呀！这次大赛魁首非他莫属了。看来这下子你的极品灵石要输光了。不是还有一人的丹药未曾出炉吗？哼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妮子能炼出什么丹药？这个年纪出炉的丹药能达到极品就不错了。就是，那可不一定。不会指望他能超越陈玄风吧？说不定呢。哼，拉倒吧，除非他能炼制出惊天地泣鬼神。
算是练成了。有没有搞错？连他都能练出灵丹吗？妩媚竟有这么高的炼丹天赋吗？本次大赛如此空前，倒让老夫有些不适应。有结论了？江山代有人才出啊！磨磨唧唧的，这老家伙就不能直接说结果吗？我宣布，本次炼丹大赛魁首会是谁呢？不敢面对结果吗？可一定要是陈玄风啊！是陈婉儿。是我，好哎！就知道本公主可以打。他的炼丹术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哼，还以为之前他在学院说要参加炼丹大赛，只是一时上头而已，原来藏这么深。猜来猜去，不如等会直接问他。黑幕，绝对是黑幕！你是在质疑协会？质疑？切，一个毫无名气的丫头，出手便是灵丹，还是这种盛会，我想不光是在下，观众席上的各位恐怕也会有些不服气吧。你什么你？陈玄风有生物，赵化清有魔焰，你有什么？你凭什么拿这个魁首啊？对，就是。凭他有我这个哥哥，够吗？三哥，炼丹大赛乃中都盛会，既有人不满，协会澄清便是。纵然他以力压人，可不好。难道炼丹协会觉得你们的威严比中都炼丹师心中的公正更加重要吗？哼，这俩家伙代表不了中都炼丹师。不看僧面看佛面嘛。既然圣朝太子发话，协会确实有必要解释一番。还是丹圣识大体啊！我正对得爽呢，你怂什么？你冷静点儿，咱得罪不起这个瘟神。奶奶的！开始吧，秦大师。赵化清的灵丹名为还真丹，可恢复化神期修士所耗的全部真元。全部真元？这么变态？只可惜还真丹有使用限制，只能是炼制者本人服用。秦大师不愧是通读古籍的白晓生，确实如此。陈玄风的灵丹名为生死玄丹，能让人重塑肉身，复生还魂。啊，复生还魂？如此厉害的丹药，拿不到此次的大赛魁首？古籍记载，生死玄丹应带有黑白相融的生死玄气，可此丹只有生气，所以只能算半成品。生死玄丹炼制条件苛刻，所以在下也只练出这等水平。就算是半成品，也是我等难以达到的高度啊！你将来会走得更远的。秦大师谬赞了，不知道妩媚炼制的会是什么丹药？我知道，这女娃是大赛魁首，很多人都怀疑老夫弄错了，但老夫敢以天道起誓，赛果绝对公正，如有欺瞒，神魂去灭。秦大师，发这么狠的毒誓，你不要命了？呵呵，你能花这么多心思炼制此丹，老夫又岂会让你这颗明珠蒙尘？要说做人，老夫可能不认真，但这炼丹，那可是老夫的一辈子，老夫绝不容有半点差池。哎呀，秦大师一生沉迷炼丹，说是疯魔也不为过。这陈婉儿究竟炼制了什么丹药，竟让秦大师起了爱才之心呢？此丹名为龙阳丹，炼制方法十分简单，只要是炼丹宗师就能炼制。什么？那不是我也可以啊？不仅是你，我上我也行啊。可炼制龙阳丹的材料收集极为繁琐，
需要龙眼草、赤阳石、纯阳百花露3物。光是这纯阳百花露就会让不少人放弃炼制。纯阳百花露，那不是酒吗？这酒价值可不一般啊！要知道，数万清晨花卉叶滴才能凑齐一道纯阳百花露。为了留住花露中的阳气，还必须放弃修炼，随时随地的用体内灵气运养。人要是没点毅力啊，还真酿不出这道美酒。而赤阳石则是以火山阳气炮制而成，龙眼草更是耗费心神。此物并非天地生养，而是以炼丹师的丹火喂养而成。正因为十分磨人，所以没有炼丹师敢碰这种灵丹。你既如此抬高，本太子颇为好奇，此丹有何功效啊？龙阳丹，顾名思义，服之可通经络，壮阳气，令体魄如苍山之挺，似浩海之渊。你这妹妹不简单呐！这只是一般功效。哼，就这？哼，圣朝太子，老夫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。服用此丹者，直接增寿300岁，修士可服用多次，每用1次，后续服用功效减半。什么啊？直接增寿？这要是吃上一枚，以后的日子岂不是快活死了？我操！要是服用3次，岂不是能多活500年啊？这下圣朝太子可满意了。哼，秦大师，你赢了。诸位，此次大赛魁首，还有谁有意见？既然如此，我宣布，陈婉儿就是此次炼丹大赛的魁首。陈婉儿，好样的！哼，尘埃落定了。五妹，你做得很棒。三哥就不好奇，我怎么突然变这么厉害了？哦，哼，这么说来，龙阳丹也是那位前辈传授于你的？没错。道士，难道跟指引周灵儿寻我来中都的道士是同一人？五妹，你还能见到那位前辈吗？莫前辈，婉儿来找你了。莫前辈，你在吗？啊，莫前辈，这位前辈，在下神念感知到您就在附近，还请现身一见。前辈费尽心思将在下引来中都，恐怕不是为了躲猫猫吧？得罪了。那莫前辈，小子，你就是这样用玄冥仙人的绝技的？你打鸟呢？是你。哎，行了，既然都见面了，那就跟我来吧。异族公主打算唤醒她女儿的血脉吗？是的，需要处理掉。不必，被人族玷污的血脉就算觉醒，也翻不出什么浪花。哦，对了，以后你不必打听消息了。主人，怎么了？历练的时间到了，接下来随我参加周国之战后，就回族里去吧。是。这个觉醒仪是真的没问题吗？丽娜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
也不知灵儿能否觉醒血脉。该做的你都做了，接下来就看灵儿的造化吧。算算日子，战虚就要开启了。也不知玄帝能否踏足天骄榜，成就天道化神躯啊！哼，天骄榜吗？这是结束？小莲子，你搞些啥子名堂哦？战虚是玄武界气运的聚集地，界书可将气运划分区域。你说我在干什么？你就不怕遭天道反噬啊？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你寄予厚望的小子是什么来头。尊上，您吩咐的事，子晴已办妥。很好。元国元婴修士本就屈指可数，加上你的安排，想必陈玄风绝不可能登上天骄榜。天骄榜承载气运，凭他一人是没办法和诸国抗衡的。如此一来，主人也能尽最小的代价除掉他。穆前辈的意思是，参加诸国之战，三哥必然九死一生。是十死无生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有谱了吗？我一定要去。这么怕死啊？不为长生，你修什么仙呢？凡人一生求仙问卜，不外乎是想自己做主。若修士己不由心，还修什么仙，求什么道？若像你一样东躲西藏，云国该怎么办？要么有所不为，要么有所必为。我背负的一切，绝不容我退缩。三哥，既然话不投机，罢了，我也不想再劝了。只要你能接下我3招，我便放你离去，如何？你比我见过的那些化神修士要强太多。道法万千，仙缘有数。看来前辈很自信。第1招，消失了。不对，这压迫感是金戈道运。杀气，是杀伐道运。上次在周武商会，你释放的分明是草木道运。双重道运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当然是我。观察不等于了解，谁还没点命？还要继续吗？不必了，以你的实力，接下3招绰绰有余。按约定，你可以走了。前辈似乎很失望。反正拦不住你，爱去哪儿去哪儿吧。我继续过我逍遥日子。在下只是不明白，前辈为何一定要阻挠我们，甚至编出破绽百出、十死无生的谎话。说的越危险，才能让你越忌惮。毕竟你对诸国之战本就是一无所知。到晚上挑灯夜战，研究什么呢？哼，烦着呢。父皇任命我为诸国之战领队，正搜集往年各国的情报呢。有学院参战的吗？自己找。女帝50年，玄天学院弟子，烈阳堂莫千寻，随大炎朝出战，力压当代天骄，为天骄榜榜首。哎，曹子庚，烈阳堂出过这种猛人，怎么没见你师父宣传啊？诸国之战，名头好听罢了。
我就是从那鬼地方逃出来的。逃？姓莫，莫千寻，莫千问，千问千寻，难不成跟莫长老有关系啊？还有其他记载吗？只有一句：莫千寻不敬上界，与域外邪神勾结，女帝以叛逃罪名捉拿，为其逃脱。登上天骄榜后，本以为能飞升上界，哪知一切都是阴谋。阴谋？前辈，您是要接我们飞升的吗？算是吧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前往上界了！全都聚集到我所指的位置。接下来我们3人会赋予你们前往上界的飞升符咒。哼，这一批的实力倒是不错，可以动手啦。到上界之后，我可不会再败给你了。当时我们这些天骄满怀期待，哪知道那个法阵根本不是授予飞升的符咒，而是烙印了控制奴隶所用的精神灵纹。如此一来，所谓的天骄在那些上界之人眼里，其实跟牲畜无异。今后你们就是羽族的战奴了。战奴？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狗。断！别想反抗！下场！那前辈你……墨家以空间法术立身，我趁其不备，灭了其中一人肉身，才得以脱身。后来呢？逃脱之后，我本以为能将此事告知天下，哪知却早已被逐出家族，成了被圣岛通缉、人人喊打的叛逃修士，只得东躲西藏。啊，原来如此，看来前辈是怕我步了后尘。不，我更想拉拢你，联手推翻玄天女帝。听黑瞳说，玄风阁在你的管理下成了西南最大的拍卖行。哼，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东拉西扯可不像姐姐。哼，你倒是摸透了本座。这次找你是要你带本座管理西南势力一段时间。妹妹才这点修为，姐姐心可真大。本座相信陈玄风的眼光，放心，黑瞳会协助你。不愧是弟弟给奴家找的姐姐啊，果然大气。我来给你护法了。此次闭关，劳烦三长老了。不知玄帝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呵，拉拢我？不错。圣岛通缉你时，我回玄天学院打听过你，引发玄天金光，金丹期越境杀敌，豪取新生大比第一，与我当年丝毫无二。若非圣岛通缉，恐怕玄天榜赛第一名也是你了。前辈高看我了。高看？不，是所有人小看你了。前辈要推翻女帝，想必已有所筹划。这是自然。东躲西藏这些年，我在各大古迹搜罗了不少东西，那龙阳丹丹方便是我从中寻的，所以我手里的宝贝还有更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前辈能回答，我便答应联手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前辈所为，是为了阻止飞升，还是为了顺利飞升？自然是为了顺利飞升啊。那推翻女帝，
就一定能让前辈顺利飞升吗？换句话说，既然上界之人视我等为猪狗，不被修饰，真的可以飞升吗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我想，这诸国之战还是得去。若能从上界之人嘴里抠出办法，女帝统治自然会忘记。凭你一人，拿不下那些家伙。那就要靠前辈助我调教一下帮手。唉，没想到这些登上天骄榜的家伙全都飞升了。那咱们是不是到了准备说再见的时候了？唉，见你吉言。有没有什么飞升感言啊？我要是去了上界，你在下边最好给我弄个雕像，平时没事呢就烧个香拜拜，我说不定会保佑你早日飞升。好小子，还没上去就想占哥们儿便宜啊！你可真损。啊，你们家族的？是陈玄风。三哥、莫前辈，你们回来啦！新鲜出炉的，不错吧？这么短时间就能炼出一炉极品丹药，看来这段时间五妹下了不少苦功。不错，已经完全超过炼药宗师的水平了。那可不，本公主可是拿了炼丹大赛魁首的人。怎么样，莫前辈，没让你失望吧？如你平日所言，是个深不可测的家伙。你说的帮手什么时候来？来了。陈玄风，能收到你的传音，我的面子不小啊。什么事儿非得来这破地方讲？好事。这就是你的帮手？好事？帮手？他们二人分别继承了玄天堂与烈阳堂的绝学，论其潜力，能与之相较者屈指可数。学院的后生吗？你们俩释放气息，我瞧瞧。这是学院的前辈，照做吧。云天、雷神，确实是学院压箱底的招牌。行，那就照你的计划来。这俩人我先收着，调教一番后，应该能够登上天骄榜。你跟他俩交代一下，完了再让他们来找我。陈玄风，这位前辈是什么意思啊？是啊，还说能登天骄榜。再过些时日，诸国之战就要开启，我想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，而那位前辈就是来助你们提升实力的。我也要参加，可我不是皇子啊。诸国之战中，皇子会争夺国运，所以需要护国卫士，你是可以参加的。啊，对啊，我是夏圣朝领队，是可以钦点你加入的。到时候咱俩一起登天骄榜，如何？你这小算盘打的是哐哐响。不过你要我们怎么帮你啊？登上天骄榜，然后呢？等登上天骄榜后，我会告诉你们的。哇，搞这么神秘吗？好了，前辈还在等你们，我就不留了。五妹，走吧。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呢？既然都交代完了，就进来吧。上界之人筛选战奴一事，你在历代玄帝身边有听过吗？没有啊，主人所言，
本喵估计是第9代玄帝发生变故后的事。变故？第9代飞升前被上界派人镇压，本喵因此陷入沉睡。所以，这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。看来他们隐藏得很好，连父亲都不知情。否则以他的为人，不对，父亲当年没让我参加诸国之战，并执意表示想让我继承帝位。难道说是为了让我避免沦为战奴？诸国之战原本是为挑选玄帝继承者的战虚，里面汇聚了玄武界所有契约，仙元机遇更是多不胜数。只有获得6成以上的契约，才能有资格成为下一代玄帝。你是何人？等你参加诸国之战，契约自然就能知道我是谁。难怪他会提到契约。我说卫青，要不你就认输吧，一直躲来躲去，还切磋什么？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才对嘛！当心了！早就等着你的雷神掌了。蓝天炎龙，前辈，就要分胜负了，您出手干什么？两个臭小子，再这样下去，这里都要被你们毁了。前辈教了这么久，不让我们练练手吗？有力气还是用在诸国之战上吧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升你们的修为。修为这么低，就算功法强大，也不一定帮得上忙。我们修炼速度又不像陈玄风那么变态。是啊，前辈。行吧，行吧，吃下去，好好练吧。啊，丹药能让你们修为至少提升2个境界。哎呀，别再抱怨了，赶紧修炼吧，要不然根本赶不上那小子喽。此次闭关，我准备进入化神再出关。啊，这么久啊！修行本就如此，抛开修士间的争斗，便只剩下枯燥了。是飞鱼门的人。我去，这么久了，他们居然还在盯着。怎么了？他们是暮云山派来的，铸剑山庄和飞鱼门已经合盟。既然如此，那在闭关前，这笔账也该算算了。是该好好算算，毕竟那老家伙手里还有东西没交给。打算怎么做？哼，杀进去！不好了，庄主，不好了！什么事职？这样大呼小叫？启禀庄主，我国外面有人打进来了！啊！爹，救我！陆庄主，好久不见。哼，拿走山庄传承之物，竟然还敢回来！既是传承之物认得主，
铸剑山庄何不顺应天意？你又是谁？爹，他就是羞辱我的那个家伙。闭嘴！哦，原来是你呀！你认识？老于，杀你儿子的仇人在此，还不速来！嘿，你们完蛋了！哼，小子，终于现身了，给老夫纳命来吧！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啊！小子，你想怎样？说，暮云山在哪儿？庄主这么着急，到底所谓何事？您就别问了，快跟小的去吧。他来了。庄主大人，二长老来了。庄主，不知找我有何要事？你说呢？是你。铸剑山庄可以换个长老了。悉听尊便。你只管动手。青青，再怎么样，我也是你爹呀！庄主，庄主，我为山庄尽心尽力，你不能就这样对我呀！庄主，道友，能否卖陆某一个面子，放过穆长老？你的面子我要不起，跟我来。爹，难道就这样认栽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把整个山庄都打进去吗？少庄主，他能一剑养了飞鱼门门主，就能一剑养了我。他不滥杀，不代表他不敢杀。再找麻烦，我亲手送你下去陪暮云山。是，我知错了，爹。来此地做什么？取点东西。清风，跟上就是。这里竟然有处剑种！此处乃清风剑的剑种，可助清风剑恢复剑灵。青龙剑诀是你功法根基，与清风剑相辅相成，即使没有剑灵，照理来说也本该与你心意相通。你的意思是功法有问题，可剑诀是娘亲手教给我的，怎么会？我想慕云山为人不耻，病堂应该早有预见。没错，肯定是害怕慕云山据为己有，所以剑诀才会不完整。而且方才搜魂，我还得知了件事。什么事啊？留给他自己消化吧。什么是神神秘秘不能说的？谢谢。娘，你留的东西孩儿要取走了。
想必这便是完整的青龙剑诀了。木姐姐，他没事，我们护法即可。三哥，就这样放任木姐姐在那儿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洞口被我布置了阵法，没有化神修为进不去的，放心。要突破了吗？好端端的哪冒出来阵妖风啊！我去，好冷啊！还是赶紧回房去吧。令堂留给你的遗物，我修复了，就此别过。待诸国之战结束，可去仙盟大会寻我。小婉儿，陈玄风，你终于来了。你要的人我带来了。想不到，不等我出手，他就倒在梦离的计策下。狱族的人，你居然背叛人族！哼，老家伙，良禽择木，狱族比人族强多了，臣服我们有什么不好？狱族，原来所谓的神，就是他们一族。真是不懂父皇看重三哥哪一点，居然让他当领队。把嘴闭上！云国之主恭迎圣使。想不到这种小国竟有2位元婴大圆满的参战者，战虚通道将在一炷香内关闭。我还要去下一个地方，你们几个人尽快前往。诸国之战关乎国运，运国虽小，却是你们5人故土，朕拜托你们了，出征吧！这鬼地方居然没有灵气！老三，你是领队，你说怎么办？当务之急是先找个地方歇脚，尽快摸清这里的情况，好过在这里白白耗费灵力和真元。哼，那万一遇上别国队伍偷袭，岂不是死路一条？能躲就躲，避不了那就打。我听三哥的。那就先这样。大哥这是被夺舍了吗？竟然会同意？我同意。那我也同意。哎，快看，那有座城！城外有结界，应该有人。那还等什么？就是不知是敌是友。你的心眼倒是不少，不如先去看看。也行，我去探探，你们等我消息。
什么人敢闯我联盟据点？联盟据点，看来这地方应该不止一国队伍。在下来自云国，想找一处歇脚之地。云国？哼，你们听过吗？没有。想必是某个不知名的小国。那要不直接赶他走？眼下联盟示弱，要是实力可以，团结此人也并非不可。哼，你个大块头，什么人都想团结，这种地方展示热心肠，可是讨不到什么好处的。还是我来吧。好俊俏的公子。几位可是商讨好了，不知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进城？哼，你还挺上道的，知道要给点好处。但说无妨。问问他有没有丹药可以恢复灵力的那种。这家伙是生怕对方听不到吗？他就不能直接传音吗？灵元丹可以吗？既能恢复灵力，也可以用于冲破金丹期的修炼瓶颈。灵元丹，果然是灵元丹。哎，这位道友，你要是这样，那可就一切好说了。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子恭维一个陌生人。还用想？别看这家伙平日里不男不女，可那眼力算是咱们三最厉害的了。估计这位云国道友是拿出了让他心动的好东西了。没有杀意，看来是真的看上灵元丹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好办了。这位道友，不知需要多少灵元丹才能换一个人入城呢？道友只需给5枚就行。不如这样，我给阁下30枚灵元丹，可否让我在城外的4位伙伴进城？当然没问题。等会儿，道友刚才说什么？我说30枚灵元丹换5个人进城，如何？你这是捞了多少好处啊？换做平时，你可没这么好说话。哼，也不看看人家给的是什么。灵元丹，3瓶都是？当然。太好了，有了灵元丹，突破到元婴轻而易举，我这就去闭关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去闭关了。这守门的事就拜托你了。不是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算了，找那位云国道友来陪陪我吧。三哥，你怎么跟人家谈的？安排这地方也太寒酸了吧？四哥挺适合自力更生的，要不去跟他们谈谈？行了。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，此地没有灵气，无法感知修为。方才进城，城门上那2人一直打量我们，也不知他们修为如何。若是他们修为不高，倒是可以直接控制这座城。我看还是静观其变，初来乍到，说不定有很多事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找我何事？他们2人拿了道友的丹药就闭关去了，我这一个人太无聊，所以只好请道友来陪我解解闷了。闭关？灵元丹只能让金丹期突破，这么说，那2人都是金丹期修士。你也是金丹期，为何不去闭关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只是随口一问，谁知你如此坦诚。好啊，道友诈我。如此着急提升修为，莫非是在准备什么？还请赐教。谢了，道友猜的不错，
我们这么着急，是为能快些猎杀战须那一种独有的战兽。战兽？玄武界有那么多诸国，那些顶尖的王朝和帝国可不是我们这些小国能比的。所以，为了有实力与他们争夺气运，必须激活战须里的战碑，而战碑必须靠持有战纹的修士激活。战兽便是我们获取战纹的来源，只要凑齐5道战纹就能激活战碑，而往战碑灌输的战纹越多，看来这片战须有着一套独到的竞争规则。你们这座据点是如何找到的？这座据点是60年前，也就是上届国战，国家的前辈合力留下的。参与过诸国之战的小国都会联合留下据点，保证下届后辈征战有个好彩头。道友的蜀国看来是第一次派人来战须啊。确实如此，日后还望道友能多多担待。哪里，换我柳木就好。道友这种上道之人已经不多了，若是离开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呢。不知如何称呼？我看你是舍不得我的丹药吧。陈玄风。陈玄风，这名字有点耳熟啊。你不会是圣岛通缉的那个陈玄风吧？是我。啊，真是你啊！那这个，你收回去吧。该死的圣岛使者，居然放这种魔鬼进这里，你们都是睁眼瞎吗？丹药给你，就是你的，不用在意我是谁。吓死宝宝了！这家伙怎么看也不像无恶不作的邪修啊。难不成我听的那些都是谣言？是战兽，陈玄风，你守在这儿，我安排其余人去防守。三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总而言之，这些战兽我们必须猎杀，至于原因，后面再解释。那就比比谁猎杀的多吧。好奇妙的感觉全身都变得无比轻盈了。阿银，这是龙吟剑，果然是真的，难怪老三变化那么大，想必早就已经被夺舍了吧。三哥，那是陈玄风守的那个门。大哥总算出手了。他们这是干什么？这家伙的功法有些诡异。你不是老三，你到底是谁？什么意思？眼前的三哥恐怕已经被人夺舍了。这不可能！陈鼎，信口雌黄可不好。玉婷妹妹，你仔细想一想，17岁之前他从未检测出灵根，就是个废物。照理来说，年纪越大，检测出灵根的希望也就越渺茫。可他偏偏在最后1年检测出灵根，还是从未记载过的灵根。哼，这样一个废物，若非被夺舍，他凭什么翻身？甚至能在宗门大比打败了玉婷妹妹你。够了！我这元神可是被你嘲弄打压才会郁郁而终的。
没找你算账，你反而找我麻烦。想不到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四弟。别叫我四弟，陈玄风，别以为修为高了就能在我面前装蒜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都是个废物。是吗？可你别忘了，我的不幸可没少过你的掺和呀，陈弟。你说我该不该找你算算的？既然你非要找死，那我便替原身了结这份恩怨吧。老三，疯了！他是你四弟。是吗？可你和他似乎并没有把我当兄弟啊。竟然真的想杀了我，是真的，刚才真的要杀我，他是真的会杀我的。三哥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该死，这杀气比我修炼的杀气还要可怕。老三，你最好想清楚。若我真被夺舍，大可以解决了你们一了百了。毕竟在我眼里，这种事也不算什么。三哥，你说的是您绝对没被夺舍，是我不长眼，是我口无遮拦。够了，这次是看在五妹面上才放过你，记住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记住了，三哥，我记住了。那你手里的龙吟剑怎么解释？况且修为提升如此之快，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。既然怀疑我，怎么不在云国就提出来，偏偏在这儿？难道是有人特意指使他这么做的？哎呀，大哥，三哥的这柄剑只是仿制而已啦。不对，陈玄风在灵宝阁曾拍下过龙吟惨剑，当时我就在现场。加上夺得新生大比魁首另一截残剑，将其修复也并非不可能，所以这柄剑绝对是真的。居然记得这么清楚，果然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卫青混一起久了，脑子也好使了。啊，五妹，那天我确实对你撒了谎。哎，算了，其实冷月姐姐认出此剑时，我就知道了，只是三哥否认。我只好装糊涂而已。龙吟剑的确是我费尽心思所修复。那你的修为呢？修为？我进仙元班时，你当时似乎只有金丹后期，修炼的也不是现在这种凶煞的功法吧？修行路上谁还没点机缘？如今你也修为暴涨，怎么不说自己也被夺舍了呢？你好，暂且信你一次。但你最好别露出马脚，否则我定不会放过你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怕人找麻烦，但最好也别随意找我麻烦。哼，陈玄风，不管你是不是被夺舍，只要你威胁到我的地位，我就不会放过你。柳木，丹药够吗？够了，还好有你啊。
不然我们这座据点恐怕撑不到明天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根据记载的描述，这些战兽一般不会主动进攻我们，可一旦进攻便不会停止。昨晚进攻据点的战兽只是最开始的先锋战兽潮。你的意思是，今晚还会有更大规模的战兽潮？没错，除非踏平这里，否则这些战兽每晚都会出动。只能希望今晚能平安抵抗住下一波了。万一抵抗不住呢？这个据点是我们三小国前辈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，我就算是死也会保护好这里。我明白了。那你知道这些战兽有什么弱点吗？弱点？什么？出城斩杀战兽兽王？三哥，这也太凶险了！老三，你膨胀了。白天战兽的实力会下降，这是机会，否则据点不得安宁。三哥，战虚可没有灵气，若是灵气耗尽，岂不是会丧命？要不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老四说的没错，贸然行事与送死无异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可是三哥，战虚无法。不必说了，老三，要去你自己去，但你要想清楚，到时孤立无援，可别怪我这大哥不伸一援手。有胆子你就一个人去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。是啊，三哥，这件事关乎性命，大哥也是为我们考虑啊。既然这样，我孤身前去即可。陈玄风，我会处处与你作对的。当然，若此次你死在战兽手里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若是没死，一旦有机会，本殿下绝不放过。切，死妖人，非拉着我们守门，结果自己倒是睡得比猪还死。三哥，等等我！哎，是陈玄风和五公主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此行凶险，你还跟来？那也好过跟大哥、四哥他们在一起。哎，对了，三哥，我刚才就想提醒你，战虚无法用神念探查这些地貌，你如何寻得战兽的巢穴呢？我自有办法。主人，找到巢穴了。直接前往。是，主人。五妹，跟紧我。就是这儿。五妹，当心！孟玉，想不到你也来了。你们天启国来的人倒是挺多，看来昨夜受潮没受什么影响。怎么，上通国吃了亏？数量太少，连凑齐一道战文都不够，这不想带人过来多捞点儿。这股气息是战兽兽王，不好，有人捷足先登了。三哥，果然是化神期实力，看来必须速战速决了。我没事，五妹，这条畜生我能对付，你继续帮我拦住那些低级战兽即可。三哥，尽量快点，我的灵力快坚持不住了。放心，我这就了结了他。三哥的气息好强。方才的杀气令人不寒而栗，仿佛置身尸山血海。战兽兽王的气息已经消失殆尽，想来已被那人斩杀。好在啊，那人留了这么多战兽，至少我们不会空手而归。就是不知他来自哪儿，这种怪胎，我们这些大国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。以后要是碰上，一定要躲远点。如此恐怖的杀气，很大概率来自那些顶尖红潮。
准备的如何了？10大皇朝全都愿意参与。哈哈哈哈，不错，这才对嘛。如此一来，这陈玄风便是瓮中之鳖了。这便是所谓的气运吗？什么感觉啊？唉，别提了，气运没法炼化，不然也不会这么快结束。你这也太晦气了吧！你那嘴碎跟班又开始催你了。不过倒不是回据点，而是去围剿一个小国联盟。不是，你们可是顶尖王朝哎，居然要去打一个小国联盟，会不会太没有下限了一点啊？这是圣朝调令，10大皇朝都要去，没办法拒绝。唉，走吧。看着春竹，他们应该不是一起的。这阵势，怕是来者不善。我去看看。诸位道友，不知来此据点有何贵干？哼，李道真，可以出手了。不好！煞气，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功法气息。你是元婴？看来你也是元婴啊！拳法，天道雷法。哦，竟然还有力气站起来！不过是偷袭得手，得意什么？是吗？不好！于婷，老四，小心！哼，晚了。哎，你没打中。哼，是吗？那你要不要看看他呢？玉婷妹妹，哼，蠢货，连元婴都不是的家伙，压根儿不配成为我的目标。你这家伙，我跟你拼了！哼，愚蠢！一个金丹也敢对我出手？看来你很得意。谁？这是杀气。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只需要知道，你还有3息时间可以离开这里。哼，装神弄鬼。是，你还有2息时间。这家伙到底藏在什么地方？还有1息。废话少说，给我出来！乱藏，愣在那儿喊什么？时间到了。谁？
这家伙居然在这个节骨眼赶回来了吗？段仓，看来你又要出手了。段仓，不必喊了，他已经死透了。死？他可是元婴大圆满，怎么可能毫无还手之力？在他死前，我还给过他机会，让他3息时间离开这里。可惜他不听我的话，所以只能死在这儿。现在，我想问，你会听我的话吗？哼，无知。哼，跑这么快干什么？也不把垃圾带走。哼，别得意的太早。方才结界已破，你们做壁上观我不追究，但是段仓到死也无人出手，该给个解释吧？解释？瞎了你的狗眼，看不出来他们怎么受的伤吗？李道友，你与段仓二人动手后，我们原本打算以阵法将此城困住，可惜就在开启阵法时，突然感到了一股杀气。啊，杀气？啊，是杀死段仓那家伙？没错，就是他一招打伤了我们4人。恐怕他就是此次圣朝调令的目标。我还是第一次碰上这种可怕的家伙，好想跟他实实在在的打一场。我的剑也期待跟他下一次的交战。无声无息的杀掉一个元婴大圆满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说了你也学不会。哼，对不起，之前说你被夺舍，是我多疑。这次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恐怕老四跟玉婷，甚至是我，都会栽在那2人手里。哦，原来你还会反省，就是不知那煞气功法是谁教给你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难道功法有问题？看来还不算太笨。这是妩媚炼制的，可以增加寿命。娘娘腔，你放心，我会把你带回兰国的。刘牧，陈道友已经替你报仇了，接下来这座据点，我跟唐燕会守护好的。你看，我们果然是最后到的。行了，你都嚷嚷一路了，能不能让人清静点啊？我就说了几百句，哪里说一路了？哎呀，谁来把这王八带走啊？你说谁王八呢？信不信我削你？诸位道友，夏圣朝曹子庚接圣朝调令前来。这么快就结束了吗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不晚，调令目标还在这座城里。那他是？天圣朝的段仓。啊，这是死了？死的不能再死了。我去，段仓可是修行神念一道的修士，还是元婴大圆满修为，居然就这样水灵灵的嗝屁了。这调令目标这么凶残的吗？不是，这人头送的太快了吧？我们还没到呢，一血就丢了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手下人不懂事啊，闹笑话了。哼，看来夏圣朝很自信呐。那接下来再打头阵，就靠曹道友了。啊，
造孽呀！还没混个脸熟，仇恨值就被拉满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这李道真心眼可真小。你要不要回忆见面时你说过什么？行了，赶紧布置好阵眼，离开这里。我可不想成为第二个断仓。三位，既然来了，就留下吧。我去，谁啊？我是你秋山爷爷。老魏，快出手啊！用不着你说。哼，跟我玩火，小样！你蠢货，闹出这么大动静还不跑，摆什么造型啊？喂，小心呐！曹子刚，快走！你看我走个毛线啊！这下真的要栽了。谁要栽了？这声音是陈玄风。圣朝调令。哼，不然谁来这儿就为了一个小国据点吗？难道你们就不去获取战文吗？这可是激活战碑、争夺国运的唯一条件。你们就不怕国运衰落吗？这到圣朝调令结束前，战碑还有天骄榜都无法开启。不错，这时收集战文不仅浪费时间，反而会在战碑开启时被人强取豪夺。这是想借诸国修士之手来耗尽我的灵力。陈玄风，你打算怎么做啊？很简单，把我抓回去。那曹光头的传音符，他告诉我阵眼已布置好。哼，算他们有点本事。我已传音其他人启动阵法。那就开始吧。阵法已成，可以进去了。这镇元风灵阵可以封闭经脉，镇压修士的灵力和真元，你要小心啊！他们进城了。两位，这一出戏靠你们了。三哥，千万小心。我会的，记得按计划行事。五妹。怎么回事？春元被封住了。这些家伙。干得不错。嘿嘿，那肯定，我家皇子可比那段仓靠谱。把你的嘴闭上！把他带走。哟，醒了？哼，你身上已经贴满了符箓，还是别挣扎了。不能动用灵力吗？还好这些符箓压制不住神力，倒是可以试试，能不能让他们说出点什么。你们就只会这些手段吗？你也偷袭过我们，就当咱们扯平了。偷袭？就凭你们？我那是一时心善，不想滥杀罢了，否则你们早就成了我的剑下亡魂。是吗？那我便跟你堂堂正正的打一场。就他，就凭你一个打碰碰拳的瞎子，你配吗？赢了你也是欺负废人。敢说我是废人？道真兄，请解开他身上的符箓，
我要揍扁他！哈哈，这家伙的嘴可真毒啊！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贱耍的跟猴子拿烧火棍一样，半斤八两还敢笑人家，我脚使剑都比你好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脚使剑。唉，陈玄风毒舌比之曹岩，有过之而无不及啊！呐，把这两货都气红温了。天河浩然，冷静点，他是在故意挑衅你们。被看出来了。他刚才用神念干扰了你们二人，我说怎么方才心烦意乱？差点着了他的道。你是怎么看出来？哼，我修的符箓一道，刻画符箓对掌握神念的要求极高。虽然你很小心，但我依然能感觉到。看来是问不出了，只能等五妹来了。我很好奇，为何圣朝太子一定要抓你？因为他害怕我。哼，这个笑话并不好笑。是吗？那他为什么要抓我？你会关注一个对自己毫无威胁的人吗？你有听过我这个人吗？看来外界中的传闻，你们都没听过。我们这些参与国战之人，自幼便会从师闭关，与世隔绝，直至国战开启，所以不曾听过外界传闻。啊？自幼闭关，与世隔绝？不是，你们不是皇子吗？怎么会过上这种日子？皇子？你在开玩笑？哼，我只是庶子，能被选中参加国战，算是撞大运了。那你们，天河跟我都是庶子。我这双眼睛便是因为庶子身份被人挖了，好在有些天赋，被选中参与国战，也算脱离苦海了。不只是我们，大多皇朝参与国战的修士都是庶子，洛仙子、叶仙子、慕容兄三人也是其中之一。看来这些皇朝恐怕知道诸国之战是个局了，所以才会挑选庶子，培养成可以随意抛弃的参战棋子。遇上我，该说是你们的幸运，还是噩耗？够了，说这么多干什么？出身低微，受尽冷眼，遭人欺辱，这种痛苦令人恐惧、悲伤，令人忍不住自卑自怜。但这些都不是尽头，等你们被人操纵着命运堕入深渊，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绝望。你什么意思？不好，非洲要毁了！三哥，我没事。混蛋！我刚才的话，你若真想知道，下次见面我会告诉你。后会有期。别追了。那女子是谁？你可没说过还有漏网之鱼。是我的疏忽，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找其他人会合。如今非洲已毁，必须就近找个据点过夜，否则那些战兽盯上我们就糟了。哼，分头找。总算回来，否则唐燕说你故意被擒，我还以为是说谎。阵法破了。破了。五妹，下次别跟老子冒险干这种事。看来丹药很中意。五妹炼制丹药不错，我体内还剩1半药力没有炼化。接下来你来守门吧。三哥，以你的实力，那座非洲阵裂后，你可以擒住那2个人，为何没出手呢？按照计划，我原本是要出手，但在非洲上时，我从他们口中得知了一些事情，所以断了对他们出手的念头。什么事情啊？记得曹子庚说过，
诸国之战除了争夺气运飞升的天骄榜外，还是各国皇子继承国运的国战之地。记得呀。哦，看你这反应，怎么像是忘了？哎呀，我刚想起来嘛。哎呀，三哥，你别卖关子了，你快继续说嘛。其实来据点的那些家伙，他们的身份并非皇朝中的皇子，而是出身低微的庶子，而且是自幼培养、与世隔绝修行，只参与这一次国政的庶子。堂堂顶尖皇朝国运，不给皇子继承，反而给庶子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没错，莫前辈说，诸国之战就是上界之人挑选战奴的阴谋。原本对此我还有些怀疑，可这些庶子就像是刻意成为战奴所培养的，让我不得不确信了此事。那怎么办呀？三哥，我们还能回去吗？既来之则安之。据莫前辈所言，上界之人一定会抓踏上天骄榜的修士，你到时不参与天骄榜的争夺即可。我知道了。可是三哥，那些庶子并不知道此事，他们只知道要抓住你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不爱，他们本就是皇朝为上界之人准备的战奴，若能多接触，或许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助力。诸位，到了。好在遇上了道友，不然我们怕是甩不开那些战兽了。啊，不必客气。如今战端未起，能结交其他皇城，未必不是一件幸事。说的也是，赵兄阔气。我去啊，真要在这儿待一晚吗？怎么，喜欢上被战兽惦记的感觉了？打住，我可不想再体会一次了，差点没给我整出阴影来。我已经可以想象你刚才掉进战兽巢穴的怂样了。这赤皇朝据点感觉不咋地嘛，跟小国据点没两样。哎，该死，他又来了！回去一定得好好跟父皇说一说，治一治他嘴臭的坏毛病。是吗？那你倒是把夏圣朝的据点变出来，给大伙看看。我就是评价一下，你有必要这么计较吗？你快给我闭嘴！不好意思啊，赵师兄，手下人口无遮拦，让你见笑了，你别见怪啊。师兄，哦，原来是玄天学院的学弟，真是幸会。赤皇朝战虚据点早已不在，如今这座据点还是我斩杀了一头兽王，驱逐城内战兽所得，所以自是有些简陋。若这位道友嫌弃，据点外有我特意留下的魔焰气息，那些战兽因为惧怕会远远避开，不敢靠近，倒是可以在那儿将就一晚。兽王，那可是堪比化神期的战兽，除非有化神后期的实力，否则无法将其斩杀。赵师兄厉害啊！比起在学院，如今已是蛟龙入海，更胜一筹了呀！哎呀，还好及时把这家伙给拉住了。哎，师弟抬高我，还是先进场吧。南派老祖，战虚7日后就会关闭，你还要多久才能出手啊？放心，我已将气运划分，绝不会耽搁。你最好快点儿，这批战奴质量若是太差，我可绝对不会独自认罚，一定会拉上你。若是按耐不住，你可以亲自动手。好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。哼，早就想要那小子手里的剑。叫去荒漠。奇怪，
兽王的气息消失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才刚找到这儿的，又要空手而归了。有别的队伍在这儿。有熟悉的气味，是你的老熟人啊，沐玉。要不要去打个招呼？孟玉，老熟人，缘分还真是奇妙。哼，2次撞见你，2次空手而归，这缘分不要也罢。哎，圣朝据点怎么出现在这儿？圣朝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又要干嘛？那些东西让我很不舒服。哎呀，完了，出大乱子了！大乱子是啥意思啊？想看热闹？天霸呢？天霸也想看看。既然如此，跟上去瞧瞧。2位道友找我，可是城中有不习惯之处。赵兄，就在方才，我收到朝廷调令结束的消息。调令发布时，我虽并未应召，但看你们昨日狼狈模样，想必应该并没有成功吧？赵兄猜得不错，对方不但实力强劲，而且异常阴险狡诈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段仓甚至连那家伙真身都没见到，就被他无声无息给杀掉了。更可怕的是，那家伙一剑便能击溃我们这些元婴大圆满修士，甚至连非洲都承受不住他的剑气。断命魂针的段仓，是能一剑做到如此程度的，甚至遭到圣朝调令的针对，恐怕唯有一人。赵兄知晓此人，自然知道，此人应该是陈玄风。他并不滥杀，想来是放过了你们。哼，放过我们？赵道友这话什么意思？人各有命。段仓之死非无迹可寻，你们能活也绝非偶然。难道段仓就该死吗？你最好收回这句话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出手。修和心结合果，你可明白？哼，我不懂，我只知道段仓是我朋友，我只想让那家伙血债血偿。多说无益。你既已满腔怒火，那便用最强一招来对付我试试。若你击败我，我便向你赔罪。哼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十方天雷，落！在下燕国唐燕，上国秋山。不知道有大驾光临，可有何事？哼，陈玄风，还不出来一剑？陈道友正在修炼。问你了吗？就敢在本太子耳边聒噪，别轻举妄动，否则他的下场就不止那么简单了。阁下过分了。哼，过分？一个小国之人也敢这么跟本太子讲话？这样破感，难道是化神修士？阁下，还请高抬贵手，有什么要求，我燕国一定全部满足。只要你放过秋山。哦，是吗？那让你对陈玄风动手呢？哼，就知道你不敢。既然无用，那便去死吧！混蛋！燕星坠！如此靓丽，果然实力还是差太多了。
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数十道天雷汇聚在一起的攻击，他竟然用肉身硬生生的扛过去。连击破我肉身都不能做到，却想让那家伙血债血偿，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。这差太多了。唐燕，陈道友，终于肯出来了。我跟你似乎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。陈玄风，你我之间确实没什么仇怨，冷家之事也是小打小闹。可是你不死，玄武界就不能安宁啊！要不你就牺牲一下？你这般厚颜无耻，也配说牺牲二字？那就别废话了。半山、镇海，属下在。把此地给本太子平了。那小子交给你。没问题。好在主父母辈他们离开了。接招吧，小子！这家有些不对劲。小子，上次算你运气好，地煞才会栽在你手里。可这次，你休想活着走出战区。这家伙的实力怎么会增强这么多？草木倒运。半山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别让他有喘息的机会。陈道友，快避开！他避开不了了。这小子的手什么时候恢复的？不好，他是故意阻挡我。多谢太子相助。他交给本太子亲自料理。是啊。果然是双重倒影，你身上的秘密还真不少。你也不差，看来你察觉到了。你的气息比在冷家时高出了数十倍不止，很难不察觉。所以现在你还觉得是本太子的对手吗？总要试一试，不是吗？那便成全你，圣和结仇。唉，赵华清的魔焰太变态了，连天雷都不怕。曹子高，我们的据点被圣超强攻了，桑哥在对王后，你们的位置在哪儿？我来找你们会合。就在你救下陈玄风的西北方向200里外有一座古城。我马上赶来。这是什么？不懂了吧？这叫通讯符箓，只要在指定距离内留下一定数量的灵符，就可以用它传递消息。哦，难怪昨晚你一路偷偷摸摸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哼，长见识了吧？哎呀，真是好东西啊！这霸道的力量，绝不是灵力。这家伙
难不成跟上界之人有关联？哼，像这样的宝贝，你这种废物可配不上，只有本太子才适合拥有。区区元婴，竟想跟真正的化神修士相提并论，在没有天道压制的情况下，就算你是双重道运之身，也不过是一只蝼蚁。不好，灵力和真元都被耗尽了。看来不需要那个老东西出手，你就可以去死了。难怪等了半天也没见你跟来，就知道你在逞英雄。赶紧恢复灵力，拦住他一会儿。哼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带上秋山兄弟，赶紧离开。大恩不言谢，道友。你是何人？是你爹。而修炼此等功法，绝非善类。一个搞偷袭的杂碎，也好意思评断善恶？妖煞诀，小心！这个血煞是由妖兽精血凝聚而成，威力不可小觑。哼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？怎么会？不！接下来到你了。必须尽快恢复灵力和真元，陈宫撑不了多长时间。主人受伤了，我低估了战区的影响，如今身处险境不说，连龙鹰剑也被夺走。看来得让本庙助主人一臂之力了。你来助我？哼，躲开了！你就只会偷袭吗？啊！哼，愚蠢至极！凭你这半桶水的妖煞诀，也妄想进本太子的身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还不肯听话？那便让你来了结下面这条不听话的狗吧。等再收拾了那小子，你便只能认我为主了。混蛋，追都追不上，不会又要跟人家干起来了吧？彪子，再快点！这女子竟然让本太子感到了一丝危险。你身上的气息，我很讨厌。哼，你坏了本太子的好事，还敢出言不逊？什么？你的实力还不错嘞。梦里可没说过，那小子身边还有这么厉害的女修。刚才那一剑根本不可能是你这个修为能使出来的。你到底是何人？杀你的人。
收敛一点，他可是……哎，天哥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好机会，就等你上钩了。陈玄风，给他服下，接下来交给我。陈玄风，还不死心你？没有天道压制，任你有多少底牌，面对本太子，都不过是杯水车薪，自取灭亡。抓到你！天道压制？怎么会啊？陈玄风，你做了什么？既然你仗着战虚没有天道压制，那我便用点手段把你从中拉出来。而现在，你已经到我的地盘了。你的地盘？哼，口出狂言也要有个限度。战虚乃玄武界通往灵界的通道，就是我族羽皇也无法带人离开。哼，虽不知你用何种手段引发了天道压制，但想凭这点困住本太子，那着实可笑了些。看来你还不清楚形势。你做了什么？别紧张，只是一道杀伐咒印。只要你再敢动用真元，虽然做不到将你抹杀，但坏了你这具肉身，还是轻而易举的。交出他们二人，否则别怪我下杀手。两位圣朝道友，何必如此咄咄逼人呢？少他妈废话！既知我二人隶属圣朝，还敢插手阻拦，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此女与我有恩，我断然不会将她交出。那你便陪她一起下去吧。报告，是伏地术。办法了，那便让我领教一下化神修士的实力吧。果然还是他不错。西寒天，王勋，我的拳头只会让他肉身经脉尽断，死不了的。哦，那他岂不是还要谢谢你大发慈悲？动不了了。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缠上我的？我的判官笔可是孟家唯二的驱魂法器，根本不是护身用的。你上当！混蛋！小心上面！消失了。太子和搬山将在哪儿？放心，马上就带你去见他们。
陈玄风，你杀又不杀，放又不放，到底想做什么？等着便是。真言之火，你得了黑莲剑尊的传承。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。若不想遭受折磨，就把知道的秘密都说出，否则，我不介意用搜魂之术亲自动手。好，本太子说便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赵师兄，你可愿意施一援手？我参加诸国之战，就是为了再跟陈玄风打一场，使得修道之路念头通达。这个忙，我帮了。太好了，我替三哥多谢赵师兄。事不宜迟，赶紧出发吧。三哥这家伙就爱逞能，结果还得让这么多人去救他，真是麻烦。你说是吧，玉婷妹妹？陈鼎，你不会忘了，是陈玄风从那些黄巢人手中救下的你吧？若不是他，你恐怕已经成了这战须一截土了。等等我，玉婷妹妹。这么说来，你们圣朝就是上界之人留在玄武界的守门人。你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若非100年前有参战者灭杀了来此处的接引人，我族也不会再扶持一个圣朝于此。那玄武圣道曾经又是什么存在？哼，自然是我们挑选战卒，最开始所扶持的傀儡势力。想不到你们这些外族倒是懂得自上而下渗透。你们人族虽强，但却经常内斗，否则我族也没有这个机会。这是你们的劣根。是吗？看来你了解挺透彻。哼，若非那老东西没向我道明你手中有如此重宝，我岂会逞一时威风亲自来抓你？老东西？这么说，他也在战须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难怪会被派下来当看门狗。哎呀，看样子你派过去的人不得行哟。原本是想瞧瞧这个陈玄风能否集齐战须内的所有气运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神魂化形，风灵镇魂术，那种邪门的镇魂禁术你都敢去修炼？哼，什么狗屁仙术禁术，分得那么清作甚？只要与我有利，便是我修行路上必须的道法，修它又有何不可？刚才那人的气息，怎么感觉有些熟悉呢？天霸饿了，天霸要吃东西。还好带了不少吃的，要不是小时候老哥为了我被人弄成傻子，恐怕我也没机会参与魔战。好在没影响老哥的修行天赋，希望得到战兽兽王的精魂后，能帮老哥恢复神智吧。
战区里似乎没有这些飞禽走兽吧？这圣朝的话语术当真神奇，竟能通过灵力画出语义。主人，你能飞了！有了这个，便不用耗费灵力御剑赶路了。那3个家伙，主人打算怎么处理？剑哥被带入了战虚，也许能用他们来交换。要不是本庙支招，主人都不一定能拿下那3人。本庙可不信幕后之人会这么轻易的谈条件。你说的不错，拳头大才是底气，还是得多些底牌，才有谈条件的资格。本庙就知道主人的打算，所以早就等着这第3次传承了。不过此次传承是4代玄帝的道运，估计会是最煎熬的。再有6日，上界的接引人就会到战虚，不管多难熬，我都得受。说起来，这还是第一次看见祭坛夜晚的样子。这是什么？将元婴置入光源中，可受明火焚魂之痛，万毒噬骨之苦。坚持时间越长，所得传承越多。焚魂之痛，噬骨之苦，这真的不是在找罪受吗？若无法接受，可以直接放弃，但你只有这一次机会，要想清楚。竟然只有一次机会！第10代玄帝，你是否接受本次传承？拼了！焚魂噬骨吗？似有无数火烫之剑在头顶上不断穿刺，火辣辣的鞭打感遍布头顶，连眼睛都像是要被挖走了一般。身体里似有千万只蚂蚁在蠕动、翻涌，感觉要被撕裂了。老子跟你拼了！来，打我！想不到主人毅力竟然如此之强。比起刚开始要用自虐来遏制痛苦，如今主人的忍耐力恐怕已经极为接近4代玄帝了。到时间了。是的，主人，你此次传承已持续50日，外界已过5日了。再有1日，上界的接引就会到了。看来只能结束考核了。第10代，恭喜你，你的神念及肉身已经足够接受此次道运传承。幽冥道运，为何感觉跟赵化清的幽冥魔焰气息如此相似呢？算了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得尽快回战区。你为何没去跟五妹他们会合？天骄榜已经开启，他们都在那里。我一直在等你出来，带你过去。有心了。看起来，你似乎还对我有意见。你夺舍老三，
违抗玄天女帝，偷取圣物。如今还想阻止我等飞升？哼！我难道不应该有意见吗？真没想到，这枚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戒指，就是传说中的圣物。你抓到此人，助圣岛取回圣物，紫青长老会为你邀功的。圣朝之人应该还在鼎内。啊，多谢提醒。南派老祖让你来的。他在洞府等着主人。身体使不上力气。别废了这具肉身，那是我三弟的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把他给阴成这样，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虽然不知道那老东西从哪儿找的你，但我劝你最好别扫我的兴，因为我现在火气很大呀。道运，交给我来。看在你帮本太子的份上，毁我族人肉身一事就先不追究了，但陈玄风的修为我必须废。重新给天罡弄副肉身。多谢太子。重塑肉身，我族手段可不是人族能媲美的。在远古时期，人族先祖碰见我们，都得尊称一声神。不愧是火羽王赏赐的神物。哼，都是来下界当神使，可谁能想到那个最没存在感的家伙却能得到族内成神的资格，真叫人嫉妒啊！还得是主人赏识，否则我这无名之辈岂能入得了火羽王的眼？好了，闲聊到此为止，该去南派老祖那家伙的洞府了。主人，听火羽王说，此次接引战龙，族内会派下位神过来坐镇。知道了。小婉儿，南派老祖，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。剑客，哼，
看来阁下便是当年人族第一剑修圣地天心宫公主，传说中的人族剑尊无极剑主吧？哎呀，真是落毛凤凰不如鸡呀！阁下当年被奉入神明，甚至能与我族天羽神主争锋，哈哈，这如今呢，却剩一道神魂苟延残喘，实在是令晚辈唏嘘呀。天羽神主，你是羽族之人？不错，在下乃神主护法火羽王麾下第81位神使。小男子，已经背叛了神族。哼，老家伙，良禽择木，这可是野兽都懂的道理啊。如今羽族中心星神数千，乃是灵界第一大族，比人族可要强太多了。臣服我们有什么不好啊？羽族，原来2代玄帝斩杀的神，说的就是他们。小子，醒了！还给我！原本以为你会比这枚戒指的第9代继承者难对付，可谁能想到，只是用了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就这么快废掉了你。老祖，原来是你！去参加国战吧。是。圣岛3长老就曾中过我这招，你虽为他摆脱了控制，却并未将我这手段放在心上，反而欲和我正面过招。狮子搏兔，一用全力。我没想到你会不顾高阶修士的脸面，动用这种卑鄙伎俩。脸面，卑鄙。看来这枚戒指给了你勇气，却让你少了些脑子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像你这样的修士我见多了，有点本事便自以为天下无敌。其实修仙是很残酷的，很多人都在这条路上身陨道消。还有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成仇，同门相互算计，甚至是父子之间自相残杀。上一刻还是你的伙伴，下一刻就会要你的脑袋。没有人能保证自己是绝对的强者，大家只能尔虞我诈，各怀鬼胎。对付你虽使了伎俩，可你又怎知我没用全力？你这种人有点要蹦起来的苗头，只要先打压，再给甜头，等候时机任其膨胀。届时使些伎俩，就会一戳即亡，丝毫不费吹灰之力。梦离追你未能得手，后面即便对付你，也没有动用全力。虽然3长老和圣朝对你出手，都有他推波助澜，可凌云界给了你不少帮助，让他们无法解决你。你将他们反制，一步一步变得有些得意忘形，而这也为我的伎俩做足了得手的铺垫。所以我用全力了吗？这一切竟都在你的计划之中。你身在棋局之中，自然不知所以。只可惜我不会给你翻盘的机会了。南派老祖，杀他有必要费这么多话吗？摆弄棋子，棋手的乐趣罢了。
竟然是他第一个到。赤霄国运，这至少是猎杀了5头兽王吧？黄金国运，唉，算了，人比人气死人，勉强对得起父皇了。还剩最后2座战碑，也该来了。哎呀，这密室外有阵法，出不去的，你还是消停点吧。我明明知道桑哥在鼎内，我就应该坚持等他出来的。都怪我听信了大哥的鬼话，结果害得你跟我一起被困住了。万一桑哥真有什么危险的话，我真的……你别自责了，谁能想到陈宫藏那么深？奇怪，怎么只有陈宫一人？这是还活着吗？原本以为重活一世，有了凌云姐的帮助，只要自己足够相信，必然能复仇。没想到还是败给了自己，我不甘心啊！灵犀散尽碎人世，魔焰满夜诸神。幽冥一目破枷锁，逆转生死报乾坤。逆转生死，不破不立，
原来这才是4代玄帝留下的真正传承。派老祖，你等着吧！哎，你在意的那小子，虽说得了玄帝传承，可终究还是太嫩。想必现在他已经身死道消了，这枚戒指也将重新封印了。玄帝传承，原来这枚戒指是玄帝炼制的时空之宝凌云戒。弄死了小娃儿，接下来就是对付我了嘞。我原本就是你的第2元婴，如今背靠羽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便取一神格，让你重塑肉身，就连你的修为也能再达巅峰。哼，说得好听，要是老子答应了，恐怕就要永生永世出羽族趋势了。那小子竟然还活着！哈哈哈哈！小娘子，你是熟路啊！啊！哈哈哈哈！陈玄风，你食言了。这个家伙为何看着有些眼熟？这是幽冥魔焰。那小子会在这群参战者之中吗？紫瞳国运吗？能到仙神峰，足以说明你们都是玄武界的顶尖修士。现在到你们争夺国运的时候了。第1局国战，蒋尚谦准备。第1局国战开始。哼，阁下蒙面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吗？这么装，我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，原来只是个激活紫瞳国运的家伙。想来你的实力也不怎么样。这种战备只用猎杀1头兽王，而我激活的青云国运可是需要整整3头。识相的话，我劝你最好与我签订附属国契约，臣服于我们莽山帝国。否则，若是动起手来，你败了，国运被夺，你们国家将会直接被圣朝夷为平地。莽山帝国，想不到西南大陆最神秘的古国，竟在这儿让我碰到了。不过此人倒过于识人，还没开始，便苦口婆心劝我投降。哼，才青云国运就这么嚣张，像个地主家的傻儿子。哼，青云国运对战紫瞳国运就是碾压，是我比他还嚣张。这莽山帝国的参战者，无论是修为还是手段，恐怕都远远超过这个蒙面修士。但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那个蒙面人明明是先上去的，如果他真的很弱，为什么还这么淡然？或许那家伙是个愣头青呢。怎么样，想好了没有？你可以试试。你这人真是一点也不识相啊！这么近的身位，根本无法避开，第1局就要结束了。不，没那么快。啊，躲开了，这运气！你这家伙，哼，又躲开了，不是巧合。这蒙面修士有点东西，难道
他是在故意隐藏修为。混蛋！我方才明明露出了破绽，他却不对我出手，绝对是在故意戏耍我。难道他就打算这样一直躲下去吗？那个蒙面人每次都在最危险时避开对方攻击，虽然看着取巧，但能将时机掌握到此种地步，绝非寻常修士。不然这样下去，得多久才能打完？就是一直这样下去，后边的人还比不比了？不急，马上就能出结果了。除了躲就是躲，你这跟缩头乌龟有什么区别？就算能赢，也不过是耗尽了我的灵力，根本无法夺得我的国运。此人灵力所剩无几，倘若还不出手，倒是容易让人生疑。将这莽山帝国收为麾下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怎么不躲了？既然你如此不服，我便成全你。到底是谁成全谁，还不一定呢。我未身死，若动用凌霄玄指和玄天阴阳诀，圣朝太子必然察觉，南派老祖说不定也在关注。如今能用上的手段，除了幽冥道玉，便只有幽冥魔焰，但道玉还是少显露为妙吧。这灵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幽冥魔焰，难不成他也是父皇所生的庶子？哼，这下我看你怎么躲！好快的身法！这家伙果然是扮猪吃老虎。你是这？国战之争，胜者要么夺取败者的国运，要么将其收为属帝国。我要收为属帝国。应允。这段时间只顾着解决陈玄风，什么时候多了这种修士都不得而知啊！看来这次的战奴族内来人应该会很满意吧？哼。第2局国战，你下签。想不到莽山帝国地处偏远，你会愿意收为属帝国？黑岩就在西南大陆，这可一点也不远的。你一开始留了余孽，我自然不会赶尽杀绝。阁下大恩，我感激不尽。今后本国愿听差遣。怎么称呼？张凌晨。宁风。贵国国战既已落败，不知接下来的天骄榜，你还参与吗？我行到此，只求保住莽山国运。至于这天骄榜之争，我并无兴趣。若信，国战结束便退出战区，能保住性命。等回西南大陆后，去找黑风窟老祖，若他出关，让他来仙盟大会找我。我选择收为属帝国。多谢赵兄。嗨，陈玄风不在，这里压根儿没人是你对手。我看未必。第3局国战，丁尚谦。哼，你应该知道我的符箓克制你的功法。哼，是吗？第3局国战开始。这怎么可能？只可惜现在的我早就不是上次见面的我了。但出手就是杀招，竟然直接灭了李道真的神魂。啊，陈公他什么时候这么可怕了？哼，不愧是南派那个老东西的杰作，还真是凶残啊！这个陈公，恐怕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家伙了。在下认输。
此人剑道也算不错，竟在曹子庚手下撑不住4个回合。看来莫前辈对他和卫青2人还是费了点心思的。天干20席位已定，接下来即刻入塔。塔，这是化神塔，乃圣朝为国战的圣者所准备的奖励。传闻塔内共有7层修行之地，若能进入此塔修行，等进入化神，可轻松碾压同境化神修士。难怪圣朝化神修士如此难得，看来跟这化神塔有关系。听我们老祖说，几百年前有个闯过7层修行之地的修士，从塔顶出来，直接从元婴蜕变成化神期，而且实力远非同境修士可比。那名修士恐怕就是莫前辈了吧？哼，我是没机会了。到时候争天骄榜时，你们对我下手可要轻点啊！放心，我是不会客气的。我也是。你们俩就嘚瑟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闯到哪一层。记住我说的话。这里灵气浓郁，正好恢复一下真元。好厚重的灵气，运转进周天之内，犹如龟爬。不过当下似乎也没别的选择了。用幽冥道运推动周天运行，倒是轻松了许多。还好当初没有放弃第3次传承，否则南派老祖突然利用身边的人出手，我必然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。真元恢复的差不多了，感觉体内有股力量正缓缓充斥着身体每一处。这第1层没什么危险，灵气适合恢复，不知道第2层的又会有何特别之处？想不到那个凶残的家伙，竟能一直紧跟着赵兄。幽冥魔焰，哼，就让我看看你能闯到第几层吧。那个打败你的家伙，竟然这么久还在第1层，怎么，你一个投降的，还看不起一个拥有席位的参战者？切，他不过就是运气好碰到了你，不然有什么资格得到席位？运气，碰上了我，能跟黑风窟老祖相识的人可没这么不堪。你这意思，对上我的人一定能有，是吗？不然呢？青云国运被一个紫铜国运击败，简直是史无前例。要是我对上你，行，你也就只会逞点口舌。你刚才认为运气好的家伙已经进入第3层，啊？你说什么？第2层灵气可以炼得，若非有幽冥魔焰，我又得耗费许多时间了。好磅礴的生气！这第3层灵气进入体内竟会四处乱窜，难以控制。好在至高元婴的纯阳之力，可以轻松将其压制。
道友且慢。这家伙什么态度？道友，这第3层灵气生机之力太强，若未将钻入体内的灵气完全炼化，便试图进入第4层，会被震伤经脉的。道友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。秋霜，此人显然是故意装聋作哑，他既不理会你的好心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？哼，就是，既然有人非要找罪受，咱们应该成全他。要不是他运气好，遇上莽山帝国那傻子，一个紫铜国运，压根儿就占不到席位，能上第3层，恐怕已经到头了。道友，你想清楚，若经脉损伤，第3层的灵气将会在体内乱窜，经脉就废了。看不出来，这家伙心肠还挺好。但是我并没有受第3层灵气的影响，不劳阁下费心。哼，你听听，你就算做了这个好人，人家也不稀罕。是啊，这种人等他受伤就老实了。秋霜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勿管他人瓦上霜。罢了，看在你提醒我也是好心，便送你一程。道友，你别紧张，我带你上第4层。黄金国运的我们都没把握上去，你一个紫铜国运的家伙，竟然要带人上第4层，谁会信你的鬼话？哼，就是，你也太狂妄了，从未见过有人厚颜无耻到这种程度，自己都不一定能上第4层，还在这说大话。你要是能做到，我就是喊你爷爷也不是不行啊！我也是，但是只怕他没这个机会。我可没有你们这种不孝子孙。你说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就说。我说过，带他上第4层。竟然真的上第4层了。已经第4层了，哼，运气好罢了。有的人就只会嘴硬。道友，你为何经脉没有受损？你们入塔没感觉灵气与每层环境有关吗？环境？修炼5行之气，便是此塔玄机。5行之气，第1层宽阔宏宇，山势林立，5行属土；而第2层金戈横立，5行属金。土承载万物，虽厚重却能滋养；金坚固无比，虽刚烈却能除浊。第1、第2层，你们修为足够，自然安然无恙闯过。但第3层遍地翠茂，5行属木，灵气自然能舒筋藏血，而修士气满神足，若气血过旺，肉身不坚，必会生机过补，经脉受损。所以需以手段压制，隔绝多余灵气侵入体内，才能护住经脉。原来如此，此地一片汪洋，与5行属水，这生机应更加旺盛才对，为何却如此平静？你可以试试。受损的经脉竟然恢复了。水主生机调节，虽然生机旺盛，却是循环代谢之用。从第3层出来，直接炼化第4层的灵气，会将躯内多余杂质和生机排出蒸发。原来塔内5层竟有如此玄机，也亏我是炼丹师，否则还真窥探不出此塔秘密。此地灵气大补，说不定能突破制化神。炼化5行之气，能让肉身强大，必是为了锤炼出迎接雷劫的化神躯。如果没猜错，再往上便是火。
第5层真邪门，还好焚天诀能镇住这些热血火毒。不愧是五行属火的修行之地，这感觉血脉膨胀，身灵活络。炼化此地灵气，竟能让周天运转快了数10倍不止。心魔气，此地遍布这些最细挑人心，扰人心智。若非我没窥得此塔玄机，在第4层吸纳了不少灵气，怕是也会中招。有意思，原以为会是拥有幽冥魔焰的赵化清最先到达第6层，想不到还会有意外之喜。这批的战奴竟然有2个人族能闯到第6关！哼，不要小瞧人族，他们也会出妖孽的。太子，化神塔6层乃是雷境，若他们没能扛住，既然如此，便窥探一下吧。奶奶的，有必要追着我匹马？我你妈！啊！不，这都给我劈出幻觉来了！陈玄风。糟蹋！体内压制的第3层灵气压制不住了。难道说元神出窍？我就知道是被雷劈花眼了。尊上，给我起个名字吧。你受雷劫所成，便叫做灵庭吧。多谢尊上赐名。观你修为，为何只有元婴大圆满？尊上，我是您修炼玄天阴阳诀时诞生的元婴。差点忘了，我之前的修为已经被南派老祖所废，如今一身修为是幽冥道域重塑的。那你接下来可想修习何种功法？尊上，这是我多出的一些技艺。乾坤造化开灵府，点密玄功悟太初，法相昭昭尘世破，真元浩浩道心苏。太虚神殿，造化玄功。放心，你既为我元神，若多一分实力，我自然多一分助力。你还要在那藏多久？站着不动，可是会被雷劈的。哎呀，陈玄风，你大爷的！哇，神奇修士，这怎么可能？刚才那人是谁？一挥手便将我等全部挪移至此，这等手段绝非下级修士能做到的。老东西啊，陈玄风修为明明被我所废，你告诉我，他进入化神是什么情况？我怎知道？他生机被我所断，掉下万丈深渊，本就应该死透了。哼，掉下深渊本该死透？难道不是你玩了杀人诛心那一套，让他活了下来吗？
你怀疑我故意放走他？你应该知道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怎么，拉不下脸亲手将他挫过杨辉吗？你要是拉不下脸，就应该让本太子来。够了，此事我会善后。善后？他现在在化神塔内，你怎么善后？好强的威压，竟然堪比族内护法！你还真拿自己当个人物啊！我这懒的蠢货，若非女族让你做圣朝太子这位子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将你化作一撮废土？是族内下位神的信号。哼，有本事你就动手，我倒想知道你够不够这个胆。我族下位神已打开来往战区的通道，老东西，说的善后最好速度点。喂，这样一直被雷劈，真的会凝练出化神躯吗？怎么，嫌慢？想快点也可以，肉身扛雷就行。啊，你认真的吗？炼化你在前5层吸纳的所有灵气，借用雷霆之力将其融进5脏6腑。这是你在哪儿看的？我刚才被雷击中突破，总结的。信你一回。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器皿，将军用一下吧。你的化神躯成了。这感觉是凌云剑。有麻烦要来了。你说的麻烦，难道是赵化清？不是。那是谁？倒是忘了这化神塔的火境，热血侵袭，心火扰神了。就算收回种下的心魔，竟只需减1半心魔气。梦离这颗棋子挑的倒是费心。哟，成功了！要不是陈玄风告诉你这塔内玄机，你怕是要被这雷劫生生耗死喽！多谢。不客气。出了塔，便是天骄榜的争斗，我也不想胜之不武，
先前你蒙面用过幽冥魔焰，这种罕见的灵火，只有我们赤皇朝才有，你是如何得来的？这是个秘密。不过为了得到它，我的神魂和肉身都受过极为可怕的折磨。听起来与我遭受的魔焰之刑极为相似。是幽冥烙印的气息。这是当年我通过魔焰之刑得到的魔坠，你将手放上去试试，说不定会有收获。哦。有收获吗？还不错，就当是给你的谢礼吧。小子，从来此去，躲得了历史，躲不了历史，你终归是小馅儿。他果然知道我没死。啊，这位道友，你谁啊？我们很熟吗？哼，聒噪！南派老祖，我才是你的目标。看来你们有交情。这些其他皇朝的人似乎与之前不一样了。此人手段诡异，能操纵修士心，想来他们都是中了招。啊，这么难对付啊？所以我才会觉得麻烦。嗨，合着你说的麻烦是他呀？不是，你咋在哪儿都能招人恨呢？属实是仇家遍地走，活得像条狗啊！确实像条狗，一条丧家之犬般的野狗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绝对不是。不是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有你这么曲解别人玩笑的吗？他是玄武界贝地的掌控者。掌控者？不是吧？不是，你现在都玩这么大的吗？那他干嘛要杀你啊？他阻断了飞升路，用看似公平的诸国之战赐天下修士机缘，实则以此为局，行圈养之实，为上界之人选拔战奴。我找你和卫青，就是为了阻止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用再说了。总之就是要跟着老贼为敌，对吧？你很有悟性。你就算说出去又如何？只要人族劣根还在，这局就破不了。废话也聊完了，小子，这一次你是打算束手就擒，还是让我继续亲手送你一程啊？你们刚进入化神，根基未稳，尽快离开此地。离开？真当我心慈手软了？你们一个也别想走！快走！白费功夫。竟然接下来，他散发的气息如此强大，为何修为却只有化神期？莫非这副躯体只是他的身外化身？不对，身外化身除非是实体元神，否则无法炼化五行之气。你莫不是受伤了？实力差这么多。别高兴太早，就算抓不住你，我也能耗尽你的灵力。是吗？化羽术，上朝的蠢货，竟将这种神通给他虚去了。哎，那方向是？
若非害怕伤及你们性命，我早将你们焚灭了。眼睛像是有什么要钻出来了。难道这是魔坠之人赋予我的咒术？害怕？想逃吗？是你。分魂感应消失了，将分魂救出来。原来那团恶心的东西是你的分魂，很可惜，已经被我吃了。你哪来这种手段？乖乖交出分魂，我能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你已经让我死过一次，你我之间接下来，猎人与猎物的身份是该换换了。痴人说梦。哦，那这二人体内隐的分魂，你不要了？你不要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既然放出来了，还收回去干什么？就用噬魂咒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会这道咒术？没什么不可能，你的分魂我就笑纳了。接下来，我会将你的神魂全部吞噬。好，我必须马上逃出这座塔，不然会被那小子吞得一干二净。想走，你走得掉。奇怪，怎么突然就躺下了？尊敬的下位神卡列，我与王麾将第81位神使索特再次恭候您。索特神使，本神接令下界，乃是为战奴一事。卡雷大神，战奴的挑选还未结束。这么慢，你们是怎么做事的？看管此界的界主呢？为何不在？界主还在化神塔内。正因为此前他刚愎自用，战奴一事才会拖延。真是麻烦，到底忙什么事啊？这……怎么不愿告诉本神？岂敢啊！这家伙的气息跟那老东西比起来差远了。虚空所握，这是下位神才能做到的。合体期修士，你是此界界主？正是。你是此次接引战奴的羽族下位神？哼，眼睛还算不瞎。下位神就这点实力，恐怕羽族神王还得再派一个上位神过来。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本神？你的耳朵应该不聋吧？这点实力，做我的对手都不够资格，又如何助我镇压这批战奴？老家伙，不要仗着你是界主，便以为能对本神不敬，小心本神翻脸。是吗？随你的便。这可是你说的。雕虫小技，
不堪大用。你说你个下半身，就算是上半身来了，都要敬我3分。若非我失去分魂，实力大减，恐怕你连出招的机会都没有。算了，跟这种蠢货怄气不值得。这老家伙真是不知好歹。人族战弩很弱，就算他们想逃，也只能靠偷袭，如何能是卡列大神对手？卡列大神身负下品神格，镇压这些人族战弩简直轻而易举。就是，我接引数次，还从未见过实力超过我等的战弩。一群蠢货，你们太小看人族了。卡列大神，也许界主是害怕被族内追究，才如此夸大战弩实力的。哼，既然你说是夸大，那为何你也不能收拾掉呢？卡列大神，这战弩那名叫陈玄风，诡异的很，有众多法宝傍身，跟他交手啊，实在是防不胜防。一不小心便会被空间至宝拉入其中，受到了天道限制。空间至宝，不好，凌云界又被那小子夺过去了。还有天道限制的空间至宝，一个人族竟能拥有这等宝物？卡列大神，在下可以证实神师所言，句句属实。我等被抓，皆是因为那件空间秘宝。如果能夺得此宝，再将其献给族内护法，未来成为上位神必然是眨眼之间，说不定还能成为心腹。既然这陈玄风如此令人忌惮，那本神就必须将其解决。尔等放心，只要本神出手，必能将他擒获。擒获？愚蠢至极，想必是动了对凌云界的贪念吧。也罢，等你亲自对上那小子，就会后悔了。战弩，辛辛苦苦修炼这么久，竟然是为了成为上界之人的战弩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燕兄弟，你冷静点，这样打下去，你手不疼吗？算了，让他发泄一下吧。这种事，任谁知道了，都是难以接受的。可是，曹师弟，你身为皇子，是无法体会这种苦楚的。不是，赵师兄，你咋还论上出身了呢？曹师弟，你可知道，旧派皇朝为保存实力，坐在皇位的国君必须在诸国之战前的几十年内不断生育。啊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什么道理这是啊？因为参与诸国之战的修士必须是皇室血脉，这是诸国之战的规矩。这是大多皇朝为筛选出修行苗子所想出来的途径，而那些孩子大多都是国君宠幸普通女子所诞下的，仅仅为了诸国之战而诞下的牺牲品，所以不会被赋予任何身份，只能是庶子。我便是这些庶子的其中之一。我们这些庶子生下来就无名无姓，无依无靠，全都被关在一起，一次次，一年年，不断测试灵根，直到7岁前还不能觉醒灵根，便会被处死。整个玄武界，不知有多少女子被当作牲口，多少婴儿沦为废料。岂止如此，岂是如此？就算通过了灵根测试，也只会挑选出天赋最好的一个人，其他的失败者全都会死。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可怕的魔窟里爬出来，好不容易才争到这么一个机会。我真的以为我是能迎来飞升的。畜生，简直是畜生！这些该死的混球！诸国之战的规矩，虽是为消减玄武界各个皇朝的实力，防止这些皇朝出现厉害的修士，可谁又能想到，这些皇朝国君为了巩固地位，会如此不择手段。的确挺畜生的，不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。燕九说，这些上界之人如此费尽周折，就是为了用诸国之战让我们修士互相残杀。
如今想要飞升，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团结，才能有可能做到将那些上界之人解决，才能让飞升之路不再受限。这就咱们几个拧成团了也干不过吧？打不过也要打，打得过更要打。此时一旦退缩，往后绝无半点机会。我赵华清可不愿做他们的狗。我也不愿意。打就打，事先说好，要死一起死，千万别卖队友。算我一个，就是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你能做的事可大了。等这么久，你们总算出来受死了。化神修士，这种蝼蚁都对付不了，真是枉费你做了这么多年界主了。哼，神族，我乃天道后裔，下位神卡列，见到本神还不下跪？天道后裔，哼，从天道缺口诞生的一群怪物罢了。好霸道的领力！哼，我跪你奶奶！放肆！还敢反抗？果然是活腻了。一个灵纹阵法恐怕不够，加强结界。是。是禁止结界。谁让你们擅自打扰本神戏耍这些蝼蚁了？是小将自作主张，还请卡利大神恕罪。哼，这次就放过你，都给本神听着，不准插手！本神要亲自教训这3只蝼蚁，让他们看清自己是多么的低贱。这个卡列未免太目中无人了些。谨遵大神命令。这个神的嘴可真欠啊！他交给我。他很强，你有把握吗？这不是有你们吗？你们尽量看住圣朝之人，等塔里那5个家伙出来，我们才有胜算。小心。哼，还敢主动出手？难不成你以为能近身本神不成？虚空所握，这个上界下来的神果然不好对付。哈哈，看你第一个冲上来，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是自寻死路。哼，为了让你死得心服口服，本神将会用神力送你一程。那便是下位神的神格才会拥有的神环吗？虽然很不服气，但卡列大神确实有嚣张的底气。哼，索特神使，你能这样想最好。出手吧，陈玄风恐怕应付不了他。他还没让我们出手，那就是能应付，相信他便是。好。若真被这股能量击中，恐怕连元神都逃不掉。他里面那几个家伙还没出来，不行，必须再拖一会。怎么，吓傻了吗？还是说你是在乖乖等死，放弃挣扎了？你似乎认定我逃脱不掉了。你不可能逃脱得掉，蝼蚁。若是你愿意以天道起誓，此生永受本神奴役，本神倒还可以考虑饶你一命，如何？好，你是怎么有脸提这个要求的？你配吗？你配？你说什么？我不会跟没脑子的家伙再重复我说过的话。这个人族，他把卡列大神彻底激怒了。哼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，给我死！化羽术，化羽术
这怎么可能啊？他竟然真的练成了！你这卑贱的人族，怎会拥有我族的圣洁之意？圣洁？你们也配？一个卑贱的人族，怎么可能凝聚出金羽？那可是上位神才能退化的羽翼，这个蝼蚁凭什么拥有？说，你是怎么拥有这对羽翼的？给本神如实招来。当然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。不可能，神族修炼我族化羽术，只可能凝聚出黑羽，你竟敢欺骗本神！骗你？可笑！看来你们这些神是高高在上太久，完全目空一切了。住口！以你的身份，根本配不上这对金羽。没错，闹吧，就是这样，动静越大越好。我见识一下狂妄自大的后果吧。不好，虚空裂缝太多了，空间开始不稳定了。卡列大神，小心空间坍塌！闭嘴！本神不用你说。那可由不得你了。看见我有金羽这么急眼，难道你这个神没有吗？你闭嘴！今天就让你个蝼蚁开开眼，什么叫真正的圣洁之羽？哦，原来你有一对鸟毛，刚才你一直不敢显露，不会是嫌弃自己的毛太丑，所以才藏着吧？本神撕了你的嘴！果然上头了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来追我！修补法阵。我去啊！陈玄风竟然真的把那个神给支走了！别开心太早，圣朝的人还在呢。南派老左，你不打算将功补过吗？我这个界主似乎入不了你们那位卡列大神的眼，这功不要也罢。这老东西，竟然真的不打算收拾这个烂摊子了。呵呵，索特神使，卡特大神不在，我等接下来都听你的号令。是吗？那就随我一起镇压下方之人。怎么了？有讨厌的气息在上面。快看，是刘青！不是，姐，咱消停点行吗？那起码是化神修士，你好歹……姐姐，追刘青！喂，好歹也听人把话讲完呐！哎，我们可是被他胁迫，跟着一起干掉了10几只兽王，现在他好不容易离开，你不准备跑路去神仙峰参加天骄榜？难道还准备在这乖乖等他回来吗？那个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。他那鼻子比狗灵100倍，你也不想被他按着踩吧？该死！哎呀，我怎么就跟着你摊上这么个魔女啊？真是命苦啊！小子，本神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是如何凝聚出我族金羽的？若你如实招来，本神便收你为奴仆，怎样？如实招来还要为奴为仆？你这样的神，脑子里装的都是泥巴吗？小子，本神劝你最好乖乖认命，能成为天道后裔的奴仆，那是人族的荣幸，否则的话，你只能成为最底层的战奴炮灰。这荣幸，我可要不起，还是留给你自己吧。哼，不识好歹的人族！擒住你，定要你求死不能！什么人敢阻拦本神行事？这法阵里是无极剑阵。杀！那个光头就交给你们了。有几位接引使在，抓住这小子，易如反掌。易如反掌，岂能如你所愿？想逃，朕山汉地！哼，我说，你们也太不要脸了，对付我还要4个人一起啊！还来，这么不讲武德！
少耍嘴皮子，若是怕了，就赶紧自缚手脚，跪地求饶。那可不行，曹爷爷我还没尽兴呢。焚天炎龙，哼，焚天炎龙真是让人不爽的招式，卑贱的人族，我绝不会再给你们偷袭的机会。往哪儿看呢？你还是先关心你自己吧。金刚，助本太子。李莫看得好，镇海将，困住他！啊，这家伙怎么会回来了？想走？为什么这家伙能回来？卡列，你一个族内的下位神，为什么连一个人族都收拾不了？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那个目中无人的神呢？已经解决了。什么？你把他解决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卑贱人族中的一个化神期修士，怎么可能是我们卡列大神的对手？哼，兵不厌诈，难道你们人族就会耍这些阴谋诡计吗？没错，别以为你胡说八道就能拖延时间，小子，你做梦吧！这是你们那位大神身躯湮灭后留下的，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？那是卡列大神的神格。这怎么会？他竟然有能诛杀下位神的实力！想不到卡列那个蠢货，竟这么没脑子，连神格都落到了陈玄风手里，这下子难办了。若是神格被毁，女族必会追究，降罪于我。小男子，搞这么久，你总算也有觉得麻烦的时候噻。是觉得有些麻烦，不过想到你还在我手里，反倒是感觉有些运筹帷幄了。将卡列大神的神格交出来！哼，走掉吧！是杀伐道运。小子，你看看这是谁？剑哥，这老头怎么会是合体期修为？他刚才在塔里明明是化神期啊！恐怕他是修炼了某种分身法术。陈玄风，方才塔里让你占了些便宜，我无话可说。若你现在想他安然无恙，就给我把那枚神格救出来，不然，小娃儿，莫听这个龟儿忽悠哈！你要是把神格交出去了，以他的点本事，我们几个他都要遭给到这儿哦。你给我住口！这没你插嘴的份儿。剑哥。小子，我只给你10息时间考虑，交还是不交？刚才我跟卡列交手，他明显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，为何现在用剑阁威胁，要换回卡列的神格？我卑贱的人族，你最好赶快交出神格，否则我族定要你粉骨碎身，魂飞魄散！闭嘴！
难道说是因为羽族，他才想要回神阁的？还有3息时间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想要回神阁，可以。你放了剑阁，我给你神阁，怎么样？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们现在就……界主，你怎么敢如此对剑影使？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现在就灭了你的肉身，让索特神使将你送回羽族。你看火羽王那家伙是处置你，还是惩治我？你……看来他果然是怕神阁被毁，羽族下界追究。陈玄风，那个神魂和你什么关系啊？值得你用神格交换吗？是啊，那个南派老祖似乎十分在意神格，这大概是我们重要的筹码。如此处置，是否太过随意？真正能解决那个卡列的人，并非是我。我们拿着这枚神格，能否离开这里都是个问题。至于剑鬼，他是来自上界的前辈，只要他能重塑肉身，将会是我们脱离上界之人掌控的关键助力。啊！这神魂居然这么重要！难怪我的魔坠有感应。既然这样，我同意交换。我也同意。怎么样，南派老祖想好了吗？陈玄风，战须可没有天道压制，我能毫无顾忌出手。倒是别说神格，就连你的命都能收，没资格和我谈条件。别以为用神格就可以要挟我。哼，是吗？你可以动手试试，看看是你快，还是我的剑快。哎，南派老祖，兔子急了也咬人呢，你还是换吧。万一这小子改变主意，有你后悔的。你想死可别带上我，一旦神格毁了，族内要是追究，我必然第一个受罚。哼，我知道怎么做，用不着你一个看门狗教训我。你，东西拿来。我在神格上施了灵纹，你最好老实一点。我还不屑用这种低劣的伎俩。剑哥，好好恢复一下吧。接下来，该我们了结的时候了。我劝你别轻举妄动。神格虽然在你手里，可上面的灵纹我还是能控制住的。南派老祖，你也不想羽族找你的麻烦吧？该死的小子！想不到他被算计后，心机居然变得这么深。好，我可以放过你们。但是你得告诉我抹除灵纹的方法。1个时辰之后，那道灵纹自然会消失。先走。燕九霜他们呢？他们不会有事，否则羽族不会费尽心思用这座化神塔助我们提升修为。哦，陈玄风，你可太牛了！那老家伙真正修为可是合体期，你居然能让咱们从他手上全身而退。说的没错，这要是传出去，
估计都没人会信。不过，我从未听说过幽冥魔焰可以踏印灵纹。那个，不过是我吓唬南派老祖的障眼法，只是他心虚，信以为真罢了。啊！我去，你这也太损了！吓唬一个合体期修士，这胆子真刺激。兵不厌诈，这件事恐怕会让他此生都牢记于心了吧。形势所迫，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介意的啊！我巴不得你遇到这种情况多用几次呢。我更不敢想，那个南派老祖知道真相后的表情会是何等精彩！好了，我带你们去见个人。哦，是谁？解决卡列的人。来了。主人，借住，接引使。好了，和我一起给镇海将重新弄副肉身。多谢太子。行了，快看看这枚神格的灵纹，别让那小子趁机毁了。这神格并没有踏印什么灵纹啊，只是被包裹了些带有神魂的真元罢了。你说什么？该死的陈玄风，你竟敢骗我！进入了化神期就是好，再也无需担心在这鬼地方赶路耗尽灵力了。再见到卫青这家伙，他也只能尊敬的喊我一声前辈了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从南派老祖分魂中得到了一些记忆。五妹和卫青没能参加国战，是因为被成功设计，困在了圣朝据点之中。圣朝据点要一起去吗？不必。元神出窍，御物而行。尊上，助五妹脱困，然后带他们来与我会合。交给我。哇，好大的动静！应该是我们要见的人在哪，过去吧。祭坛，战虚里还有这玩意儿？这祭坛很古老，不知是做什么用的。这是仙门遗迹的入口。仙门遗迹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是仙门遗迹的？难不成你的记忆恢复了？啊，恢复了些，所以找到这儿。此等仙缘可遇不可求，仙子，你可一定要带我们进去见识见识。孟玉，你刚才不还说一有机会就要远离这个魔女吗？怎么现在还舔着个脸凑上去？你的尊严呢？尊严？什么尊严？跟获得仙缘比起来，尊严重要吗？你小子！快看，又有流星了！天霸乖，我们都看到了。这些人大概是想来分一杯羹的，都小心点。那要不要直接开干？不必动手。仙子，你确定？来人有股我熟悉的气息。我说，不会是人家仙子的道侣找来了吧？道侣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？他是失忆的，被我收留的，又不是我拐来的。切，你那什么眼神？陈玄风，是你们？情况就是这样。王八蛋，这群上街的狗杂碎，竟然把我们当畜生养着！哼，天霸不要当战奴，天霸要当就当战士。天霸，你总算说了句彰显出你气质的话了。眼下战虚只剩1日就会关闭，
我们必须阻止羽族带走其他人。匆匆来此，也是想寻求相助。你们3个化神都没辙，我们这些元婴能帮上什么忙？更何况，你所言皆是一面之词，是真是假也不得而知，如何能让人信服？我信。拜托，你别听风就是雨行不行？一个大男人，脑子不至于这么单纯吧？谁知道他是不是骗你？就算是真的，你元婴修为又能做什么？当炮灰吗？只要我们不参与此事，不参加天骄榜，等诸国之战结束，不照样可以全身而退？哼，全身而退？别开玩笑了！你不是庶子，自然不懂陈兄所言的深意。庶子地位何其卑微，如若不是为了国战，如若不是为了应付上界羽族，上通国皇室怎会将国运轻易托付于我？这一切的不合理，只有如此才能自圆其说。不是孟玉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你方才不是还想进仙门遗迹里寻些仙缘吗？现在又出来搁这装什么大义凛然？难不成真想当英雄啊？哼，我想当英雄，本来就被培养用来当做炮灰的牺牲品，就算全身而退，身负仙缘又能如何？一个能全身而退的牺牲品，皇室怎么可能接受？我与天霸是如此，赵兄天纵之姿是如此，而那些10大皇朝的人亦是如此。我告诉你，齐寒天，命是靠这个搏出来的，不是他妈的施舍。我已经被当过一次畜生，绝不他妈的再当第2次。够！好强的威压！这女秀的气息竟然跟那个南派老祖不相上下。他便是有见的人。都怪你，把这个魔女惹生气了。哼，你别尽把锅甩给我，你以为没你的份吗？你们2个废物，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，人家是来找我的。我操，好狠的吐槽，这是一点面子都不给留啊！阁下，还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放心，我会帮你们解决那些人，反正他们身上的气息我不喜欢。这3个家伙就不能早点说？你一顿热血澎湃，弄得我真以为你会去现身。闭嘴！我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好吃，好吃。哎呦，天霸，你慢点吃啊，没人跟你抢。不知阁下如何称呼？想不起来，我能感到你身上有股熟悉的气息，就在你手中那枚戒指上。这是剑哥的神魂。剑哥，你恢复了？嘿，老子啷个可能有事嘛？不过还好你个娃儿耍了点手段，拿神格去威胁南派老祖。要是没得你这一招，嗨，老子哪有那么洒脱就遭他放了噻？哎，至于这个女娃儿呀，那跟老子的关系硬是不浅了，怕算得上是老子第3代的徒孙儿哟。难怪剑哥的无极剑阵被他用的炉火纯青。他的天赋的是顶呱呱的，所以才能把老子的无极剑阵使得炉火纯青的。这个女娃儿之所以失忆，是因为掉进空间裂缝头去了。这么说，她是来自界外，并不是玄武界的人。陈师傅，被陈宫关起来的2人在哪？哎，陈玄风，那个红衣女修到底什么来头？她可能来自界外。界外？天圆地方，宇宙无穷。所谓的界，被可称作乾坤宇宙中的一方天地。大界广袤无垠，可容纳无数星辰日月；小界如沧海一粟，
能自成体系，亦有独特的生灵与法则。而养育我们的这方天地是玄武界，玄武界外还有其他天地，便被称作界外，如飞升前往的上界。啊，那这么说，他是上界下来的人？这群家伙！尊上，我将他们带回来了。三哥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！我还以为大哥那家伙会对你不利呢。他们确实对我下了手，不过我命大。这么多人啊！哎呀，陈婉儿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辛苦你了，卫青，你还好吗？哎，没啥大碍，就是被关了一阵时间而已。哎呦，还好有你的元神用这个鼎带我们回来，不然明日圣朝太子就要送我们前往上界了。你都知道了？知道了，去上界就是去当战奴嘛。哎，我就知道飞升这种好事没那么快轮到我头上。是我先前闭关太过心急，没提前告知你此事，反而害得你们被成功困住。算了，你是不知道，被关起来这几天，陈婉儿天天在我耳边唠叨着担心你，我哪敢说你的不是啊？喂，婉儿，我也有这么久没见你，怎么没见你关心关心我啊？哼，谁管你？都怪大哥那家伙笑里藏刀，不然我也不会那样着急了。如今陈宫完全变了，与之前仿若两人，再见到他，最好小心。知道了，三哥。咋了？好厉害的姐姐，修为竟然比三哥还强。这大气，难道又去惹事？姑娘，你可有想起什么？我到此方天地是为寻找神物，而这神物就藏在此处仙门遗迹之中。那为何还不进去？难道需要什么信物不成？仙门遗迹乃是上界宗门挑选入门弟子的传承之地，这个女子想进去可没那么简单。仙门遗迹得用此方天地中汇聚气运的界书开启，想要进入其中也得身负气运。界书，这玩意儿正好在南派老祖手里。原来如此，我倒是知道界书在哪儿。不过你若想取得，就得会一会持有此物的合体期修士了。不过是合体期，我能对付。你只需告诉我它在哪儿。可以，不过你得帮我一个忙。好。那还真是巧，我要阻止羽族，他要对付南派老祖。某种程度上，我跟他刚好不谋而合。卡莉，你是不是看走眼？人族去化羽术只能凝聚出黑羽，黑羽对于人族而言极为鸡肋，最多也只是多对翅膀，哪里有能媲美我族羽翼的能力？火羽王大人，那人族金羽卡列看得真真切切，不仅一瞬千丈，甚至还包容了一丝法则之力。荒唐！神王出自天道，后又借天道之力诞生出羽族，我等皆为天道后裔，肉身血脉神圣无比，岂是人族修士可比的？他们的低等血脉是绝对不可能凝聚出金羽的，更不可能拥有法则之力。卡莉，你一定是被骗了。这……况且人族本就善用诡计，你一时弄不清真假，实属正常。本王不会怪你。给你台阶你就下，别太犟了。是，火羽王大人，卡列知错。战须一日，境内一月，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将战奴送来。至于那个让你肉身湮灭的女子，让下界界主出手拖着便是。是。方才多谢了。你大概刚成下位神没多久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连自己上面的护法都想顶撞，我岂能猜不透？你做事毫无顾忌，面对族内扶持在下界的圣朝之人，所言所行不留丝毫情面。虽然羽族等级森严，可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为上位者，还是对同族客气点吧。别忘了，你的这副新肉身就是他们给你重塑的。
界主阁下说的不错，在下受教了。不过在下很好奇，为何能说出这番话的界主阁下会背叛人族呢？背叛人族，那自然是为了上天半子，谋求成仙。什么人？杀你的人是你，卡烈。哼，怎么见到本神复活害怕了？神格完好便能直接复活，你们羽族当真是难成。哼，若非你身旁这位女修，恐怕你上次早就被本神擒下了。不过这次既然送上门，就留下吧。是吗？你就这么自信？小子，你到这儿来究竟有何目的？自然是做个了结。了结？就凭你们二人？忘记你的分魂如何被吃掉了？果然，一个人的毛病是容易反复触发的。看来这九幽噬魂咒又给了你再度膨胀的勇气。若非化神塔内有天道压制，我岂会自降修为，动用分魂禁术？是真当我没别的本事吗？奇怪，此女修为我竟无法看透。废什么话，动手！哼，不自量力，小子，这次可没人救得了你，是吗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没人救。那是含有天道限制的空间之宝，不好，这小子竟然打着这种鬼主意。在老子面前还想扳命，简直就是白天家做梦。莫要痴心妄想了。小老头，你还挺厉害的嘛！小家伙干得不错。小娃儿，那个鸟人已经遭老子摔进去了，你也莫管了。麻烦剑哥了。林婷，干得好，是尊上筹划的好。他们人呢？他们二人修为太高，抬手可碎虚空，已进虚空裂缝中了。剑哥，你知道界书在哪吗？主人，三将已助接引使们稳住风下的人族修士。让接引使稍后，本太子这就将塔内的人族修士赶出来。是。南派老祖，你并非此方天地之人，何必与我纠缠不休？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便是。若能满足，我一定答应。只要你不再干涉我掌管此方天地即可。你的废话我懒得听。陈玄风，小儿，界书被南派老祖随身携带，想要弄到手的话，必须把他逮住才行。我知道了，南派老祖，羽族之人已被我所擒，你若想保住他，就将界书交出来。法月这个蠢物，竟然又被抓了！哼，好机会！剑哥的气剑，为何你会此法？我会用这剑气时，你还没出生呢。你还好吗？啊，只是有些惊讶罢了。没想到这个合体修士竟也会天心剑功传承。剑哥，气剑不是你所创吗？这南派老祖究竟与你是何关系？哎，那个龟儿是老子生前留在宗门头的，专门用来照看弟子的化身。什么？小娃儿莫慌，虽说他是老子的化身，但是没得老子那股实力，不然你早就翘辫子了。那他的弱点，剑哥知道吗？弱点，老子想一下。哦，有了，他练的是禁术。你要是用黑莲剑族的诛邪剑阵去收拾他的话，嘿嘿，说不准会有奇效。好，林婷，将纯阳之力给我。是。
诛魔剑阵，现！光靠纯阳之力恐怕不够，那再加上龙吟剑的杀气，一点就通，可以。这感觉是黑莲剑尊的诛魔剑阵。想走，你也不问问我答应了没有？哼，陈玄风，我这么个大活人，难道看不见吗？不好，他要打断施法。切，锤子，老子护你！是你，剑哥，他交给你了。小娃儿放宽心，你莫让连排老子跑脱了。哼，你一个龟样啊！老子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放开心！想喊人帮忙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你这家伙可真会挑时间。将剑书交出来。哼，痴人说梦，我可没耐心陪你耗下去。不好，这家伙逃出诛魔剑阵的范围了。哼，想走没那么容易。拍得好啊，赵化清！陈玄风，趁现在！给我镇压！不！你逃不掉！老子过招，你娃还愣得很哟！该死！你这宝贝倒是厉害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属下本想去峰下找剑阴使，没想到被此人给偷袭了。哼，我可是正大光明收拾的你，哪算偷袭了？小娃儿，找结束。忙我帮了，这个东西现在归我。剑哥，你这徒孙的手也太快了，行事雷厉风行，哼，不愧是老子天心剑功的传人，有范儿。剑哥，你偏心的也太明显了点吧？陈玄风，这位前辈是？老子叫无极，市面上的人都喊老子剑主。你嘛，就喊老子剑哥嘛。陈玄风这么厉害，是剑哥的功劳。剑哥在修行一道，的确指点了我不少。指点是指点了，但这是你舍得拼命才做得到的，不然的话，老子哪有那个能耐？无极剑主，无极剑主。啊？咋啦？莫非您是上界人族那2位大能之一？耶，你个小二全着这个塔塔头，居然还晓得老子的名号嘞！实不相瞒，晚辈乃是下界幽冥使的第10代传人，在接受传承之时，也从中听闻过您的事迹。幽冥使第10代，这个吊坠也和凌云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难不成幽冥使传人跟玄帝传承者有什么关系不成？嘿，那个魔坠里头记得有幽冥玄功，你练的咋样？来说听下来。已达瓶颈，要想继续修炼，只能前往上界幽冥神殿。幽冥玄功是真魔道人为筛选传承弟子专门搞出来的。你能修炼到这个地步，
也算是半只脚踏进幽冥圣殿里头了。无法飞升前往上界，终究是徒劳无功。哎，你个龟孙开枪了吗？啊！就晓得在这儿乱吼，给老子闭到你那个嘴！哼，我已经传音接引使，让他们回族内求援，你们得意不了多久的。你说的不会是那几个上界之人吧？哼，知道就好。你猜猜，为什么我这2个同伴这么容易就上来了？你口中的那几个接引使，在我来这里的路上，顺手给解决了。小子，你竟然毁掉接引使的肉身，难道就不怕我族的报复吗？我去！羽族把下界修士当战奴这些年，你当圣朝太子作威作福惯了，也没见你怕报复啊！说话就跟放屁一样。就算你们阻止这批战奴被带往上界又如何？你们这些卑贱的人族，不照样没能改变飞升被阻的事实？倘若你们一直不飞升，蜷缩在玄武界内，受到天道压制不说，修为更是无法精进半步。这种等死的日子，岂不是比你们成为战奴更加痛苦？那又如何？难道你以为被当作战奴圈养是一种恩赐不成？哼，冥顽不灵，你就等着接下羽族降下的怒火吧。哼，好啊，我会留你到那一天的。陈玄风，那家伙话虽难听，却也一语中的。战虚并无天道限制，可一旦回到玄武界内，化神修士便只能动用不到1/10的修为了。确实如此，不过除了战虚，还有一个地方也没有天道限制。难道你说的是所有华山修士都想挤破头进去的地方？没错，不过眼下最重要的，还是要先告诉风下的修士诸国之战的真相。不过，就怕他们会闹幺蛾子。没得事，这座塔可是神物，就算飞升不了，物尽其用也是要的。嘿，派风下那些小娃儿挨个进去试炼一下，保管他们不里有啥子怨言。行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都记住了吗？三哥放心，我都记住了，肯定能修为大进的。哼，陈玄风，告诉曹子庚那家伙，不到化神，我绝不出他。小娃儿，搞过些去瞅一下仙门遗迹，那2个娃娃怕是2等的都不能犯了。等久了吧？也就半个时辰吧。陈玄风，剑主前辈也会一同前往吗？莫废话了，都跟老子进去！有没有搞错啊？仙门一骑进来，竟然是这种陋室，也太寒酸了一点吧！先离开此处吧。没事吧？无碍，方才没有防备。看出什么了吗？似乎是禁制灵纹。啊！我从未见过这种禁制灵纹，剑哥可认得？嘿，禁制灵纹共分2类，一类是修士之间争夺会用到的空间禁制，另外一类则是大成修士才用得上的法则禁制。大成期，那我们岂不是无法出去啊？法则禁制通常是在宗门里头搞考核的，你们赶忙找一下有没有啥子提示？老子跟佩奇兄哥说，这就是一次试炼，就是考察下你们有没得资格进去啊，晓得不？
哎呀，全是破烂，有啥可找的？啊！哎呦我去，我的脚疼死我了！这椅子也太硬了吧！连剑气都不能留下任何痕迹。在法则禁止这个范围头，所有东西都是受到保护了的。莫费头子了，乖乖去找提示。哎，多半就是这个了。把增援注入进去试一下。道法万千，仙缘有数，会设迷津处，清净勿玄踪。诸位，路在脚下，想要寻得，就靠你们自己了。啊，这算哪门子提示啊？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哦，这是下界的升仙令啊，还是北域的啊！师傅，大事不好了！师傅你在吗？师傅！别喊了，为师听到了。啊，师傅你来啦！北域仙门遗迹，有意思。我到底为何要取这圣物？谁？哎，师傅，他能察觉您的窥探。为师知道了，为师没瞎。啊，师傅，又是北域仙门。为师听见了。啊，师傅，是3个下界修士，他们触发了仙门考核。为师有眼睛。我这不是怕师傅您看不懂吗？闭嘴！去通知东西南3域6派仙门，让他们派人来我仙元阁。哦。别给为师整这死出，搞快点！要是耽搁了事儿，小心为师揍你！知道了，师傅，徒儿这就去办。总算等到你了。唉，可算是出来了。想不到那句话竟然是让我们打扫屋子的意思。修心亦是修行，即便是陋室，只要打扫干净，亦能澄澈清净。这便是仙门遗迹。走吧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当心身后！我去，好险！这么多，被包围了，只能大干一场。动手！仙元阁唤6派前来，究竟所为何事啊？这个人，幽冥护法应该不陌生吧？啊，圣女，你是怎么寻得圣女的？缘分。北域的仙门令，北域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幽冥神殿也不想自家圣女魂断下界吧？多谢魏道友告知，你想要什么？嗨，这事儿多亏了我这徒儿。若非他误打误撞碰见了，我还真不一定知晓，是不是该表示表示啊？这是幽冥丹，对修为提升大有益处。多谢前辈。
这谢礼可够。果然大气，不枉费我做一次好人。魏道友，既是幽冥神殿的圣女，你何必请我们前来？请诸位来，自是有大事商榷。大事？有什么大事有修炼重要？给诸位瞧瞧，能夺回北域的希望。魏道友，你确定？哼，化神修是我绝情谷多的事，能干什么？哎呀，绝情谷啊，的确不缺此等修为的弟子，无情剑宗看不上，可以理解嘛。但幽冥神殿可就不一定了。哦，魏道友，有话直说，不必卖关子。诸位，北域可是幽冥使故地，若这3个后生中有一人得到魔焰传承，这算不算是夺回北域的希望呢？老师，火灵道君。端臣呐，何时喊我这个快作画的老家伙来啊？啊？师傅的老师，那岂不是我的师爷？老师，你说的那人应该出现了。谢灵山主，记得你答应的东西。多谢，我这就派弟子送到百炼妖府。老师，您看。小心！不行，这样下去，再多丹药也撑不住，真元迟早会被耗尽。这些虚影跟战神一样，说不定龙鹰剑可以解决。小娃儿稳当点儿，有家伙在界外窥探。你那把剑里头有无忌黑药，莫遭别人盯上了。剑哥，还有其他办法？莫慌，游戏跟仙门似的，根本就不是为了挑修为高的弟子。你仔细想一下，绝对有办法解决的。这些虚影源源不断，难道说是阵法生出来的？这些虚影是底下的阵法生出的，帮我拖住一会儿，我施法停住他们。交给我。我掩护你。幽冥魔焰，竟然真的是魔焰传承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你找我来此的真意了。魏道友，发生何事了？小娃儿，趁现在！林婷，看你的了。太虚长老，您是前辈，又是推演一道的大能，可是早就知道了下界北域今后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太虚神殿可是预知了未来。凌云仙宗落北荒，无极阴阳道心藏，风卷残云惊世象，天倾地动战瑞芒。我只知道，引我们走出人族当今困境的那人，会在下界北域出现，就在仙门遗迹之中。凭这几个下界蝼蚁，
血灵山主不会忘了，他们可都在北域仙门遗迹。据我所知，这拥有魔焰传承的人，在仙门遗迹中是有机会得到幽冥神殿的至高神通九幽傲千诀。诸位都听过此神通的威力吧？魏道友想的未免太简单了，这种至高神通岂是一个化神修士就能参悟的？幽冥神殿历代殿主都没能做到的事，指望一个下界蝼蚁，不觉得有些异想天开吗？血老魔，你方才可没那么多话，此刻盈盈狂吠，嗤之以鼻，难不成是嫉妒我幽冥神殿了？你找死！哼，都是。这就是大成期修士吗？太可怕了！哎，你们俩人都多大岁数了，还跟小孩子一样这么大脾气啊？也不怕让其他仙派看了笑话，小心便宜了羽族。说得不错，赢了也是徒增笑话，若是受伤可就得不偿失了。哼，算了，我倒要看看下界的蝼蚁，他能走到哪一步。你还好吗？真元耗尽了，快服下，我为你护法。陈玄风，你要尽快啊！该死，真元耗尽了。看起来这些下界蝼蚁恐怕连第2关的试炼都过不去。这种实力早就该结束了吧？哎，难道这个好苗子真的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啊，解决了！哼哼，血老魔，看来你要大失所望了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看来推演并无差错，只是还有待考察呀。陈玄风，干得好！如果再快点就更好了。辛苦了，2位兄弟，先恢复一下吧。看来是这小子停掉了第2关的魔影大阵。他似乎是3人中修为最高的。修为最高又如何？还不是一只下界蝼蚁。哎，奇怪了，为何此人身上我竟有股看不透的气运在身呢？仙门遗迹的弟子选拔我见过不少，这第2关停住阵法的还是第一次见。他们停掉大阵的做法路子是野了点儿，但是眼下北域与人族苍穹界的空间通道全被羽族所切断，想要收回北域只能靠他们3个开启空间通道了。不过希望渺茫啊。老师说的是，不过老师，若再加上幽冥神殿圣女呢？啊，当真？您看，这幽冥护法这是怎么回事？圣女天赋异禀，不久前得了无极剑主传承，可羽族不知如何得知，竟派人暗中偷袭神殿。圣女燃烧精血，施展空间挪移，这才保住了诸多护法教众，不然诸位可见不到我。你说什么？羽族这群杂碎，竟敢背信弃义，毁掉签订的条约！你们店主呢？
店主刚出面就被羽族神王牵制，根本无法顾及我们教众。哼，羽族的畜生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圣女大难不死，恰好又落在北域，看来收回北域的希望很可能就是他了。他们要进入第3关的试炼了。第3关试炼是随机的，也不知他们会进到哪一个。登天梯最轻易，倒是不怕，就怕会进问心桥。小心一点，这地方不简单。嗨，这不就是一个石廊吗？先看看吧。啊，你们怎么不跟上啊？子庚，有结界。小心身后！这是我？他们还是进了问心桥。哼哼，这3个蝼蚁运气还真是差呀！问心，年轻修士最难过的便是心魔。心性不凡者过此关犹如饮水，但若是有心魔，可就难了。我就是你，子庚，别拖大。嗨，放心，逃命的本事我还是有的。我去，你不讲武德！我不在乎，只要能赢。我去，这么死脑筋，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说了，我就是你，快动手与我一战！让我自己打自己，这不是自虐吗？我可没病。怎么会有2个曹子哥？哼，你们这是进了问心桥。问心桥是用法则之力构筑起的，它可以将修士内心最深的阴暗面剥离开，捏造出这人最不敢见的那个人。而人的阴暗面呢，说到底就是贪、嗔、痴这些根源。但凡想过的问心桥，就得把贪、嗔、痴这些摒弃，要不然的话，不死也得遭8层皮。那曹子庚岂不是有危险？这小娃心大得很，没心没肺的，估计的问心桥对他的威胁不得好大，要不然捏造出来的面容哪会是他本人咯？父皇难道没教过你，躲来躲去只会成为一个窝囊废吗？住口！你什么时候？我父皇绝不会说这种话，给我记住了。还真如剑哥所料，他压根儿不会有事儿。那是，老子年轻，啥子时候出过差错嘛？想不到这个最不起眼的下阶修士，竟然这么快就过了问心桥这一关。此子举止坦荡，一片赤子之心，问心桥拦不住他。老师所言极是，想必他一定有极好的长辈教导他，这才令他一尘不染。哼，轮到幽冥护法看中的修士了吗？他能熬过魔焰之刑，这区区问心桥岂能拦住得了他？这可不好说呀，谁知道是不是个纸老虎，中看不中用呢？老师，您怎么看？此子气息强大，颇有领袖之风，不过我却感觉他总是带了些优柔寡断。赵离，赵化清的阴暗面，竟然是赵离。道分阴阳，性分善恶，阴暗面形成的根源离不得贪嗔痴的本性。
怕是你说的赵离，就是他内心头的贪嗔痴。赵华清，你这个杂种，竟然还没有死，就让我来送你投胎去吧。赵离仗着身份常常为难赵华清，想必赵华清可以借这个机会发一发怒气了。啊，是心魔气，赤伴仇恨，黑伴因果。这么强的心魔气，他到底经受了多少折磨，才会有这么强的心魔？这些心魔，难道是他熬过魔焰之刑前就形成的吗？喂，赵华清，你倒是还手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还手？这阴暗面化成的面容，恐怕就是他自身贪嗔痴的源头。他做的所有事，统统都是为了这个人。什么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赵华清会被自己所化阴暗面吞噬的。赵华清，你不是还要与我一战吗？你为何不还手？还手？他敢还手吗？我可是他的亲弟弟呀！啊，弟弟。赵离是你的亲弟弟，若想他一直活着，你就得听我的。弟弟，哥没能保护好你。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你个小娃，姐姐就在这儿挡起，你啷个去闯噻？用龙吟剑，无极黑曜能吞噬一切法则。你脑壳昏了？就算吞了那东西，你吸收得下来不？你肯定要遭惩罚去。再说了，这下还有人在窥探我们，你搞清活没得？小娃儿，快住手！哼，愚蠢，竟然敢强闯结界！不过，他是如何闯过结界的？你怎么？先恢复伤势，这家伙交给我办。添麻烦了。找死！小娃儿当心，他的气息爆仓了。你就跟赵华清那个废物一起死吧！死的是你。一招就解决了对手，不错。幽冥魔焰为何会有2道？别看他现在人前显圣，强闯结界，问心桥会将他的心魔增加数倍修为，待会儿会有他苦头吃的。啊！玄天女帝，陈玄风怎么会与玄天女帝相识呢？我的阴暗面，果然是他。陈玄风，又见面了。小娃儿，拿起，这是尸体的阴暗面。本尊对付你可不会手软的，就让本尊见识见识你有多少劲。小娃儿，还好吗？我就是这对手有些强过头了。先前你强闯结界，问心桥加倍动用法则之力，凝聚了你的阴暗面，你当然对付不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管了，用龙吟剑。方才破结界，龙吟剑吞噬的法则之力已到极限，再用的话，恐怕……你只管用，其余的老子想办法搞定。阿银，助我！这是剑灵。
这个下界修士可真会给人惊喜呀！下界法宝可无法凝聚灵体啊，难不成此剑是苍穹界遗落下界的？苍穹界凝聚剑灵的灵剑，百炼妖符都记载在册，可这柄剑我没印象。难不成火灵道君是想说这只蝼蚁炼出了此剑？你我皆知这不可能，此剑或许在百炼妖府创立前就存在了。百炼妖府在世的岁月，是你我二人寿元数倍之久。一柄灵剑若无灵元蕴养，怎可能在下界留存万年？那你不如等他过问心桥，进仙元殿后亲自问问他。你不会真以为这只蝼蚁能过眼前这关不成？废什么话，看着就是。怎么还想像丧家之犬一样被我追杀？这次可不一样。给我破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！我说过，这次可不一样。阿银，婚事的。他居然真能解决了心魔！仗着神兵之力，有什么值得吃惊的？这小子的剑能吞噬问心桥所化心魔，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问心桥所化心魔可是规则之力，莫非是神物？不可能，这只蝼蚁哪来的这个实力？他能有一件仙物就不错了。魏道友，他先前可有显露过此剑？在第一关试炼时倒是用过，不过没什么异常，一点痕迹都不曾留下。剑非神物，却能破问心桥结界，吞噬规则之力，难不成是熔炼了异宝？他们三人就要进仙元殿了，诸位到时可以细问。幽冥护法，你不想为幽冥神殿再添2名圣子吗？如今殿主未归，圣女还在北城，就算我起了此念，又有何用啊？还不如将机会让给诸位。3只蝼蚁，我可不稀罕。剑哥，你还好吗？莫慌，规则之力都被老子炼化了。哼，不过老子必须在半年内凝于肉身，要不然这些规则之力会受天道感应，回归天道，老子神魂也就灰飞烟灭了。回归天道，看来得尽快为剑哥重塑肉身了。喂，陈玄风，你跟玄天女帝认识啊？认识。什么关系啊？重要吗？主要你的心魔。他曾经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啊，这2人难不成？曹师弟，快跟上！啊，来了！来了。你似乎早就等待多时了。那里有你们想要飞升的线索。这些字是啥意思啊？这些字代表最适合你们的道，同样也代表你们的资质。资质？魔道资质，灵道资质。北域沦陷这么多年，此次仙门遗迹才进3人，却出现2个罕见资质。这魔道资质的下界修士，诸位
可收。哼，明知故问。此人身负幽冥使传承魔焰，除了幽冥神殿，谁会收的呀？血灵山主，不是也修的魔道吗？切，我可看不上连问心桥都过不去的软蛋。哎，心魔未除，感情用事，此人也不适合绝情谷。那我便不客气了。那剩下的这灵道资质，你们可要收？灵道资质罕见，倘若是为女修的话，我莲花屋倒是可以收下。只可惜呀，此人不修剑法，我绝情谷还是不要。血灵山主收吗？这种涉世未深的家伙不够狠，我可没兴趣，还不如强闯问心桥那小子顺眼呢。太虚神殿呢？百炼妖符想要收下就是。那便多谢太虚长老谦让了。哟，小娃儿不得了嘞，已经有第一道资质。剑哥，这些资质有何门道？凡人修仙，身负灵根即可，但若想进上界仙门，就要讲究资质。第一道资质堪比天灵根，你就等到仙门大派来找你吧。啊，嘿嘿，到时有了飞升令，你便能直接飞升。飞升令？看到你面前的珠子没？那个仙子，接下来怎么做？将神念探进那颗珠子，一试便知。小儿，飞升令的线索就在这珠子里头。你们动作快一点，我可没耐心为你们护法。劳烦阁下了。老师，道法万千，仙源有数，但地道资质我从未见过，还请老师解惑。我也从未见过此种资质啊，但不可否认，他心性不错呀。这个人我要了。哼，他能为同伴舍身进问心桥，恐怕不适合你绝情谷吧？也许还是幽冥神殿更适合此人。幽冥护法已收了一人，不至于如此贪心吧？我待店主收一人足矣，吾请剑宗放心。他们的神念化身进人族苍穹塔了，三妹可以前去招揽了。诸位，先走一步。还请道友为我等护法。二位，一同去看看。恭敬不如从命。正好，我也想要看看这3个下界蝼蚁能在苍穹塔得到什么神通。师傅，你咋不去啊？为师要是去了，就你那点修为，能为6大仙派的前辈们护法吗？这可是仙渊阁，岂会有危险？哼，别以为你想偷懒，为师不知道。整这死出，滚去扫地！这地方，难道是那颗球的内部？此地乃是人族圣地苍穹塔，万千仙术、神通、绝技、法门尽在此处。现在进入塔内，看看你们能得到什么仙缘吧。只有我一人，看样子是被分开了。这些是盗玉。方才那人自称上界仙门长老，难道便是仙门遗迹的窥探之人？你的剑使得不错。这家伙从哪冒出来的？你是何人？我乃苍穹界6大仙派之人，同样是你飞升上界的接引人。小子放心，老子没感觉到敌意。在下陈玄风，见过前辈。做到你面前的蒲团来，苍穹塔会为你挑选最适合的神通。
这些道运在吸收我的神力。别紧张，苍穹塔在辨识你的资质和天赋。闭眼静坐，收敛心神，接受苍穹塔引导。此人资质虽未曾见过，但苍穹塔的引导仪式却是第一个通过的。哼，只要资质不是太差，苍穹塔的引导仪式基本不会出现差池。太虚长老还是别期待太高的好。这是灵光运体。有人得到神通了。这么快？这才进去多久？呵呵，灵光运体，且是如此浓郁的魔光，看来苍穹塔对他十分认可呀。哼，还真被幽冥神殿捡了个便宜呀！火灵道君看中的家伙也不简单。果然没看走眼，这小子最适合百炼妖符。有趣，有趣，此子竟能得苍穹塔2份神通认可呀！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修为最低，凭什么能得到2道神通？苍穹塔是怎么回事？往年这些下界蝼蚁根本无法得到认可的。莫非此人是天生灵体？太虚长老猜的不错，这下界修士是火灵体。火灵体！他奶奶的，往年下界修士资质差得多了去了，这次居然真的出了好苗子。薛灵山主现在后悔已晚。哼！见过诸位前辈。你们2人呐，能得苍穹塔认可，天赋可见一斑呐。刚才是……这是你们飞升上界的符咒，飞升令。你们还有1人未出塔，在此等候片刻吧。喂，你在里面得到了什么神通？一道法相神通。不错嘛，我比你厉害点儿，我得到了2道。真他娘的邪门啊！还剩最后一个，总不至于都能得到苍穹塔的认可吧？这么长时间过去没得到神通，恐怕失败了吧？为何这么久过去，还是毫无动静？难不成我感觉错了？这家伙其实是个庸才。小二啥子情况？这么久都没搞定？剑哥，我感觉有点难办。哼，有啥子难办嘛？选个最凶的劈炮的神通不就好了吗？可苍穹塔内的神通都认可，全都争着要出来。啥子？想过地道之子逆天，没想到这么逆天。莫慌，找外头的几个小辈帮忙。这小子时间拖得太久了，本宗果然高看他。前辈，不必多说，刀法万千，仙缘有数，苍穹塔的神通得不到也不必灰心，前途漫漫，你的路还长着呢。前辈，我是想问，您能否再找几位前辈助我一臂之力，让晚辈把认可我的神通全都照出来？
你说什么？我就知道，不是所有下界修士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！陈玄风竟然没得到苍穹塔的认可，难道出了差池？哪来那么多差池啊？告诉你们，苍穹塔是不会出错的，你们和他之间已经拉开差距了。无情剑宗只是选错了人，何必一脸为此不快呢？就是啊，谁都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我的确对看中的人没能得到神通而有些失望，但还不至于让我挂脸。你看中的那小子没和你一起出塔？他说苍穹塔有太多神通认可他，所以拜托你们都去帮他继续维持引导仪式。可笑，他以为引导仪式是免费的午餐吗？真没看出来这个小子胆儿还挺肥的，还敢拿我们几个消遣。估计知道自己无颜飞升了，所以才想出这个主意，惹得你们注意吧。若真如此，这位下界修士的做法当真是有些掉价。太虚长老可有什么见解啊？绝情谷主看来是相信了这位下界修士的说辞了。此人若有一句假话，本宗绝不会放他神念化身轻易离去。可若是真的，视若无睹的做法，是不是令明珠蒙尘呢？也罢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再来一次引导仪式也无妨，无非就是损耗些修为。小子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少底气，才敢夸下这般海口。来了吗？还请前辈相助。12道，还是灵光运体的神通，开什么玩笑？小儿，这个魔修不得欢迎你。臭小子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就要问问前辈了。我可是第一次来此地，岂会知晓？你什么态度？够了！雪灵山主，等到引导仪式结束，你可以问个够，不急这一时。哼！诸位，可以结束了。前辈且慢，我还有一道神通未曾照出。这都12道神通了，还不知足？你小子是来进货的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是道运共鸣。道运共鸣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想不到，连苍穹塔镇压的神通都被他召唤出来了。你知道什么？太虚长老若是知晓秘辛，还请不要隐瞒。这苍穹界其实并非地狱神尊所创。太虚长老，你的话可是太虚宫的意思？幽冥护法，我知晓地狱神尊乃是你们初代殿主师尊，但眼下一事与我们两派争斗毫无瓜葛。哼，你最好是。不知太虚长老方才所言，可有凭证？苍穹塔内神魂共通，你们一看便知。太虚宫禁地壁画记载，苍穹界在地狱神尊飞升前便存于灵界，
只因他为后来者开辟出了一片人族净土，才有苍穹界为他所创的传说。哼，我说怎么你们店主一代不如一代，合着一开始就是吹出来的呀？对了，太虚长老，你方才说的镇压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道运共鸣，人族只有一人引发过，而他是第二个。至于第一个是谁，血灵山主就不用我提醒了吧？是地狱神尊。多谢诸位前辈。喂，咱们都等半天了，你难道就一点也不担心？你的性子若是能戒骄戒躁，应该不会是现在这番修为。要是那几位前辈走前将窥探的画面留着就好了，也不知陈玄风那家伙啥时候出来。哼，这样的修士绝情谷可不配拥有，倒不如去我血灵山，起码我会用最顶级的魔功为他打基础。哼，也不知是哪个家伙从进仙元阁开始就一口一个蝼蚁，居然好意思抢人。在我眼里，没本事的才是下界蝼蚁，像他这样的嘛，那是天骄。现在改口叫天骄了，脸呢？你这厚颜无耻啊，算是让我长见识了。是吗？那还不赶紧将那小子让给我，就不收你学费了。哼，我的剑可不答应。好啊，我也许久没尝过剑修的滋味了。不说二位，是不是该问问这位下界修士的意见呢？以此子天赋，无论进哪座仙门，都将是改天换地的存在。为了公平，还是让他自己选吧。我没意见。赞成。那就这么办，小子，来我血灵山，包你成为一代魔尊。不必理会那老魔，修剑道者就该入我绝情谷。以你的资质啊，赶超当年的无极剑主也并非不可能。超越剑阁？你身怀幽冥魔焰，来我幽冥神殿绝对不会亏待你。我百炼妖符法宝万千，只要你来，要多少有多少，随你挑。诸位前辈，我不打算加入仙门。你说什么？终于出来了！哼，奇怪，气氛不太对啊。别疑神疑鬼的。小贝，你真想清楚了？若你愿意，本宗可强行带你飞升上界。我所在下界，羽族实力未足，这心中念头便不得通的，飞升也是枉然。况且，诸位前辈不是还想让我与幽冥神殿圣女联手，将羽族与下界空间通道切断吗？你既心意已决，便好自为之吧。你怎么样？这小子好得很，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了些。小贝，飞升令已施入你体内。你既无意入仙门，我等也不强求，但塔内提及的北域之事，还望牢记在心。修行若有什么疑问，只管找幽冥神殿圣女。哼，小贝，羽族实力强大，切记不可硬仗，免得拖累圣女。晚辈谨记。时间到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
飞升令都拿到了吧？那便离开此地吧。且慢，还有何事？上界之人托我带给你的，这是你失去的记忆。怎么收3个下界修士？去的时间这么久？怎么是这个家伙第一个回来？啊，道有此行，可有相中弟子？没有。没有。哼，无情。目中无人的小子，软硬不吃。也不知你个老家伙怎么想的，敢纵容这等天骄跟羽族对着干。被老魔称作天骄，这北域的下界修士有点东西，弄得我都有点兴趣。那小辈身负气运，又得到苍穹塔镇压的神通，引领人族走出当今困境之人，大概是他了。那你还放任此人待在下界，就不怕夭折了？若连一个小小的北域都闯不出来，折了也罢。不过苍穹塔的选择不会有错。地狱神尊得到苍穹塔镇压的神通，以一人之力力压灵界各族，带弟子创立幽冥神殿。这个叫陈玄风的下界修士，想必不会让人失望的。哼，听天由命吧。这东西我用完了，还给你。少女的记忆已恢复，不知怎么称呼。陆瑶。陆道友，你可知如何斩断羽族在此方天地的空间通道？你手上有一个羽族下位神吧？他被我所擒获，还未曾拷问。若想要此方天地脱离羽族掌控，只需抹除他们在此方天地留下的空间阵法落点即可。等你从那下位神嘴里问出空间阵法落点，我便能让此方天地再度与苍穹界接轨。哼，小子，你囚禁本神整整5日，想必我族已经带人来擒你了吧？看来你并不知道，外界1日，此地10天。什么？这地方竟是由法则之力构筑的？一个卑贱的人族竟拥有时空至宝，当真可恨！这东西他怎么配拥有？只有我等羽族的神才配得上。哼，嘿，小子，本神在族内也算有些名望，不如这样，你投靠我族，我保你当此方天地界主，如何？不如何？哼，小子，跟羽族作对，你就不怕万劫不复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别自寻死路！敢对本神动手，火羽王定然不会放过你的。届时你求饶都没用了。那我倒要瞧瞧了，究竟是谁会先求饶？小儿，那个羽族锁了吗？唉，这个卡列似乎并不知道羽族在战虚留下的法阵落点。不如换个人问问那个常年在下界看守的圣朝太子，说不定会知晓。也对。哼，卡列都不知道的事，我怎么可能知道？既然不知道，那就不用留。剑下留人。哦，肯说了。陈玄风，玄武界的空间法阵，只有身为界主的南派老祖才能布置，所以位置我主人真的不知。
南派老祖被我灭杀，早已死无对证，我凭什么信你？陈玄风，南派老祖可是合体期修士，他苟活了这么久，岂会轻易被除掉？闭嘴！你想叛族吗？我只知道，绝不能让主人死在我面前。你行了，别在我面前唱主仆情深的戏码，我没工夫看。给我一个让你们活下去的理由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你可还记得修炼妖煞诀的人族修士？不好！啊，奇怪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喂，婉儿、卫青，你们在哪儿？嫂子哥，我在这。伤得很重，修为已经废了。我操！快！陈公把他们都带走了。别让他说话，修为尽失，经脉受损，若不保住这最后一口气，会死的。将你从羽族得到的那个葫芦给我。有我在，他不会死。是玄天堂绝技雷神掌。他的修为在恢复。有意思。卫青，炼化留存在体内的药力，尽全力突破。你大爷！差点以为你要英年早逝了。唉，就差那么一丢丢，我都已经看到我祖爷爷朝我挥手了。还好被陈玄风从鬼门关拉回来。卫青，你为何受伤？陈公在化神塔内用诡异手段控制了不少修士，好在我修炼了雷神掌，心神才没被完全控制，但也因此被废了修为。果然是南派老祖的封魂禁术，该死，当真是百密一疏。你们圣城就是这么拜访人的？他们是我带来的。主人，主人，你为何这般模样下界？此次下界的接引使实力太弱，陈玄风身边又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个厉害的帮手，我被打得元气大伤。还好有你的这枚棋子，令我得以脱身，还将这批战奴带回了不少。圣朝太子呢？被抓了。那家伙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落在陈玄风手里，极有可能透露一些秘辛。你需要助我，尽早做打算。梦离听候主人差遣。明日战息就会重开玄武界通道，不知对陈玄风的釜底抽薪，梦离办得如何了？哼，梦离，你还有脸出现在吾面前？哼，本尊来此是为了清理的泥库。三长老，
上路。三长老，糟了，是玄帝生奴。娘娘，小过来扶您。玄天女帝，绝不可让玄帝生奴落入他的手上。能在本尊手里撑这么久，还算有些本事。只可惜今日你就要生死道相了。哼，人固有一死，死得其所又有何可惧？再来！不对，天机剑，释怀！这个老家伙居然想用自爆拉本尊垫背，是那老家伙的法宝。我说这老家伙怎么视死如归，原来是为了他们。朕实在不明，到底所犯何事，竟惹得圣导亲自出手。哼，圣导通缉陈玄风已有半年，小小云国难道不知？可龟岛三长老跟朕说过，那只是个误会。三长老早已背叛圣导，你信叛徒，还是信本尊？尊上，女帝带上来。老四，父皇，我们都被骗了。三哥他就是个恶魔，为了修为不择手段，甚至在诸国之战内，他竟想杀了我。大哥也被他给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个畜生！女帝，陈玄风一事绝对与云国无关。盗取圣物，背叛圣导，会被株连一脉，这是规矩。父皇，三哥他终归是您的血脉，我们逃不掉啊！闭嘴！我没有他这种逆子。女帝，我从未在陈玄风身上花过心思，只因他从小便是一个废物，身无灵根，我便任由他自生自灭。更何况此子还说过不认我为父这种大逆不道之言。我与他说是父子，其实这层关系早已名存实亡。若因他一人而亡我云国，实在是冤呐！本尊可不在乎蝼蚁的灭亡。陛下，凤儿绝对不是这种人。您等他回来，他一定能证明清白。闭嘴！贱人，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教出的混账，造出这么大的孽。女帝，你把这贱人带走。陈玄风自小与他在一起，绝对会为了这个贱人自投罗网的。娘亲，这么多年，你与我饱受欺凌，为君为父，他可有半点关系？凤儿，你说的对，这个男人，他没资格做你的父亲。你混蛋！有你这么当爹当丈夫的吗？亏你还是一国之主，一点骨气都没有。应妃娘娘和三殿下因为你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有出息就可以认你这个父皇，没出息就自生自灭，你也太没有人性了。娘娘，我相信三殿下一定会回来的，您先。呀。陈玄风，本殿下弄不死你，难道还弄不死宁妃吗？哼，这账我会慢慢跟你算的。女帝，你千万别听这种低贱的下人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勾起了令本尊恶心的回忆。陛下。报人，报人，留他一命，带回去跟莫清扬关一起。带他回圣岛。紫青长老，哼，
陈鼎，戏演的不错。嘿嘿，紫青长老谬赞。您看，你答应我的事。你要的女修，修为已被禁锢。那这云国没必要存在了。女帝神通广大，对付陈玄风想必是轻而易举。这凡人死就死了，何必还要费尽心思让他活着呢？女帝命令，执行便是。想那么多干什么？陈玄风，白帝之子。这位夫人，不知你与那陈玄风是何关系？你是？老夫莫庆阳。戒杯与玄天学院的那座戒杯一模一样。穿过此门，便能通往你们所在的玄武界。陆道友，多谢。若真要谢我，把跟着我的那2个废物以及同伴救出即可。好。啊，仙子啊，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儿去啊？下界天道压制，限制化神修为以上修士下界，我不便前往。这是神殿传音符，是我以精血炼制，必要时可以将你的精血滴入，便能随时与我意念传音。陆道友心思缜密，佩服。我会在此地守着，等问出落点位置，顺便阻拦从此地下界的羽族。事不宜迟，速去速回。我去，好大的雕啊！是入学失恋的那头雕，果然是玄天学院。看来这玄武界界主原本就是玄天学院之人。看来时候到。这头雕的眼神有些古怪。小婉儿，有人过来了。何人闯我玄天学院领地？玄天堂长老，是我。曹子庚、卫青，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这都是咱们学院的学生？哦，原来陈玄风就是你小子呀！丹堂长老经常提到你，如今我总算是见到了。想不到短短半年，你们4人的修为竟然都赶上老夫了。看来这诸国之战，你们4人收获不小啊！那是肯定啊！你们也不想想，这可都是咱们学院教出来的。可是你们如此修为，怎会回来了？这时候难道不是该在争夺天骄榜争取飞升上界的名额吗？玄天堂长老，
这所谓的飞升，其实是骗我们去圣界给羽族做战奴。做战奴？是中都圣朝太子，他是羽族的看门狗。要不是陈玄风，我们几个……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哼，长老，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此时应该正在争夺天骄榜呢？我可记得你从未参与过诸国之战啊。说，你还知道多少？他知道的秘密，不如就让我来告诉诸位吧。学院外的这头正道妖雕，从未对人有过亲近举动。此人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我许久未出世，即便说了，你也没听过。既然是生面孔啊，不请自来到我玄天学院，是否有些冒昧了？这小家伙不是还挺欢迎我的吗？你管这妖雕叫小家伙？好了，知道你长大了。管你气息修炼的乃是虚空封印之法，莫无心的后代还算可看，不枉我传他此法。糟糕，老莫最讨厌别人提到墨家。啊，莫无心是谁？学院似乎没有这个前辈吧？听那绿袍修士的意思，应该是墨家的前辈。莫无心是墨家老祖，也是玄武圣岛的第一任大长老。啊，那不是几千年前的人物了。他刚才居然说传授给墨家老祖法术，不是现在人吹牛都这么勇敢的吗？且不说过于冒犯，就算是真的，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此人如此年轻，不可能是那些躲过天道压制、活了几千年的老怪物。小儿，这家伙身体里藏着一道神魂。神魂？莫非此人的真实面目是一位老怪物？小子，你竟敢用我墨家先祖的名头戏弄于我，真当是活腻了！好厉害的法术，光是施展出来就已是狂风大作。想不到在天道压制下，莫长老竟能施展出如此惊人的手段。墨家擅长空间法术，此种术法一旦修成，即使在天道压制下，也能凭借召唤出的虚空之物镇压对手。那这绿袍人岂不是完了？哼，你们这些小娃儿还是太嫩，这点手段还不够看？这都不够吗？还能有什么手段比这更强？小娃儿，难不成忘老子现在用的啥子手段了吗？剑哥是说神魂之力？虚空封印之门嘛，哼，华山修为能炼制大成也算不错了，可惜还不够看。老莫，动不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青年竟有这种实力！我去，好重的威压，感觉快被压扁了。到底是什么手段？华神修为都没法挣脱。是天地大事，我们都在他的领域里啊！这怎么可能？这种范围的天地大事，他还是人吗？这家伙或许还真不是人。诸位何必如此大动干戈呢？道友，你也没说你有这种实力啊！现在知道也不迟。哎呀，早说你这么强，打死我也不会让老莫这犟种出手了。放心，我只用了3分力，并未要他性命。那是炼丹道具。3分力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以为你恢复伤势，方才就当是切磋了。哎，道友，
你不是说要告诉我们关于玄天堂长老的秘密吗？玄天堂只收天赋异禀、灵根特殊的学生。为了掌握这些情报，羽族安插了这颗棋子，在玄天堂长老的位置上，目的就是能将这些天赋异禀的年轻人尽数送往他们手中。他犯下此等罪行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？此人是女帝钦点入的学院，就算犯下大错，也得交由女帝惩治。现在论罪，又有何用？倘若我说当今女帝不过也是羽族的傀儡，你又当如何呢？这位道友，仗着实力强盛，信口开河，不怕祸从口出吗？这么维护女帝，难不成也跟此人一样做了羽族的狗？休要胡言！我受过女帝恩情，岂能让你对恩人泼脏水？哼，脏水！看来你还不知道，你兄长莫千寻究竟是为何才会被圣岛通缉吧？啊，莫前辈！嘘，莫前辈居然是莫长老的兄长，这家伙知道这么多，难道是莫前辈透露的？不对，莫前辈并不知晓小梦离是羽族在玄武界的傀儡，否则也不会想着推翻他的统治。除非此人知晓南派老祖，若他真是活了几千年的老怪，一定经历过南派老祖在掌控玄武界前的势力清洗，他很可能就是那些势力的幸存者之一。道友，你总得拿出点凭证吧？哼，是真是假，诸位何不问问对此事的知情之人呢？哼，你说是吧，陈玄风？啊，喂，陈玄风，你跟那位前辈认识啊？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他大概是从圣岛通缉的告示知晓我的。哼，分析的不错，不如你就从圣岛对你的通缉，给他们说说圣岛的玄天女帝的恶行吧。前辈从何处知晓圣岛和羽族之事的？我知道你好奇我的身份，放心，只要你让学院众人知晓羽族与圣岛的关系，你会知道我是谁的。我凭什么信？第10代玄帝，与我合作是你摆脱羽族的最快办法，你觉得呢？这家伙竟知晓凌云界的秘密。小娃儿莫怕，有老子在，你放心陪他搞啊！要是不对劲，老子吞掉的法子子里，保证让他灰飞烟灭。好，我答应。那我就静候你的表演了。要揭露梦离是羽族傀儡，只需要将圣朝太子2人放出来即可。不过，凌云界不能暴露，否则梦离栽赃我盗窃圣物一事无法说清。陈玄风，丹堂长老、剑堂长老，好久不见。的确是有些久了。听闻你在中都风生水起，就连陈婉儿都得了中都炼丹大赛的冠军呢。我丹堂出去的就是有出息。切，神气什么？我与五妹能有所成，多亏丹堂长老在学院倾囊相助。哈哈哈哈，这倒是没错。哎，对了，陈婉儿怎么没来啊？是不想见我这个长老吗？啊？此事说来话长，您稍后便知道了。徒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难道此次诸国之战你没能飞升吗？师父，您别急，您看。
啊！化神修为，你突破了，不愧是我的徒弟。等等，徒儿，你都已踏入化神期，怎会飞升失败呢？为师明明已经打点了圣朝之人，莫非他们不舍承诺？师傅，您送礼了？什么送礼啊？不过是投其所好。为了你，师傅乐意。谁让你是为师最有天赋的徒弟？我去，师傅，你对徒儿可真是太好了。哼，那是当然。好的都有点吃不消了。徒儿放心，飞升失败，从头再来便是。师傅对你有信心。师傅，其实我回来是另有隐情的。哦，那个您待会儿就知道了。玄天堂长老怎么变成这副狼狈的模样了？啊！丹堂堂主乔无忌和烈阳堂堂主杨威也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连他们都被惊动了。那人又是谁？怎么坐在两位堂主中间？诸位，此次院会是为了弄清本院学生在诸国之战飞升失败一事。莫长老，飞升失败乃常有之事，有必要召集我等前来吗？见唐长老姿势体大，关系学院根基，稍安勿躁。这么严重的吗？看这架势，此事恐怕跟玄天堂长老脱不了干系。小子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好恐怖的气息！这小子如今已是脱胎换骨了呀！别装了，再不醒来，我不介意送你去投胎。哼，陈玄芳，你当真是心狠手辣呀！你这种败类，可没资格死在我手上。你敢！我受女帝之命监督学院，若我殒命，女帝定会追杀你至黄泉毕露。哦，是吗？巧了，老夫也受女帝之命监督学院，我怎么不知道你呢？忘了告诉你，老夫完全可以先斩后奏，是生是死，老夫劝你好好掂量掂量。莫长老，我们是一伙的呀！哼，谁跟你是一伙的？我是为了报答女帝的恩情。恐怕你还不知道，你口中的玄天女帝，其实早就追杀过。女帝持天机神剑，若真追杀你，你岂能活到现在？我的确差点就死在天机剑下了。可惜呀，诸位，你们可还记得我被圣岛通缉的事吗？当然记得，丹堂长老可是被这事气得1个月没出门呢。这事儿就别在这种严肃的场合说了。被通缉前，我受穆青青相邀，前往一处化神洞府，侥幸得到了一份传承，突破至元婴期。准备回学院时，圣岛却封锁了传送阵，说是圣物被盗。我自认问心无愧，不料被圣岛之人指认为盗贼，无奈之下，只能逃命。陈玄风，你不会想说圣岛通缉你是为了这份传承吧？为了洗刷盗窃圣物的罪名，你编造的借口未免太拙劣了些。陈玄风啊，不是老夫不信你，女帝什么身份，
怎么会觊觎一个化神洞府的传承呢？莫长老，陈玄风被通缉前也才入院2个月呀，他当时最多就是金丹后期修为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，遍地都是元婴的玄武圣岛，怎会让一个金丹修士将圣物偷盗得手呢？的确如此啊。圣岛怎么说也是咱们女帝修炼的地方，守卫怎会如此薄弱？当时我就觉得奇怪，只是碍于压力不敢说。可是这终究只是陈玄风的一面之词，算不得凭证。哼，是吗？那本座的话，算不算得凭证啊？好浓郁的魔气，魔道修士。玄天学院长老，好大的威风啊！你怎么来？现在不是说的时候，先助你把眼下之事解决。阁下擅闯我玄天学院，想要做什么？本座最讨厌的就是维护女帝的狗。方才在殿外，你的话，本座都听见了。这个女人竟敢公开与女帝叫板，阁下不知怎么称呼？黑风窟，黑岩。黑岩，他不是早就身陨了吗？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哼，全拜玄天女帝所赐。若非陈玄风，本座不知何时才能重临世间。本座对女帝可是恨之入骨啊！黑岩，你好不容易重获新生，竟还敢跟女帝作对！黑岩，你一个元婴的蝼蚁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叫嚣？几百年前，黑岩拒绝女帝招揽，几年后便在一处化神洞府为众多修士围攻深陨，黑风窟也一蹶不振。如此看来，当年这个魔道剧情的陨落跟圣岛脱不了关系。如果我没猜错，陈玄风所去的化神洞府便是黑岩的陨落之地。不被我所用，必被我所杀。玄天女帝真霸道，难怪脾气那么古怪的独孤院长竟会同意圣岛安排人来学院做长老，怕是为了学院的存亡才无奈妥协吧。哼，你不是要凭证吗？那本座告诉你，陈玄风得到的传承根本不是化神修士所留，而是为上界人族大能的衣钵呢。什么？人族大能？那至少是传说中大成期的修士啊！骗人的吧？大成期修士的传承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？没错，这种级别的传承怎么可能出现在玄武界？黑岩，你当大伙是傻子吗？奇怪，黑岩怎么会知道洞府传承是大成期修士所为？难道他知晓黑莲剑尊的存在？哼，小娃儿看喽，这个女娃儿前身弄到过黑岩魔岩，就算没碰到黑岩那个老东西，也可以通过传承晓得些情况的。哼，黑岩，大成修士传承这种谎话，你不觉得太过离谱了些吗？离谱？你可真是井底之蛙。哦，身外化身？哼，学院的长老可真没见识，你还是给本座仔细看看吧。不对，这不是身外化身，这是实体元神。双元神，居然是双元神，还是实体程度的化身双元神。这第10代玄帝竟然能有如此厉害的同伴，想不到这血魔双灵婴潜力竟这么大。小娃儿，我会了吗？只是意外的。再说当时我已经凝聚出至高元婴，血魔双灵婴于我而言作用不大，用来拉拢他也不算困难。
切，你个小娃儿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培养出个潜力大得很的盟友出来了。这双元婴的修炼秘法，乃是从陈玄风赠予本座的双元婴脱胎而来。你们不妨想想，陈玄风随手赠予本座的秘法，便已是如此称奇，在下界闻所未闻。那他得到的神秘传承，又会是何种真切？难道圣岛和女帝真的不会动心吗？啊！居然是真的！真的有大成修士传承！这种级别的传承，但凡是修士，恐怕没人不会动心。哦，你这意思，玄天女帝，你懂就行，别说穿。这小子，哼，难怪被追杀时从不向我求援。想来是怕牵连到丹堂甚至学院吧。我说为何这小子进了中都，玄武圣道便没了动作？恐怕是害怕神秘传承一事被圣朝知晓吧。你还要为了你那所谓的恩情，给玄天女帝洗白吗？你无论如何，老夫绝不能恩将仇报。是啊，莫长老。墨家的存亡可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啊！看来是时候揭露梦离和羽族的关系。一直就灭杀了玄天堂长老，好凶残的家伙！道友，你这是何意？打苍蝇，准头歪了。你家打苍蝇这么打吗？谁还没有点用力过猛的时候？这家伙，刚才那一指绝对是故意的。道友，是你说女帝是羽族傀儡，现在唯一能拷问的人被你灭杀，你让我们如何信你啊？玄天堂长老是女帝安排进学院的，他死了，恐怕圣岛不久就会派人来学院，还是想好怎么解释吧。不用解释。陈玄风，你究竟想怎样？这家伙是圣朝太子！好小子，居然将圣朝太子给擒了！这家伙是疯了吗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我放出来？徒儿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圣朝咱们学院可得罪不起啊！为了让你飞升，为师还特意打通关系呢。怎么这点头的人被陈玄风给这样了？师傅，你不知道。哎，这是新生大比的那柄残剑，这不是龙云剑吗？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上？我记得不是早就断了吗？告诉我圣岛和羽族的关系，玄天女帝是不是羽族傀儡？羽族傀儡？乔堂主跟那绿袍人争执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听错了。你没听错，此次院会八成是为了此事开的。陈玄风，先前不是说圣朝是羽族的人吗？怎么又扯上圣岛和女帝了？老莫，让这小子审，有了结果你再质问也不迟。哼，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，想让本太子配合你，做梦。看来你还不清楚谁在掌控局势。还记得初次见面，你想要我的剑吗？你想做什么？你若不说，我便成全你。我的剑可还没吞过羽族呢。反正只要你们一族的神格在，就可以反复复活吧。我有的是时间和力气，跟你耗。你这个疯子！住手！我说，
圣岛是我族扶植在此方天地的势力，因为此方天地的界主早已投靠我族，圣岛的玄天女帝不过是他放置在明面上的一个傀儡。至于诸国之战，不过是用一个好听的名头，让你们这些下界修士自愿飞升做我族战奴罢了。现在你满意了吗？哼，还算聪明。羽族之人，可恨之极。可恨？羽族可没有逼迫你们，几千年来一直如此。分明是你们为了一己私欲，对诸国之战趋之若鹜，甘愿屈服于定下的规则，这也能怪羽族吗？没记错的话，你为了送徒弟飞升，还给我送过礼，对吗？你们人族根本不懂何谓修道，想要成仙绝无可能。是吗？那你又懂多少？难道羽族用这种手段收割下界修士，就是所谓的修仙，所谓的道？不觉得令人恶心吗？能容纳活物的空间法器，这小子身上的秘密可真多呀！诸位，事已明了，羽族和圣岛的所作所为，你们是继续沉默，还是要将这一切挪回正轨？哼，本座只知道陆氏人走出来的，管他什么仙什么道，羽族都没资格让本座为奴。我赵化清绝不屈服羽族。哼，现在不反抗，跟以后散尽修为有何区别？我可不愿这些年的努力白费。没错，一定要反抗！诸位长老导师，你们呢？哎，一言难尽啊。总之，先把院长请出来吧。还差玄天堂的传承功法开启信物。这不是有个玄天堂的小辈在这儿吗？我来。为何他对玄天学院的功法如此清楚？你们使用信物所为何事？哈，独孤前辈，独孤大鸟，好久不见。独孤大鸟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，混蛋！你这家伙疯了吗？敢这样称呼院长？阿威，院长，一边待着去。是院长。等等，怎么感觉哪里不对？看玄天院长的态度，似乎与那家伙是老相识。奇怪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哼，这两个老东西肯定是在传一腔悄悄话。已经一炷香了。无忌，院长，女帝依附羽族一事，你可有论断？院长，如今羽族已被打草惊蛇，被修士奉若权威的学院必然无法置身事外。一旦羽族竭泽而渔，学院必然走向覆灭。更何况羽族霸空飞升路，学院又是闻名玄武的修真学府，若不反抗羽族，只怕会遭天下修士唾弃。不错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学院不能为虎作伥。吾在此宣布，学院圣岛决裂，今后势不两立。干得不错，第10代玄帝。我相信你会处理好此事的。是，院长。
院长给人的感觉还是这么紧张。小子，院长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接下来玄武界怕是要变天了。眼下圣道并不知晓学院的态度，但玄天堂长老身陨在此，女帝的人恐怕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们4个还是尽快离开学院吧。若你们出现在学院的消息泄露，学院就不得不与圣岛撕破脸了。虽然学院不怕，但太早翻脸，对于学院和你们几个都不算好事。前辈说的不错，我们这就离开。我要你做的事都办了。主人交代的都已办妥，接下来只要让玄天学院配合便可以了。你做事我一直都很放心，所以才会把地位交给你来做。接下来我还要恢复一段时间，你去吧。是。尊上，什么事？玄天堂长老的魂符碎了。跟本尊去玄天学院。女帝，你唤我们3人来此，可有何事？处置从战区带回的战奴，做得如何了？我将他们关在了一处隐秘地界。很好，你们3个跟本尊走一趟。我去开启传送阵。好在因为诸国之战和仙盟大会，学生们几乎都离开了学院。你们4人出现在学院的消息，不会再有多余的人知晓。老乔，你是知道我为人的，女帝若真是问起，我不会帮你隐瞒的。传送阵就在那儿，若是不想违背你的原则，你可以走，别出现在这就行。届时玄天女帝问起，我就说你云游去了。对不住了。莫长老，在下是有些事想单独告诉莫长老。快些说。我知道莫千寻在哪。他被圣岛通缉这么多年了，对我这个弟弟都是不闻不问，怎么会与你攀交情？莫千寻前辈是怕连累你，所以只能找同样被女帝通缉的我。那他过得还好吗？这是莫千寻前辈的传音符，他的居所就藏在中部。小子，谢谢你。陈玄风，丹堂长老曾对我提过圣岛通缉你一事，但碍于女帝威严，我并未出手帮你。前辈一介散修，一身修为定然来之不易，就算实力不凡，可与圣岛女帝相比，自是小巫见大巫。好，够潇洒，这下丹堂长老不能再跟我抱怨了。好了，你们尽快动身吧。道友，你难道不打算离开吗？我要是走了，你们待会儿可镇不住场子。这人都送走了，哪来的麻烦？哼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，懒得跟你扯那么多。哎，你说咱们现在算不算女帝的眼中钉、肉中刺啊？你快闭嘴吧！现在我们面不能露，家不能回，一旦被发现，连累身边人就糟了。卫青说的没错，陈玄风，你被女帝追杀，应该有不少经验了，有什么主意？你们3个吃下瓶中的丹药，想象一个模样。我去，这也太神了，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。这是异形丹，被圣岛通缉时，我能躲过层层筛查，大多都是靠了它。陈玄风，这可比黑岩带我们易容成你的模样骗那些猪影卫方便多了。
有这种好东西，你居然不早点拿出来分享？这是周武商会的独门丹药，若非情况特殊，我不会随意示人。这等异象，怕是圣岛女帝大驾光临了。先离开学院吧。此人竟敢直视本尊，胆子倒是不小，竟然全是化神修为。黑岩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还带着4个跟班。他身后4人全是化神修士，短短半年便有如此底蕴。看来离开玄天学院，有必要去一趟黑风窟了。梦离，你我之间快到再见的时候了。你怎么会来玄天学院？黑莲魔焰，本座好歹也驾驭了他几10年，要找到你还不简单。你不会无缘无故找我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本座昨日出关，收到了3长老传音，圣岛的人去了你们云国。啊！这是3长老申陨前给你留下的传音。玄帝，您这一世生母落入圣岛手中，我很惭愧啊，100年来被心魔所误，而今没能办好玄帝交托之事啊。希望玄帝不要怪我，接下来您千万不可鲁莽行事啊！我只能陪玄帝走到这儿了，接下来的路要靠您自己。我回一趟云国。殿下，不，陛下，人都来了，赵家、宁家、灵宝阁掌柜、丹药协会会长都到齐了。哼，还算识时务。陛下，那天圣岛的仙子不是说咱们云国，不需要存在了吗？哼，圣岛距此天高路远，担心什么啊？废话少说，快开始吧，朕等不及了。乾坤换彩，日月增辉。今日新皇龙袍加身登基于此，更逢大婚之喜，即将迎娶皇后，实乃双喜临门之盛事。新皇与皇后天作之合，琴瑟和鸣，必能与吾皇携手，共理万机，福泽万民。依婷妹妹，你终于成为我的女人了。宁家主，今后宁家想必是要一飞冲天了，我灵宝阁还要请宁家主多照顾呀。是啊，以后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老相识啊。放心，宁某不会忘记的。哼，他娘的，宁家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嘘，爹，谨言慎行。是爹多嘴了。爹，你看流星，还真是，就是这方向。我操，天降正义啊！什么情况？三殿下，啊，是陈玄风那个废物。终于有人来救我了。
四弟的小日子过得不错嘛。陈玄风，你想干什么？放开陛下！废物，放肆！这气息是化神修士啊！啊，他才觉醒灵根多久啊？三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说，圣岛为何抓我娘亲？我不知道，是紫青长老让我做的。还真是本性难移。三哥，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错？我没给你机会吗？可惜，给你机会不中用。三哥，放过我！曾说不再让原生娘亲受苦，想不到还是因我遭受牵连。三殿下，陈鼎罪有应得，而他也并非自愿成婚，人我带走了。云国以后就交给二哥吧。太帅了，太残暴了。唉，若你去晚一点，恐怕玉婷就要留下心结了。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回云国？圣岛的人去了云国，带走了我娘亲。啊？那你母亲岂不是很危险啊？圣岛要杀人，当场就杀了，娘亲应该不会有性命之忧。我只是不明白，圣岛为何要抓娘亲？况且对付一个凡人，应该不至于让那女人亲自出马吧？她究竟有何目的？想不出就别想，先回西南吧。本座帮你创建的玄风阁还有一堆事情，等着你这甩手掌柜处理呢。玄风阁？哼，本座为人一诺千金，你会知道的。当初与本座做交易，是你正确的选择。二位都曾是西南名噪一时的人物，肯入我玄风阁，奴家定然欢迎。只是你们提出的要求有些过了。玄风阁垄断西南拍卖行生意，冷老板好意思独吞呢？是啊，冷老板，玄风阁在您的管理下势头正盛，可这么大一块饼，冷老板就这么自信能把握得住吗？哼！哟，二位这是在威胁奴家？威胁？冷老板可以这么理解。打江山容易，守江山难呐。你一个女人，修为又低，能撑多久？倒不如分给我们。这两个老家伙，想要从我的势力分一杯羹，你们有这个实力吗？那个混蛋，敢对我弟弟出手！玄风阁是吧？你敢杀我？你知道我哥哥是……不管是谁，我等着就是。你到底是谁？在别人的地盘，问主人是谁？你是玄风阁主？你说呢？道友饶命，我等这就退走。这小风风竟然又变强了。主人这实力还真是恐怖。哇，原本还担心阁主实力不济，想不到竟然一招就灭了元婴大圆马。
你们往哪儿走？今日若非我在，这玄风阁恐怕不复存在了。道友，你说个条件，我们绝对满足，只要放我等离去。离去？你暗中传音，会想着离去？你会后悔的。不好了，家主，大长老的魂灯灭了。小峰峰，你可算来看奴家了。这半年来辛苦你了。那你说说，要怎么报答奴家啊？咦，这副殷勤样，他还是平时的冷老板吗？晚上来我房里，有些事跟你说。啊，小峰峰，你是准备要对奴家做什么了吗？拜见阁主。主人，他们是我的大哥二哥，在属下的劝说下归附。你没让我失望。这些丹药是给你们的见面礼。是极品丹药，属下多谢阁主恩赐。多谢阁主恩赐。小儿，你这招杀鸡黑猴，恩威并施耍的不错嘛！啊，想要站得稳，总得展现出点实力，不是？就是你杀了我弟弟。死在我手里的人很多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位？哼，他就死在此处，是不是你动的手？我只是送他投了个好胎。好，很好，杀了我弟弟还敢这么狂妄，给我死！你比你弟弟多撑了2招。你究竟是谁？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。想不到杀死家族大长老的人如此可怕，连那白老怪都撑不住3回合便殒命于此。哎呀，好在我想坐收渔翁之利，没第一时间出手，否则……哎，不过此人为何有些面熟啊？龙吟剑，难道他是？看够了吗？道友，在下只是路过。你刚才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那个不长眼的蒙面老登，就是你口中的大长老吧？敢打我玄风阁的主意，你很勇敢吗？道友，先前是家族的人没长眼，我给道友赔罪了，有话好说嘛。那个提议要淌玄风阁浑水的混蛋，老子回去后一定要扒了他的皮。记住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哎，小娃儿，你把那个龟儿留到爪子嘛？啊，老子才不相信他为乖乖听招呼哟。他能认出龙吟剑，我自然是希望他把我现身的消息放出去。若是他乖乖听话，我又怎能守株待兔？哎，妈的，真他娘的晦气！大人，陈玄风现身了。
独孤萧，本尊敬你是前辈，不惜亲自拜访，露个脸就这么难吗？学院配合仙盟大会时，女帝跟丹堂堂主商量过，若要见足，还是请回吧。唉，院长真一点面子都不给啊！唉，院长是剑修，性子说一不二，说跟圣岛决裂，就不可能给女帝好脸色。既然不愿见本尊，那本尊安排进学院之人申允，能否给个交代？吾闭关多年未出，怎么给你交代？你还是问丹堂堂主吧。这事儿也甩给我啊！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学院界碑突然自行开启，玄天堂长老去查探后，道消深远了。本尊看着这么好糊弄吗？女帝，您自己看吧。此人实力，他与本尊都不相上下。是本尊误会，既然此事水落石出，本尊也无需多虑。记住，2日后的仙盟大会，你带人来参加，做此次大会的主题。女帝放心，在下一定会去。很好。哎呀，这女人终于走了。尊上，很好，想不到他居然就在西南，真是老天相助。陈学风，本尊来了。